经常看重生视频的人都知道，重生者前世一般不是人渣就是废物，不是犯了大错，就是留有很大的遗憾。可眼前这个平平淡淡半辈子、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居然重生了。姓名礼貌。咋了？我就问下你叫什么，哪里不礼貌了？不好意思，我说我的名字叫礼貌。原来如此，礼貌，我看看，死因是多喝了一杯酒。等等，你有一次重生的机会啊！重生？没错，先对个暗号，回答对了就能重生了，即便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不错啊，恭喜你答对了。你的重生年代是1983年，记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另外，记得遵守重生规则，别让别人知道你是重生的。社员同志们，1983年的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这是中央伟大的创举。自今年起，高考时间调整为7月15日到17日，请广大考生做好准备，积极应考，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这是我以前的家，我真的重生回到1983年了。今年刚好是我高考的那一年，没想到我一个小人物也能重生。老大，赶紧起来！从中午睡到5点了，起来出去走走，别闷在家里。这是我妈的声音。听到老娘的声音，前世的种种涌上心头，礼貌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重生之前，老娘已经瘫痪在床，还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我竟然能再听到老娘的声音，这是多大的福分！大哥，你怎么哭了？这是礼貌最小的妹妹李萍，父亲李丰年一共生了2男2女，礼貌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哥哥没哭，哥哥是没睡醒还犯困呢。娘让你出去走走。好，我这就出去。爹娘。看着健健康康还如此年轻的双亲，礼貌的心头五味杂陈。前世爹爹李丰年在98年因肺癌离开了他，而老娘杨秀兰又瘫痪在床。虽是老大，但爹娘对他很好。如今他又感觉到了父母的关心和那久违的依靠。老大，既然已经过了高考预选，你就安安心心的参加高考，家里的事情你少操心。是啊，家里的事你别操心，安安心心的考个状元出来才好。1983年的高考依然实行高考预选制度，需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预选考试，只有在学校成绩前50名的学生才能参加高考，剩下的只能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家，另谋出路。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还不如中专生，起码中专生能分配工作，吃商品粮。爹娘，我知道，你们就放心吧，我肯定能考上。你能考上才怪！你们年级高考预选的50个人，你才第48名。别人能不能考上我不知道，但我一定能考上。上一世我考上师范专科，教了半辈子的书，专门带高3毕业班，主要讲解历年的高考真题，讲了几十年高考真题，还能落榜。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83年的考试题目。哥哥最厉害了，一定能考上。大哥，俺听老师说，今年参加高考的有100多万人呢。李红，你放心，你哥肯定能考得上，将来你们3个也一定能考得上大学，只要你们能上得了高中，大学的事情哥哥包了。大哥，你别吹牛不打草稿，俺后年高考，看看你能不能给俺弄个大学上。如果不行，俺去读个中专，也能去吃商品粮呢。上大学才是正经，中专生别看能吃皇粮，但肯定比大学生差远了。别想中专的事情，吃饭吧。礼貌看着饭桌上的饭，玉米粥、窝窝头配着咸菜疙瘩，再看看自家破旧的房屋，默默地叹了一口气。要想改变李家人的生活，任重道远啊。其实李家现在的生活已经算好的了。要知道，还是生产队的年代的时候，每一年李家都倒欠生产队的粮食，直到1980年，这里才开始包产到户，李家才有了吃饱饭的日子。明天就回学校吧，抓紧回去复习，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好。李家劳动力短缺，村庄靠近海边，种点粮食打点鱼，得来的钱要给学生交学费，只能在嘴上节省一点。即便家里条件再苦，李茂每次回学校带的都是白面粉。村里有人劝过李丰年夫妻别让李茂继续上学了，考不上也是白搭，但李丰年夫妻一直在坚持，即便是生产队的年代，也没让李茂回家挣工分。半夜，李茂睡不着，不是他不想睡，而是实在饿得睡不着。掺着野菜的窝窝头真的吃不下，也不抗饿。想要改变现状，只能利用重生知道的信息差了。可干点啥好呢？80年代中期，小商户已经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但都处在小本经营阶段，勉强保证个温饱，想发家致富那是不可能的。这年头只有倒买倒卖能赚钱。对了，我记得90年代时，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一个同学曾经说过，80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父亲曾经利用信息不对称之际，从村里收购小咸鱼往内陆城市卖，赚了不少钱。咱这沿海地区啥都缺，就是不缺海货，尤其是小咸鱼根本不值钱，供销社也看不上，都是渔民打上来后腌了自己吃。省城是内陆城市，咸鱼的价格肯定比沿海地区要高。如果我操作一把，应该能赚到钱。想到这里的李茂立马起身去了厨房，找出自家的咸鱼，一掂量，至少有50斤重。一家有50斤，全村110户人家有多少咸鱼？这些都是钱啊！难道我要咸鱼翻身了？老大，你干啥呢？爹，我饿了，找点吃的呢。美梦破灭，我要是赶在高考前出门，爹能打断我的腿。这孩子不好好吃饭，半夜3更的又找吃的，俺给你拿个窝窝头，赶紧吃了睡觉。娘，这小咸鱼挺好吃，要是有人来买咱家的小咸鱼，少了1毛钱1斤不卖。还1毛钱1斤，就是5分钱，俺都卖。这玩意不值钱，咱村谁家没有，谁稀罕啊？赶紧睡觉吧。
现在国营菜店的猪肉价格大概是8毛钱左右，如果有肉票还能更低一点，咸鱼的价格即便低一点，5毛钱没问题吧？何况这还是干货，肯定比鲜货受老百姓欢迎，至少10倍的利润啊！李茂越想越兴奋，这咸鱼生意他一定要，这可是他重生归来赚第1桶金的最好方法。第2天，李茂约着同村的李惠国一起回县城中学。前世2人一直没断了联系，逢年过节都会坐在一起喝个酒，算是最好的兄弟。上一世惠国没考上大学，虽然他后面有点小钱，但一直后悔没有多读点书。这一世我要帮他，先间接性的把高考题目告诉他。惠国，闲着也是闲着，咱俩互相出个作文题目吧。在学校你还没学够啊，我是够的，不来。来嘛，闲着也是闲着，我先给你出个题。我记得咱们队上挖井的时候，挖了2次才挖到水吧？你说第一个井眼，如果继续挖下去，会不会出水？说不准就差1-2米就挖到水了。就这样，李茂和李惠国说了一路，但全程却没出任何一个明确的题目。3小时后，2人才走到学校。到了教室后，班里只有寥寥几人。经过惨烈的预选大战，将近3/4的人被刷了下来，剩下的人进行着最后的冲刺。李茂，我怎么感觉你变了个样呢？杨小翠，你啥意思？难道你的意思我变帅了？少臭美。杨小翠，班花，前世考上了魔都的一所名校，和李茂并没有联系。杨小翠，你是城里人，能帮我打听一下城里能租一个货车吗？我想去趟省城。去省城干嘛？来回800里路呢？俺家有亲戚在省城，俺爹让俺给亲戚送点东西。得了吧，你爹能让你去省城，我又不是小孩子。真的，骗你是小狗。不认识，别找我。好，小翠，你帮我打听打听，就1辆车，就这一次。李茂一边说着，一边摇着杨小翠的胳膊。这个动作在现在这个社会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可在83年严打时期可是大问题，严重的话可是要进去的。李茂，你放开，你要死啊！被别人看到了，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咱俩呢。谁敢编排弄他？既然要卖小咸鱼挣钱，肯定需要收货、运货和卖货。为啥要找杨小翠？因为杨小翠的爹是县城供销社的一把手，不然还真找不到货车。就这一次哈。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什么玩意？虽然车的事情解决了，但货源问题还没解决。即便是收购1吨小咸鱼，也要100块钱，再加上车费和来回的吃喝费用，至少需要准备150块。在这个年代，150块相当于一个工人3-4个月的工资，投入这么多，风险无疑是巨大的。不行，必须赌一把，必须趁着上大学前攒够一笔钱，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才能安心去上大学。可本钱从哪里来呢？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都答应你了，你还要干啥？小翠啊，你看我家这么穷，去省城亲戚家怎么也不能空着手。你有钱吗？借我点，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哼，没有。以你的实力和条件，肯定有小金库，借点吧。没有。我只要100块。你疯了？我哪有那么多钱？那你有多少？我只有60块。土豪啊，我全家都拿不出10块钱，你一个高中生竟然有60块。小翠，借我60块，5天后还给你70块。李茂，你到底要干啥啊？我这些钱是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可不能给你糟蹋了。我真有用，不是乱花钱。在李茂的软磨硬泡下，杨小翠最终答应了借钱，不过不是60，而是58。想我堂堂一个重生者，为了58块钱低3下4，说出去都让人笑话。不过赚钱嘛，不可产。这是线上供销社的货车司机，周五准备去省城拉物资，你直接去车队找他就行，就说你是杨主任的外甥，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呢？你可一定要还我啊！这是我10几年的压岁钱。姐姐放心吧，下周就还给你。谁是你姐姐？不要脸！拿到钱的李茂立马请了假，他还偷偷拿了杨小翠的自行车钥匙，先到供销社联系好了司机，确定好出发的时间后，骑上自行车回了村。他不敢回家，不然李丰年绝对打断他的腿。他直接去了村支书李丰前家，按辈分他要喊李丰前一句大爷，他还是自己好兄弟李惠国的爹。大爷，你这孩子不好好上学，回来干啥？大爷，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想买点咱这的小咸鱼送人，托我回来买点，人家给钱。你家没有小咸鱼，非得来我家？人家要的有点多，再说了，我也不能让我爹知道我回村了。你小子无理不起早，跑得这么欢实，人家给你好处了。还是大爷了解我，人家给了我2块钱的跑腿费。以前你也是挺乖的孩子，不好好读书，为了2块钱就敢耽误1天的学习，想挨打是不是？大爷，就这一次，真的就这一次，人家要2000斤，1斤5分钱，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才想到咱们村的。多少？2000斤，真是1斤5分钱，那不得100块？没错，人家还付了30块定金在我这，这还能有假吗？好，我帮他收，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人家说如果能多收点就多收点，要是能收到4000斤更好，但定金只有这么多，等10天后人家亲自来咱村结账，还要把小咸鱼送到县城边上，人家派车来拉。有车来拉，能指挥动车的人不可能是骗子，即便是骗子，有30块钱打底也不亏，这买卖可以做。行，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吧。李茂骑着车往回赶，没走多久就听到大喇叭里在喊：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经过村委会的努力，县里有人要收购咱们村的小咸鱼，一斤4分5厘，谁家有小咸鱼干的，抓紧送到村委会。我去，大爷永远是大爷啊！一转眼他就赚了5厘钱，高，实在是高。好你个李茂，居然偷我的自行车钥匙，大胆！我错了，下次还敢。小翠，我给你出个作文题吧。作文。李茂再次把挖井的作文题告诉了杨小翠，让杨小翠做一篇作文出来。他帮了李茂这么多，李茂自然不能亏待了他。
几天后，终于到了小咸鱼交货的日子。小帽子一共收了4500斤，咱们村的不够，我又去隔壁村里收了点，够不？够了够了，开始装车吧。王师傅，辛苦你了。李茂早就买好了一盒烟，他偷偷塞给了司机王帮。客气了，杨主任吩咐过的，咱一定照办。货装好后，李茂和司机王帮出发去了省城。李茂，你这是打算进城卖咸鱼吗？是啊，4500斤呢，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完。你咋不送去供销社呢？供销社不会收我的货吧？我可没你们供销社系统的介绍信，只有村里的介绍信。现在供销社也收集体单位的货物，并不是说非得国营的才行。还有这事，全国供销合作社在去年改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供销社的采购渠道正在慢慢改变，但所有的供销社都没有公布这一消息，所以普通百姓并不知道供销体系的变化。因为供销社还想多吃几年这种垄断市场的红利。原来是这样，那王大哥，你说他们要不要这些咸鱼？要的。他们收多少钱一斤？5毛2。李茂听到这个价格，顿时心跳加速，价格居然比他预计的还要高2分钱。为啥以前不知道供销社收咸鱼呢？以前也没人来卖啊。供销社就是急牛又佛系，没人来卖，他们也不会自己去收货，因为他们的好货太多，并不缺。加上这个年代的人比较朴实，又有规定，所以很少有做生意的想法。这样吧，我带你去供销社，我刚好认识他们的李经理。哦，那太好了。李茂现在的身份是冒充县城供销社杨主任的外甥，加上他挺会做事，司机王帮就想着帮他一把。王师傅咋有空来我们这了？我们主任家的外甥帮着村里卖点干货小咸鱼，我就顺道送过来了。小咸鱼好久没来这种好东西了，今天价格好，5毛5一斤。李茂，这是你的本家李文明，专门管干货的，以后你们多亲近亲近。李叔，以后麻烦你了。好说好说。借一步说话。王帮和李文明在旁边开始了窃窃私语，不一会就又走了过来。我记错今天的价格了，好像是5毛8一斤，按照规定应该是货卖完后才结账，但这几天小咸鱼一直缺货，就提前跟你结账吧。活了几十年的李茂立刻明白了啥意思。李叔的情谊，我和我舅舅记住了。小咸鱼交接完后，李茂从供销社财务领了钱，一共3210块钱，他的手都在抖。在这个每月人均工资不超过100块的80年，这笔钱可以说是巨款了。王大哥，你刚才跟李文明说的啥？为啥他突然加了价格还结了现钱？我说你小子懂规矩。王大哥，俺们村这些咸鱼收购的价格是1斤3毛钱，本来打算卖4毛钱一斤的，没想到能卖到5毛8，多出来的咱俩平分吧，反正村里也不知道卖价。这钱不能咱俩分，要加上李经理，咱们3人分。你舅舅那边怎么说？我舅舅那不用管，你也别和他说实话，这些钱是咱们3个人的。李茂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说出真实的收购价格，自己能多赚点肯定是最好的，打点钱出来分分还能稳住关系。最终3人每人分了500多块。回去的第一时间，他就回到了村里，和村支书李丰前结了账。大爷，这次的钱我给带回来了，而且对方很喜欢咱们的咸鱼干，并且还说有其他海货也行，照着6000斤左右收购。价格怎么算？县里的海米和虾皮多少钱一斤？海米是1斤1块1，虾皮是1斤9毛8。就照这个价格收，但不能收多了。海米只收50斤，虾皮也是50斤，剩下的还是要小咸鱼。和李丰前交代完后，李茂赶紧回了家。现在他身上还有不少钱，这些钱肯定不能存信用社，不然公安指定上门，也不能随便放在家里，不然被父母发现肯定吓得半死。老大，咋回家了？娘，我们老师说我通过了预选考试，奖励了我10块钱，我给您送回来。他爹，快出来看看，这是老大挣的呢。李丰年表面上很淡定，但嘴角的弧度已经出卖了他。李茂现在不敢拿出太多钱，不然父母肯定怀疑。娘，你赶紧做饭，我吃了后要赶紧回学校。李茂回到房间后，在床下面挖个坑，把钱埋了进去。他在身上留了200块，还了杨小翠的钱后，也够他生活很久了。吃过饭后，他赶回学校，又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开始吆喝了起来：收小咸鱼、海米、虾皮，小咸鱼还是1斤4厘5，想换钱的赶紧送来村委会。大爷又在赚差价了。转眼就到了7月15，高考开始了。语文刚考完，李惠国就急忙来找李茂。老大，你是不是知道考试题目？胡说八道什么？我要是知道题目，我干嘛要告诉你？我是根据前2年的试题自己预测的，没想到这么准。要是后面几科也如此精准就好了。后面的几科除了英语都应该非常精准，但李茂不能承认。想得美，要是都精准了，我回家就去上坟，除了祖宗保佑，没有别的可能性。咱俩一个祖宗要保佑，也是保佑咱俩。李茂，你怎么能预测出作文题？好像那些文言文和诗词也都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杨小翠可比李惠国细心得多。虽然李茂给杨小翠说的题目不多，但杨小翠依然从李茂不同寻常的背诵内容里发现了不正常。杨小翠，你啥意思？你是说我偷了高考试卷？就你还偷试题，你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是好奇，为啥考试题里有这么多你复习过的内容呢？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臭不要脸！不过还是谢谢你，受了你的影响，我这次应该考得很好。高考终于结束了，李茂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不出意外前5应该是稳了。李惠国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兄弟，这次哥哥要好好感谢感谢你，我感觉我能考上大学。李茂，我爸想见见你。
你爸爸见我干什么？我把你猜中试题的事情和我爸爸说了，我爸爸想当面感谢你一下。胡乱猜的，有啥值得感谢的？我还要感谢你呢，要不是你，我也找不到大卡车，咱俩扯平了。你真不去我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会亲临你家。考完试，李茂的咸鱼大业又要如火如荼的开始了。赚钱的事情不能停，回到村，他第一时间就去了支书李丰前家。大爷，咸鱼收购的咋样了？方圆10里的都被收购光了，这10天只收到了不到2000斤，再过半个月才会多起来。听说小杂鱼能卖钱，大家卯足了劲出海打鱼呢。以前夏天咱都不大去打鱼，打上来县里供销社也收购不了多少，又没法保鲜，只能晒鱼干。如今你给咱全村找了一条好财路。自打李茂收购小咸鱼开始，村里基本上每家都拿到了几块钱的卖鱼钱。虽然发不了财，但是给家里添点东西，改善点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大爷，你可千万不要说是我自己收购哈，只说是县里的供销社要的。我知道轻重，放心。李丰前早就看出这咸鱼生意就是李茂自己在做的，但他不会说出来，毕竟他也从咸鱼里抽成，1斤5厘钱，这1个月起码收购了上万斤，至少赚了50块钱，和县城里的工人都有的一比。爹娘，你们干啥呢？现在村里正在收购小咸鱼，你爹今天刚打回来1点。今天收成不好，打鱼的人太多了，只打到了这些。晒干了，起码有20斤，将近2块钱呢，1天2块钱，比县里的工人工资都高了，知足吧。看来这咸鱼生意不能再藏着掖着了，不然爹娘还要辛苦去打鱼，得不偿失。爹娘，我有事想和你们说一下。啥事？这次高考我对了一下答案，感觉考得非常好，一个大学是跑不掉的，甚至燕京的大学都有可能。哦，老大，真的？考完后我就对了答案，应该没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事情。看着李茂忽然拿出这么多钱，李父李母直接惊呆了，这辈子他们还没见过这么多钱。老大，你干啥了？怎么有这么多钱？老大，你是不是做犯法的事情了？没有。李茂把卖小咸鱼的事和李父李母说了一遍。李丰前怎么能这么干？都是亲戚，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怎么能从老大手里抽钱呢？我找他去。一惊一乍的听老大说。娘，如果没有村支书的参与，介绍信我都开不出来，这钱该着支书赚，别心疼，他赚了50，你儿子赚1000呢。说的也是。如今全城的销路已经饱和，这几天我想去京城、政府这些地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销路。老大，你可从来没出过远门，能不能行？放心吧娘，反正都是坐火车，没问题。等我填完了志愿，我就去京城，这些钱您先收好。等将来给你娶媳妇用。千万不要存钱，咱家的房子太旧，等我上大学了，你们用这钱把房子整修一下。万一我从大学给您领个媳妇回来，人家看见咱破破烂烂的家，还不扭头就走啊？有道理，还是媳妇重要。你拉上你丰前大爷，是不是想让他替你扛事情？没错，是有这个想法，毕竟现在开放的还不彻底，但是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后面我准备把全城的供销社交给村里经营，我还是去京城扩销路，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几天后，李茂又回到了学校，今天是填报志愿的日子。你打算报哪所学校？我不知道，本来和我爸爸妈妈商量的是，如果估分高就报魔都海淀大学，但现在估的分数太高，我不知道报哪所了，报魔都海淀大学有点亏。我打算报燕京大学经济学系，我也建议你去燕京上大学，在首都各方面条件比其他地方都好。今天你爸爸在家吗？我想去拜访一下。你还真去我家啊？不是你上次说要我去的吗？怎么现在又不肯了？一会你和我一起回去吧，我爸爸今天没上班。小翠，这是谁呀？叔叔你好，我是杨小翠的同学李茂。你就是李茂啊？我听小翠说了，要不是你给小翠漏题，瞧我这张嘴，要不是你帮助小翠，小翠也不会考得这么好。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今天咱们好好聊聊。今天打扰叔叔了。自家人客气什么？你大概考多少分？报的哪个学校啊？我大概660分，报的是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好，经济学好，咱们动乱年代结束了，将来经济建设肯定会很重要。叔叔说的是，以后肯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就提前学习，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我们打算让小翠报清华大学建筑系。能在房地产事业还是空白之时选择读建筑系，看来杨家有高人指点。这次来拜访叔叔是有一事相求。上次叔叔帮我们村里运了些小咸鱼到全城，村里赚了不少。我大爷想让我问问，能不能租用一下供销社的货车，想把小咸鱼送到燕京的供销社看看，能不能再打开个销路。李茂，本来叔叔不能拒绝你，但公家的事情不能这么办，租车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的运输量不大，叔叔可以做主，安排1辆车帮你们运几趟，再多叔叔就为难了。太感谢叔叔了，我们主要是去试试销路。燕京那边你联系好了吗？没有呢，我们先运过去再说，大不了自己摆摊销售。自己销售耗时太长，还是要进供销社系统才行。这样你等我一会儿，我帮你联系一下。杨可海说完就去打电话了，片刻后他就回来了。李茂，联系好了，你说巧不巧？燕京供销社正在眼红全城的小咸鱼呢，一听我们能提供小咸鱼，燕京那边立刻同意，让你抓紧送一车过去试试销路。真的吗？那实在是太好了，谢谢杨叔叔。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这么说的话，全城的销路必须抓紧交给村里，否则赚差价的事情会露馅。叔，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必须赶紧回村里处理一下，尽快送货去燕京。这次我需要2辆车，1辆去全城，1辆去燕京。行，你还是找王帮，我让王帮安排。从杨小翠家离开后，李茂又连忙来到了李丰前家。大爷，小咸鱼事情有变。
兵分两路。对，原先全城供销社的那条线村里做，我做燕京那条线。行，就这么办，我立刻去收小咸鱼。大爷，越多越好，全城5000斤，燕京1万斤，全城的钱收回来后，你一定要上到村里的账上。我知道，轻重。第二天，李茂和王邦拉了一车咸鱼去了燕京，李丰前拉了一车去全城。到了燕京后，没想到当地的供销社给出了每斤6毛钱的价格，着实让李茂意外不已。这次拉了1万多斤过来，到手6000多块。王大哥，咱们在京城住一晚，还是连夜回去？连夜回去，休息2天，再往京城送一趟。按照以前的分配方式，这次王邦能拿到1000块钱，相当于1年多的工资。王邦尝到甜头了，他舍不得浪费时间。行，王哥，这个事情咱们做不长久，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为啥做不长久？顶多再过1个月，全国都会知道小咸鱼的事情，到时候咱们怎么和公家抢？也不敢和公家抢啊。还是大学生的脑子好使，我明白了，跟着你这几趟已经赚了我好几年的工资，知足了，现在能赚一点是一点吧。此后1个月，李茂和王邦开启了疯狂模式，每8天跑1个来回，就这样李茂的床底下慢慢堆满了钞票。钱有点多啊，还不能存信用社，有钱人的烦恼你们根本体会不到。社员同志请注意，社员同志请注意，现在播放一个喜讯，现在播放一个喜讯。我村社员李丰年家的老大李茂同学以681分的总成绩，高中我省高考理科状元。李茂同学以681分的总成绩，高中我省高考理科状元。用力过猛了呀，怎么还整个状元？此时李父李母听到大喇叭里的消息后，都激动不已。咱老李家也有大学生了。没想到咱们一个小渔村一下子出了2个大学生，李茂被燕京大学录取，惠国也被这州大学录取了，咱李家必须大办一把，多少年没有喜事，也该咱们这一支风光了。会不会太招摇了？你懂个球，咱们这一支上推5辈子都没有如此风光的事情，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选个好日子，咱们大办一把，硬气一回。3天后，李家在村里办了30桌酒席，整个村的人都赶过来道喜。李茂，我们不请自来，见笑了。杨叔，您能来我就很高兴了。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咱家小翠以全省第3的身份被京华大学录取了。恭喜你！也恭喜你状元郎。对了，去燕京报名的时候咱们一起走，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也有你的一张。太感谢杨叔了。大爷，从今天起，小咸鱼的生意我就不做了，全部交给村里了。我要好好去上大学了。村干部都知道你帮着卖咸鱼的事情了，如果不是你，咱们村里还是穷的叮当响。你脑子好使，能不能给出个主意？咱们村有钱了，能干些什么？一下子好几千块钱放在村里也不是个事，我这心里天天不踏实，又不敢存银行，而且万一让镇上知道了，肯定给咱截留了。大爷，咱们先说小咸鱼的货源问题。如今方圆10里的渔村都在给咱供应小咸鱼，大家最好联系一下各村委，以后的咸鱼只供应咱们村，别让其他村学咱们才能继续吃下去。是这个理，已经有外村的人开始打听咱们销路的问题了。可以适当提高一下收购的价格，我感觉1毛5问题不大，不能光咱村委会拿大头，村民得不到多大的实惠。如果1斤1毛5，每户每月晒出200斤咸鱼，也能增收30块钱。可以，咱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然后是防止县供销社插手，一旦县供销社插手了，咱们一个小小的村庄扛不住。大爷，你要往县里多跑跑，找领导说说这事。没问题。还有就是销售的问题，全城燕京已经拿下，剩下的内陆很多大城市，你们都可以出去跑跑，说不准会有新的销路。最后是运输，以后再用县供销社的车可能不太方便，我觉得村里可以买辆车，以后咱们自己送货。买车那要多少钱？不用买新车，买个别人淘汰的就行。部队上或者矿上处理的卡车应该很便宜就能拿下来，具体的需要你们去打听。再就是联系方式，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装电话，以后谁想要货直接打电话，咱们送过去多方便。不愧是大学生，点子就是正。行，就按你说的办。离去大学报名的时间还有20多天，李茂现在的全部家当有几万块钱，每天枕着钱睡觉的他很爽，但这么多钱带走不太现实，总不能用麻袋装吧？只有一个办法，花出去一部分。爹娘，我想盖房子，想盖砖瓦房。砖瓦房，你拿回来的1000块钱已经花了200多，还要给你带点上大学，用砖头盖房子肯定不够。咱们按照4000块钱盖房子。多少？你钱多了还是咋地？4000块钱把老子卖了都凑不够4000块。爹，别舍不得钱，咱家有钱。老大，你的小咸鱼生意不是交给村里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钱？燕京那边赚了一大笔钱，全用来盖房子。他爹真盖4000块钱的房子啊？没得你盖村委会啊，还要留点钱给老大娶媳妇呢。就听我的，就盖4000块的房子，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土坯房，一下拿出这么多钱盖房子，李父李母舍不得很正常。李茂家之前在村里是比较穷的了，谁能想到仅个把月的时间，已经成为全村首富了。老大，真不让你爹送你。娘，我跟杨可海叔叔一起走，王帮会送我，你放心吧。儿行千里母担忧，等到了京城，给娘拍个电报回来，我在你裤子里面缝了100块钱，到了学校就剪开拿出来。行，爹娘，我走了。我走后你们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房子要盖起来，说不准年底我给你们领个媳妇回来。这次出行，李茂就带了一个包，别小看这个包，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包里装了上万块钱。李茂去京城发展的启动资金都在这里面了。李茂，燕大和京华离得很近，周末你替我看看小翠，她没出过远门，一个人到那边我还挺不放心的。没问题，叔叔，你俩都好好努力，好好学习，将来肯定能分配个好工作，说不准能留在燕京这样的大城市。
李茂兄弟脑子好，虽然认识才几个月，但我真心佩服这个小兄弟，不但是大学生，赚钱也有一手，俺服气。李茂，这次闲鱼生意赚了多少？说出来让叔也高兴高兴。不多不多，不值一提。我都赚了5000左右，你们说李茂赚了多少？李茂才不会告诉他们，他一共赚了将近4万。当然，这只是刚开始。就这样，李茂开始了他的京城大学生活。安顿好学校里的事后，他到处打听有人卖4合院。经过1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找到了2处正在卖的院子。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能买这么大宅子，真是真人不露相。我这宅子祖上传下来的，前清的时候我们家可是皇亲国戚，您买了这宅子才显得您尊贵呢。不是我吹，您看我这房子的位置，什刹海，占地1000多平，4进的院子，要不是我们要出国，我才不打算卖出去。您要价多少？12000。您这院子太破，您要价12000太高了。前几个月我在隔壁刚卖的那座宅子和这个规模差不多，人家卖了14000呢。那我再看看吧。别介，我再降价500，行就卖给您了。不太行，李先生，您给个价，差不多就卖给您了。7000。李先生，您消遣严呢，7000您也敢想？您这宅子重新修起来至少还要5000块钱，相当于我要花12000才能住人，所以我只能给您这个价。如果您想通了，去燕京大学找我，我还要去看另一个宅子，您海涵。您给加点，多少加点？7000太少了，再加100。您要是同意，我不去看另外一家了。再加点，您先忙着。这一处的院子虽然李茂看中，但价格没谈好，他只能去往下一家。童先生，您这宅子不错，您卖多少钱？7000。不知道这价格还能不能商量？李先生，这宅子保存的相当完好，实不相瞒，以前是上面当官的在用，院子里的东西都保存下来，品相这么好的宅子，满4、9成您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您的这些家具也带着卖？卖了好出国，老爷子在港岛安家了，我要去港岛。您还有海外关系呢？您见笑了，李先生，你也别和我讲价了，7000块，房子带家具都是您的了。以后要是您在港岛有什么需要，去港岛找我，我一准帮忙。李茂有点心动，除了喜欢房子，还想和这佟大卫交好。这个年代能跟港岛人搭上关系的都不简单，说不定以后能帮上自己。得了，我和佟大哥有缘分，和这宅子也有缘分，这宅子我要了，现金交易，爽快，咱们去办手续吧。办完手续后，李茂还和佟大卫一起吃了个饭。一直没好意思问老弟，你还是在校学生吗？我现在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佟大哥，问一句，您父亲在港岛是干什么的？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光知道他老人家一个电子厂，一个服装厂，具体干啥的我也没问，只是来信让我赶紧把京城的家当处置了，去港岛接他的班。这老头去港岛快20年了，也没个后，指望我给他养老送终呢。看来您佟家有故事啊。有啥故事啊？我家老爷子就是抛弃妻子陈世美，偷渡到港岛，在港岛结婚后一直要不上孩子，这几年开放了，才敢托人回来找我。这老小子逃跑后，可把我们娘俩折腾惨了，害得我也找不上媳妇。当年偷渡港岛的不知凡几，能混出来的却是凤毛麟角。但前世没听说港岛有姓佟的富豪啊。那佟大哥一到港岛就是富二代啊。您到了港岛，简直是想吃油条吃油条，想喝豆浆喝豆浆，豆浆买2碗，喝1碗倒1碗。小老弟说话真有意思。佟大哥，给兄弟留个地址呗，有机会去港岛找你玩去。没问题，我和兄弟有缘分，到了港岛要是不找我，我可不依。杨小翠，你怎么在这？可找到你了，我到处打听你的宿舍，你们宿舍真难找。今天休息，我过来找你玩。刚好我在燕京买了套4合院，我带你去看看吧，就在你们京华大学旁边，以后没事了你可以去玩。李茂，你家到底有多少钱？一套房子说买就买了？毛毛雨了。佟大哥，你怎么在这？宅子卖之前还没感觉，一下子卖了，心里空落落的，想再看看。人之常情，毕竟是自家的老宅，有感情。我在这宅子里永远给你留一间屋子。兄弟，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了。昨天忘了问佟大哥的宅子卖，你现在住在哪？佟家在京城不止这一处宅子。富二代就是富二代，太有实力了，以后一拆身价上亿。冒昧的问一句，佟大哥，您到底有几座4合院？3座，其他的2座也在卖着，不过其他2座都有人住着，不好卖。佟大哥，兄弟给你个建议，您剩下的2座宅最好不要卖，您要是信着弟弟，就放到手里留20年，20年之后，要是宅子价格低于1000万，我给您补齐。你小子真会开玩笑，1000万就是值10万，我都烧高香了，还1000万，你怎么不说值1亿呢？你要是能抱在手里30年，肯定会值1亿。兄弟，你不是开玩笑吧？不开玩笑。再说了，您卖的这万把块钱再去港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可我过完国庆节就去港岛了，房子在这怎么办？还要收租，还要维护房子，没人照看着可不成。您要是信得过我，把宅子交给我，兄弟给你办得妥妥的。宅子里的租户都到期了，但他们就是不搬走，我也没办法。几十年的老街坊不好翻脸，以后宅子租金老弟收了，当做2座宅子维修费。如果你想用这宅子，只要能把租户赶走，随便你用，只要帮我维护好宅子即可。有了4合院的牵扯，我就和佟大卫有了剪不断的联系。经常重生的人都知道，想发财离不开从港岛开始起步，到时候还要靠着佟大卫呢。既然宅子的事情解决了，那我去港岛的日期可能会提前，我走之前会找你，还没来得及问这位事。这是我高中同学，在金华读书，今天带他过来认认门。我懂，正好今天没事，哥哥带你们2口子转转琉璃厂。这琉璃厂分东厂和西厂，前清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火爆。我家祖上也是琉璃厂的常客。您宅子里那些家具摆设，你可别扔哈，都是老物件，很多都是正儿八经的黄花梨。
只是这破家具不大值钱，但有味道，文化的味道。如果不是要卖宅子，我才舍不得卖给你呢。佟大哥，你说宅子里的家具都是黄花梨的？也没有啦，还有一些是酸枝木、花梨木。这要是过几年，还不得翻倍涨，发财了，发财了！看到没，荣宝斋100年的老字号，现在是国营的，里面的东西一个字贵，但是没假货。你要是有钱，可以淘换点玩意。这国营的商店能卖给私人吗？能，分批买，积少成多。你要是买的多了，可能会要介绍信，但小批量多次买，一点问题没有。我记得现在的古董还很便宜，但过几年会疯涨，趁此机会多买几件，进去看看。看到没，这件瓷器正儿八经的清代的，就是太贵了，竟然要50块钱，老子大半个月工资呢。这个也是清代的，品相完好，值得把玩。听着佟大卫的介绍，李茂开始心跳加速。这些东西在后市随便一件，没个上百万，想都不要想。这件还有那一件，我全都要了。你这是要包圆全场啊，小伙子。这些东西加起来可好几千呢。咱不差钱，有好东西尽管上。哟呵，有意思。小伙子，你买这么多文化用品干什么？可不准倒卖，尤其是不能卖到国外。谁要是敢卖到国外，就是我李茂的敌人，阶级敌人。这是这里的经理王正强，这老头不是好东西，开的是商店，可好东西就是不卖，全留着自己把玩。老童，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王经理打扰了，我是真心喜欢祖国的文化遗产，也想好好学学咱厚重的历史。行，您看看您要哪几件？这边的我都想要了。不是小伙子，您真是来我们这清场来了，想把我们荣宝斋都要搬空了？见笑见笑，主要是喜欢。您算算一共多少钱？一共11000块钱。没问题，现金。王经理，下周我再来拜访。暂时别来了，1、2个月开不了门，等再开门的时候我通知你。佟大哥，按理说我应该给您个谢礼，可如今您要去港岛，咱们国家的好东西您不能带出去，否则这里面您随便选一个带走就是。这都是好东西，都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我也不知道以后是盛世还是乱世，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糟蹋了。以后我回来后，希望还能把玩，本来就舍不得走，如今你这一屋子宝贝，让我更舍不得走了。李茂买的这些古董，在未来都可以买好几个四合院了，只是现在这个时代还在解决温饱问题，古董什么的还没炒作起来。李茂老弟，你真是太有实力了，刚花几千买了院子，又花1万多买了这些古董。实不相瞒，本来还想买出院子的，奈何那处院子太贵了，买不起。不过位置是真的好，在什刹海。什刹海，莫非是那家的宅子？没错，佟大哥，您知道这处院子？那家的宅子前后4进，满京城没有几家房子比他家的好，有更好的那也是公家的。如果能拿下来，一定拿下来。你的这些宝贝最好移到那边去。听老一辈说，那家有一个大的地下藏宝室，最是安全。只是他那宅子邪性，半夜3更的时候，经常传出鬼叫声，否则他们自己也不会闲着这么大的宅子不用。前几年住进去的人死了好几个，再也没人敢住了。他要1万2，我出不起，没有缘分啊。几天后，正在上课的李茂被通知外面有人找，出来一看，原来是村里的送货员。严道，你是来送小咸鱼的？是的，俺临来之前，支书让俺告诉你一声，咱村的电话装上了，以后有事你直接打电话回家。那挺好，这次拉来多少货？这次是1万斤咸鱼，500斤海米，800斤虾皮。这么少？燕京要的货很少吗？不是，是咱们没有那么多货，全镇的人一起打鱼都不够卖的，支书就优先供应燕京城。支书说，只要燕京城还有咱们的小咸鱼卖，全国都能知道，说是你说过的什么广告效应。必须保证京城小咸鱼的供应。外地人一到燕京尝到了小咸鱼，肯定会想着法子打听，到时候咱们不愁买家。是这个理呢。自从咱们村装上电话机，买小咸鱼的电话不断，很多都是从京城知道的咱们呢。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带100斤海米，300斤虾皮，还有海带什么的各种干货，我试试在京城能不能卖得动。跟支书说，卖给供销社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到时候你把钱带回去。行，我跟支书说，以后你要带东西什么的，提前给村里打电话，我给你带回来。一般我是10天来一次京城，你也可以去京城供销社等我。李茂兄弟，我要走了，晚上的飞机，家里拜托你了。这么快？我以为还要几天呢。不走也得走了，家父催得急。说吧，让我在港岛帮你干什么？啥意思？你是个骄傲的人，你堂堂大学生，能和我这一老一少折节下交，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但我是真心认你这个小兄弟，有事直接说，我过去后提前准备。常亮，那我也就不矫情了。佟大哥，这2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关注着全世界的经济问题。今年港岛的股市出现了大崩盘。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好厉害。得了，说了你也不懂。年底我需要去一趟港岛，在那边开个股票交易账户，还需要兑换点港币，能不能办？去港岛好说，老爷子的公司发个邀请函就行。兑换港币不好弄，即便是港商也不能给你私人兑换。如果走其他的渠道，将来你这笔钱说不明白。家父让我兑换港币的时候，我已经打听了，我的兑换额度已经用完，国家也不可能给你兑换的额度。我用这座4合院加上院子里的所有东西向你抵押，从港岛拆借10万港币。这座院子从你手里买来是7000块，加上里面的古董折合2万5，兑换成港币正好10万整。利息按照港岛最高利率的3倍计算，拆借期限1年半。我做不了主，我大概后天到港岛，我和老爷子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如果老爷子答应了，我给你寄邀请函；如果不答应，年底之前你不会收到邀请函，如何？佟大哥爽快，不管事情成不成，不影响咱们的友谊。小伙子，我们又见面了。那先生，您有什么事吗？您看我家那宅子，1万块钱您要吗？那先生，您不时尚，上周我去您那边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您这宅子闹鬼啊。
别听他们瞎咧咧，咱们是新社会，谁会信鬼神这些东西？可人家说以前住在里面的人，没人能活过2年。实不相瞒，最近我刚买了一套宅子，带全套家具才7000块。您那套宅子本来我想7000买的，可要是闹鬼的话，那不是这个价了，起码要把我做7749天法事的钱让出来。李先生这样9000，你要就拿着。6500，留下500，我做法事。8900，6600。李茂和卖家两人你来我往的喊了1个小时，最后以8000块成交。拿下什刹海的4合院后，李茂专门雇了一个人来为自己跑腿，毕竟自己还要以学业为主。以后你跟着我，1个月100块钱。这工资有点太高了，和普通工人拿的一样就行。100块不多，跟着我会很累。从今天开始算，你最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4合院整理好，该修的修，该添置家具的就添置家具。另外，在这盖一间屋子，把门开在马路上，面积不要太大，20来个平方即可。我有用，这是500块钱，你拿好。行，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我在燕京又买了一套院子。你要这么多4合院干啥？你一个人又住不过来。你个娘们家的懂啥？男人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你少管。这是离你学校近的那个院子的钥匙，没事的时候去帮我打扫打扫。你在里面选一间屋子。哼，谁稀罕？杨小翠虽然说着谁稀罕，嘴角却上扬的比 AK 还难压。老大在学校挺好的吧？娘，我挺好，你和俺爹还好吧？好着呢，天天不愁吃不愁喝的，哪能不好？你走的时候，俺给你带的棉衣不够，天冷了你自己去买点衣裳哈，别不舍得花钱，咱家有钱。一会我就去买，我这也有钱，好几百呢。老大，咱家房子盖起来了，后天就搬家，只花了2800，比预计的省下了200块。2800，那还不错，剩下的您再去弄点家具，别不舍得花钱。李茂，你要的咸鱼啥的我已经让人送去了，你注意签收。好嘞。给我带了5000斤的货，这也太多了吧？支书说了，您慢慢卖，要是卖不了，我再拉走，价格按照村里收货的价格给你。支书特意交代，不准多收你的钱，全村人都同意了的，要特意感谢您带全村人致富。这5000斤可以按照收货价，要是我在货，必须按照供销社的价格，否则我就不要了。你回去和支书说一声。好，俺一定把话带到。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什刹海的4合院修缮完成，靠着马路的门面店也装修好了。李茂准备在这里卖村里的海货。王铁，各种价格都记住了吧？记住了，小咸鱼7毛1斤，海参8块钱1斤，海米2块5，虾皮1块7。老板，生意兴隆，能不能赏口饭吃？这不是我前世的岳父袁胜春吗？本以为这一世跟他们不会有交集了，没想到还是遇上了。上一世他就喜欢到处闯荡，看来是来到京城没混好啊。我不会再和他女儿成夫妻吧？上一世家里是5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这辈子我实在是不想吵了。但袁胜春这么狼狈，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要是没出去，可以在我这店里帮忙，工资20块1个月。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李茂留下老丈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这个老丈人上一世虽然没有混出名堂，但人情世故玩的有一手，留在店里对生意有好处。王铁，以后每天的营业额你先收着，周末去金华4合院交给我，我没法每天都过来，这里就靠你俩了。海鲜店步入正轨后，每天能做300-400的营业额，净利润就有1大半，简简单单1个月出1个万元户。李茂开心的同时，也收到了佟大卫寄来的邀请函，只是这邀请函居然是通过外交部转到燕京大学的，这一下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着事情的发酵，李茂也被上层关注了起来，连他的海鲜店都被查得一清二楚。看到海鲜店每天的利润，高层都被吓到了。李茂，你的派头有点大了，现在别说燕京大学了，隔壁清华大学的人都知道你要去港岛了。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想的。学校决定让我和你一同前往港岛。翟老师，您去港岛，我没那么多钱买机票啊。不用你掏钱，学校出钱，你这算为学校增光添彩的事情，算出差。另外，你需要整理出一篇市场经济的论文，去港岛之前交给我。这不是为难我吗？想去港岛就写，这只能怪你开学自我介绍的时候非要论断市场经济，搞得我们目前的计划经济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你差点就被处分，你知道吗？让老师陪着李茂去港岛的事是学校的决定，因为他们害怕李茂去了港岛以后不回来了。而市场经济的论文是高层要看，高层给燕京大学下了一个命令，原话就是当代年轻人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让这小子把自己的观点好好写写，我要看。经过几天的加班熬夜，论文终于被李茂赶了出来。这个观点不对，在漂亮国是被证明失败了的。漂亮国说不对就不对嘛，漂亮国和咱们国情不同，他们那些专家都是被充了值的，说的话和放屁没啥区别，他们的经济很容易弄垮。你说话倒是挺狂的，我喜欢，仔细说说你的看法。我忘了从哪本杂志上看过，漂亮国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从30-40年代开始执行2次抵押，尤其是在固定资产领域，这是个非常大的危机。如果撺掇着漂亮国更进一步，例如房地产的首付贷款，甚至利息贷款，早晚有一天漂亮国的经济会倒退10年。可是漂亮国的经济一直向好，只要能保证百姓的收入，完全不会爆发危机。您只考虑了漂亮国国内的情况，如果国际上发生变化呢？例如制造业转移，是不是在漂亮国国内有一种说法叫1流企业卖标准，2流企业卖品牌，3流企业卖产品？没错，我对这句话奉为圭臬。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站在国家角度考虑，这是作死。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肯定会把制造业放到人工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得到更高的利润。如今漂亮国的人工成本不断攀升，您说，假如漂亮国把制造业全搬到咱们国内，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说，咱们国家把价格低廉的衣服等轻工业产品卖到漂亮国，漂亮国会发生什么情况？漂亮国的普通制造业工人会失业，失业后把偿还
还固定资产的贷款。如果逾期贷款越来越多，银行或者担保部门会形成大量死账呆账，金融业倒闭会继续加速制造业倒闭，形成恶性循环。你的意思是，咱们国内承接漂亮国的制造业？没错，这样的话，除了能弄垮漂亮国的就业，还能提升咱们自己的制造技术，一石二鸟。你先回去吧，我要好好想想你说的这些。就这样，李茂的《论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完成了，也递到了高层手中。李茂在论文中提出了特殊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甚至提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物价飞涨等猜想，在货物没有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市场会调节货物价格，把货物价格推升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货物价格上升会反作用于企业，这些都是前世发生过的，李茂再了解不过了。日子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暗地里却波涛汹涌。李茂的海鲜商店迎来了麻烦。来咱这检查的人说海参价格太高，要罚款；货架摆放不整齐，要罚款；没有卫生许可证，要罚款。最后让我们停业整顿。问清楚咱们到底是违反了哪条法律吗？问了，他们不讲理，说他们就是法律。奇怪了，开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来搞我呢？李茂不知道的是，找他商店麻烦的是燕京某区的高官，看到李茂每天这么赚钱，他也想插一脚。他知道李茂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他利用职权找点麻烦，然后再自己来解决，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插一脚了。只是他不知道李茂被更高的高层关注着，他想找李茂的麻烦，殊不知自己的麻烦马上要来了。行，既然不让我开，我就不开了。你和老袁的工资照拿，这几个月都辛苦了，先关门，我要出趟远门，一切等我回来以后再说。第一学期结束后，李茂和翟素史坐飞机去了港岛。这是我的老师翟素史，翟老师，这是童家唯一的继承人童大卫。你好，你好，翟老师你好，欢迎你和小老弟来港岛指导工作。别贫了，快带我去买衣服。来到港岛这花花大世界，怎么说也要把自己打扮的帅一点。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帅气多了。要是再大几岁，不知道迷倒多少少女。怪我了，主要我天生丽质，没办法。先生你好，一共1500。付钱，我没有港币。没问题，从你的借款里扣。李茂，你借钱了？借了10万块港币。10万块港币拿到燕京，在黑市上至少能兑换10几万。你一个学生怎么敢借这么多？老翟，你放心，人家债主都不怕我还不起，你还怕我还不起？再说了，即便是我不还了，老童能拿我怎么样？去燕京找我，燕京又不认港岛的债。翟老师放心吧，10万块，童家真不当多大的钱。李茂，老爷子晚上请你吃饭，你准备一下，如果能说服老爷子，别说10万块，100万都不是问题。李茂，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到港岛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给童家指导的吗？翟老师，莫生气，生气伤肝。老子生气伤肝，不生气伤心脏。真的是给童家指导一下，当然还有点其他的事情，肯定不是违法的事情。您放心，先去酒店休息一会，有没有给我们安排比较上档次的酒店？欧了个 K。李茂，太贵的话，咱们可没法报销。放心吧，老翟，这里一切的消费都由童公子买单。翟老师，不好意思，因为家里不方便，老爷子没邀请您，晚上您直接在酒店吃饭就行，已经安排好了。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来。没问题。你家老爷子是什么意思？回来后，我跟老爷子把事情说了一下，老爷子对你个人很感兴趣，10万港币不是问题。如果你的计划能说服老爷子，100万也不成问题。童家目前在港岛名下有电子厂一个，制衣厂一个，规模都不大，和港岛的几个大家族没法比，但也算千万富翁。家里的一切都是老爷子做主。我开始慢慢的接手2个工厂，真累啊！我以前在燕京时，每天睁开眼喝杯茶，小日子过得滋润，现在每天一睁眼都是事。得了吧，童哥，禁止凡尔赛。凡尔赛是什么？没啥，这里都是别墅啊。这边住的都是小老板，还不是顶级富豪区，顶级富豪区都在太平山那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再过20年，这片别墅区，因为你童大卫在这才是顶级富豪区，而不是因为太平山是顶级富豪区，你童大卫搬过去住。老弟，我算服气你了。别看你只有17岁，但说出来的话总是能发人深省，不像少年郎，倒像个老学究。谁让咱是状元呢？自小看书多，会总结，意气风发才是少年郎。欢迎小友莅临童家，晚辈打扰老爷子了。大卫一过来就一直提起你，听说你看好港岛股市，去年1年港岛股指从1600跌到不足600点，甚至有传言说花旗国政府甚至想撤销港岛股市，如今谁都不敢下海，你怎么就敢呢？港岛股市要不要撤我不知道，但从金融学分析，港股的股市差不多探底了，具体是如何分析的，恕晚辈不能奉告。今年港股肯定会有非常大的波动，晚辈不想错过这一波，所以才提出向童家拆解10万港币。童家可以借给你100万港币，但有一个条件，请说。不用任何抵押，100万港币借款周期1年，也不要利率。但是童家想跟100万，如果赔了，你毕业后到我童家工作10年，如果赚了，只要还回100万港币即可。200万港币全交给我，1年后还给您500万，以我的信用做担保，我再给您的工厂出几个主意，以后童家是我李茂的合作伙伴。200万是我童家全部的积蓄，如果我们自己投入生产，1年的时间也能翻一番。劳动密集型产业，港岛有天然的劣势，甚至矮子国、棒子国等地也受人口不足的制约，将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定是在大陆，这
这点不能否认。您今年变成500万没问题，后年就不确定了。越往后您的200万可能只有1000万，但在我李茂的手里，200万可能是200亿。至于要不要上我李茂的船，您决定。别光谈事情，先吃饭。今天我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茅台。没想到我这一普通人也终于喝上茅台了。大爷，这还有1箱子呢，走的时候你带走。白酒在香港不吃香，你要是想要，我再给你淘换几箱。那感情好，谢谢大爷了。还是京城的老白干过瘾，喝不惯这茅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茅台成了好玩意了。不过价格不高，才几块钱一瓶。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应该买茅台啊！即便什么都不干，囤上几百瓶茅台，也能让我成为千万富翁。李茂，童家出300万和你联合注册个公司，你把走，让大卫具体负责，2家各占1半股份。听了童中国的话，李茂很是心动。他本来打算打一竿子就跑，等过几年再回来。但如果能和童家联合，对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童家用300万占1半，说明童家认可了他的将来，可以用300万来赌。童家200万，然后以公司名义借债100万，童家占30%股份，签一个对赌协议。只要按照我指点的操作，年底公司资产低于1000万，我补偿童家20%股份；如果低于500万，我补偿40%；如果高于1500万，童家补偿我10%。以后童家要退股，只能由我按照市价接手。空手套白狼啊！成交。茅台啊，真不错。这么喜欢，我帮你再弄点。童大爷，那就麻烦您了，一车茅台，一车五粮液，要是有年份长的杏花村啊、汾酒之类的也要，不嫌多。阿珍，你来真的啊？我爸爸只是跟你客气客气，咱要点脸行不行？国内缺外汇，通过深城弄点酒完全不成问题。到时候我让他们直接送到老宅子去。国内几大名酒，每样每年1车。哦，童大爷，您盛名。刚才说到深城，我建议您把服装厂搬到深城去，那边工资收入低，能进一步拉低您服装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大。不是大爷不想搬过去，而是大爷自己决定不了。大卫回来的时候，已经把国内的情况和我说了，我感觉这是个机会，但是所有股东不同意，他们怕海那边的政策有反复。那您当我没说，80年代能去深城站住脚，将来必定会赚得盆满钵满。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童家目前2家厂子的资料，你看看。童大爷，您在给惠普代工计算器？是的，已经为惠普代工好几年的时间。电子厂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惠普公司。怎么，你对计算器感兴趣？很感兴趣，但我没有进出口资质。如果这款掌上计算器能在国内卖，肯定不愁销路。你要是想做掌上计算器的生意，不是不可以，让大卫去深城开个公司，以原件的形式运过去，问题应该不大。没法在深城生产？不行，8桶协定在这拦着，芯片很难运过去。8桶协定成立于1949年，叫巴黎统筹委员会，或者叫输出管制委员会，主要是对华夏等国家实施禁运和贸易限制的组织。8桶协定中规定了很多产品无法运输到大陆。这帮长毛猴子管得也太宽了点。这电子手表是你们自己的产品？对，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销路并不好，和瑞士的机械表还有一定的差距。指针式的出货价格是1美元，数字式的是1.1美元，但这个玩意价格掉得很厉害。72年第一款数字式手表出现的时候，价格差不多2000美元，这10年时间，价格掉到了1美元。产量怎么样？全部开工的话，1个月能有1万块的产量。有没有办法送到海那边？正规途径没办法，其他途径没问题，当然肯定不违反国内法律。我也有一些官面上的人物，可以给你打包票，完全没问题。行，我考虑考虑。吃完晚饭后，李茂被送回了酒店。童大卫和童中国聊了起来。爸，你就这么看好李茂？李茂说的思路我不赞同，尤其是在股市上的思路。在港岛这几年因为股市跳楼的，老子见得多了，但我认可这个孩子，一个17岁的少年能有如此清晰的思路，难能可贵，将来必成大业。现在投资正当时，再说了，区300万，输光了就输光了。在咱们这种家庭，人才和人脉才是咱们需要细心经营的，钱没了可以再赚，但李茂此人必须提前投资。这小子简直是妖孽，走1步看3步，步步精准。我记得他说过，咱们的燕京的2座宅子，再过30年，一座要是值不了1个亿，他给补齐1个亿，他还真敢说。明天你先带着他和那个老师去2个厂子看看，我安排人去注册公司，你最近1年的精力就放到这个公司。我爸让我问问你，公司叫什么名字，他好安排人去注册。名字我已经想好了，港岛华为投资公司，华为是中华有为的简称。这名字不错啊。我的账户开好了吗？开好了，高盛银行的，咱们一下子转进去300万港币，高盛银行把咱们当成了大客户了。走，现在去找他们。我要配套融资300万美元。您确定是300万美元，不是300万港币？是美元，按照1比10的杠杆融资。你疯了？贷款300万美元，万一还不起怎么办？别一惊一乍的，你好歹是个富二代了，能不能不要这么丢人？我是融资，不是贷款，这2样是有区别的。高盛投资的最大融资杠杆是多大？李先生，你有多大的胆子，我们就给多大的杠杆，最高给到100倍。我记得你们大前年已经有了外汇业务，不知道港岛能不能提供外汇贷款服务？高盛投资银行是全球实力最强大的投资银行，可以为您提供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贷款和结汇业务。不知道李先生想贷款哪
哪个国家的外汇？10倍杠杆，但我需要融资美元结算成港币，还款的时候我也是还款美元，并且我需要保留随时追加杠杆的权利，高盛不得阻止，但我可以保证总体杠杆不超过20。李先生，您融资美元，我需要提醒一下，如果港币继续下跌，我们会计算到您的总体融资杠杆当中。没问题，估计下午4点左右，融资手续才能做好。您和童先生可以明天一早过来进场交易。童先生，李先生，昨天融资的280万美元已经兑换成港币，进入了您的账户，合计有资金3380万港币，今天就要开始交易吗？是的，汇丰置地、九龙仓这几只股票平均分配8成仓，马上开始买。李先生，这几只股票分散在3家交易机构，需要的时间有点多，您确定要买进吗？月底前买完就行，你们慢慢吃进，股价不要抬得太高，注意隐藏身份。李茂，这玩意行不行啊？你这只是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花出去3000万，怎么心里不踏实？有点。以后这种场面会很多，你要学会适应。放心，有句古话说得好，什么古话？跟着我李茂混，3天饿9顿。老大，你在港岛还好吧？娘，我很好，怕你们担心，给你们报个平安。过年我就不回去了，等暑假的时候我再回去。不回来就不回来。小翠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说你去国外给人家上课去了，我们在家放心着呢，房子盖好了，等你暑假回来就能住新房了。老大，在外面别逞强，凡事要忍，我和你娘在家等你。听了老爹的话，李茂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牵挂自己的只有爹娘，父母老实了一辈子，却从未偏心过他这个老大。子欲养而亲不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吧。兄弟，哥哥，我羡慕你，家里永远有人挂念着你。你看看哥哥，自己从10几岁就是一个人，谁挂念过？我这便宜老子，如果不是他的3个夫人，没生出一儿半女的，我还在京城一个人飘着呢。亲的永远是亲的，老爷子心里有你。走，去玩去，哥哥带你见识港岛的花花世界。童少好久没来了，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童家的土包子吗？又有钱来兰桂坊玩了。陈家豪，今天老子没惹你，别找不痛快。他是谁？陈家豪，他姑姑是我爹第1个夫人，掌管陈家所有产业，也是在制衣业混。对了，陈家豪手里有九龙仓的股票，大概5%。他怎么会有九龙仓的股票？他不只有九龙仓的，还有汇丰0.5%。陈家老家赌过世的时候分家分的，制衣厂给了他姑姑，剩下的股票什么的分给了陈家的几个子孙。要想办法弄过来啊！陈家豪喜欢什么？女人和赌。大家都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别闹得不愉快。陈公子，一起喝点。你小子倒是挺懂规矩，我给你个面子。陈公子，要不咱们来弯腰头子，带点彩。小子想给我下套啊？说吧，看上我手里的什么了？没打算给你下套，想按着市价买了你手里的九龙仓和汇丰的股票，卖不卖吧？去年股市好的时候，多少人想要我手里的股票，全都折戟沉沙。可股市一不好，一个来买的都没了。早知道股市跌成这个样，我早就卖了。你手里的股票我全要了，高于市价20%。小老弟，演技不过关啊！你这么急切，肯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股市要大涨，还是你有什么内幕？没有内幕，我只是看好港岛的未来。你不说我就不卖，不过我可以给你们牵线搭桥。好几个公子哥手中有股票想卖了，但我要上你们的车。你和佟大卫有一个软肋，在港岛人生地不熟，要是加上我，咱们3剑客组合，定能在港岛打出一片天地。我和佟家有对赌协议，如果你也想加入进来，需要200万港币。我需要和家里商量。你真的打算让陈家上车？咱俩的软肋太明显，如今盘子还小，等盘子做大了，什么牛鬼蛇神都会找上门。强龙不压地头蛇，以佟大爷的能量，不一定能保得住我们，但陈家和佟家联手，问题应该不大。我家老爷子虽然和陈家豪的姑姑离婚，但感情依然在，合作的话问题不大。陈家的关系在港岛当官的那边，佟家的是黑白2道通吃，2家联手，即便是包家也得给3分面子。你这个想法很好，晚上我回去和家父说1声。就这样，陈家也加入了华为投资公司，李茂继续加杠杆，然后投资股票。短短几天时间，华为投资的名下多出了几千万股票，现金仅剩下1000来万。帮我算一下，我们的盈利有多少了？目前盈利超过了300万。太刺激了，比印钞机还快。把盈利继续融资，以后每半个月结算一次盈利，继续融资。年浩，你要回去了，为了你能随时来港岛，我爸给你办了港岛的身份证和通关手续，照片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但手续是假的，不过通关没问题。我初3回燕京，你帮我准备1箱电子手表，我回去试试销路。还有股票在4月底的时候出1/3，5月底再买回来。暑假的时候我会来港岛几天，下半年的计划咱们再一起商量。融资要不断的进行，等到过了5月份再暂停融资，切记切记。在港岛待了20多天后，李茂和翟素史坐飞机回了燕京。你走后，有一伙人突然找过来，让我们重新开业。当初参与过茶丰商店的人，居然也过来让开门，甚至有人下跪求开门，但没有你的指示，我就没开。之前想插足李茂生意的高管被查了，没办法，他只能让李茂继续营业来保命。没想到李茂去了港岛，根本找不到人。咱们的商店还开吗？年前又送过来一车货，货源倒是不成问题。开吧。另外这次我从港岛带回来500只电子表，你去找几个人，以一个大学为一个单位，找到一个代理人。以后在这所大学里面，我们制大批量卖货给这一个代理人。手表的市场售价是50块，我们给代理人的价格是40块，也就是说代理人卖出1块就能拿到10块钱。当然，如果代理人卖45，咱们也不管，只管给出货价格40。大学之外，你还可以找一些人脉，总体是一样的思路，明白了吗？李茂的这招代理模式非常奏效，带回来的500只手表很快销售一空，还有的人拿古董来换的。以后知道这些古董的价值，这些人估计要后悔死了。大卫哥，再给我送1万块手表来。500只手表，你小子这么快就卖完了？那是咱有方法。另外，我想在燕京开一个华为投资分部，你安排一下。
王经理，您咋来了？最近事情不多，有点想念你买走的那些宝贝，能不能再让我看看？放心，我只看不带走。没问题。这些是我最近在卖一些手表，有的人没有现钱，就拿这些玩意来抵。这是明代的蓝釉，不对，这蓝釉明显烧制的技艺非常成熟，应该是康熙年间的。好家伙，还是一对，这一个至少能卖30块，你竟然用一只手表就换来了。还有这些东西，有清代的、民国的，艺术价值很高啊，可以收藏起来，说不准过几年也会成为好东西。你怎么没淘换点字画？有机会弄点字画，你这里唯独缺点字画，否则你这一屋子的宝贝足够开个博物馆了。您提醒的对，下一步重点换字画。李茂同意让用古董换手表，就是想碰碰运气。这个年代好东西还是很多的，放个几年以后都是几百万几千万。李茂去一趟港岛回来，皮肤都换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咱好歹也是出过国的人了，格调肯定要不一样啊。给你从港岛带的礼物，算你有点良心，还想着我。翟老师，这次港岛之行需要我写一份报告吗？不用，这次出国你的表现很好，你还捐出了全部的咨询费，学校还是很开心的。只是你没跟我在一起的空白期内行踪，需要你实话实说出来，上面想知道。实话实说那是不可能的，开什么玩笑？要是实话实说，上面肯定饶不了我。我详细了解了童家的制衣厂和电子厂后，尤其是他们的制衣流程，向童家家主童中国提出，密集劳动型产业会被港岛逐渐上升的工资水平打垮，港岛这种密集型劳动产业早晚会被工资更低的大陆取代，所以我建议童家能把制衣业搬到港城等开放的地方。茂哥出事了，怎么了？咱们的手表生意被人盯上了。怎么回事？海淀这边有名的痞子陈二狗，今天下午他找到我说希望能和你谈谈，而且他还放出话去了，以后谁敢代理我们家的手表，就是和他陈二狗对着干。这个陈二狗什么来头？陈二狗这个人，动乱的年代是海淀这边的造反头子，手下有一帮人，因为被清算吃了2年牢饭，出来后找不到工作，又把那帮人组织起来，在海淀这边称王称霸。这么厉害？去年严打的时候居然没嘎了。严打的时候他在里面吃皇粮呢。行，咱们去会会他。李兄弟，欢迎欢迎。你认识我？你在调查我？你们的货堆在佟大卫的院子里，我就是不打听也能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当年我和佟大卫也是不打不成交，院子换了主人，咱们就有了交集，也算不打不相识。你主要在海淀混，兄弟混了10来年，才把海淀拿下来。我在海淀说句话还是管点用。你想找我谈什么？手表生意分点哥哥做，可以，38一块，除了燕大外，整个京城交给你。你确定整个京城范围？陈二狗有点猛，他没想到李茂居然这么轻易答应他，他以为李茂会不同意呢。而对于李茂来说，和谁合作都一样，只要能赚钱，当然明面上肯定不能和陈二狗这种人有关系。没错，36块51块，整个京城每月最低销售1000块手表，要是达不到1000块，每块价格39，要是超过1000块不足2000块，36，要是超过2000块，35块钱。成交。丑话说在前头，咱们势不两立。这事不想跟我扯上关系，行，我会让我手下传出话去，以后我陈二狗和李茂势不两立。茂哥，你咋这么轻易就把手表生意给陈二狗了？这是一时好几秒的策略。第一，整个燕京城咱们没那么大的能力拿下来，让陈二狗去帮咱打开销路。第二，让陈二狗成为全城的活靶子，其他几个区的老大不会让陈二狗在他们地盘撒野。将来陈二狗能不能扛住还不好说，反正咱们已经撇清关系，出了事和我们无关。燕京大学的市场我会交给我同学去做，你接下来跑燕京以外的市场，一样的代理方法。我们的目标是扑向全国。你好，李先生，我叫徐查理，受佟大卫先生和陈家豪先生的委托，我前来燕京成立办事处。手续办完了吗？已经安排妥了。燕京的公司的名字叫港岛华为投资燕京分公司，我是全权代表。名字改一下，什么港岛不港岛了，不好听，名字就叫燕京华为投资公司。你个人的名字也改下，中不中洋不洋的不好听，你改成徐礼。公司的话还是叫港岛公司吧，名字上能看出这是一家港资公司。要是叫燕京华为投资公司，老百姓不一定知道，毕竟这年头大家还是认国外的公司。至于我的名字，只要您开心，叫啥都可以。茂哥，一个浙州人找到我，想要做那边的代理。他是浙州哪人？浙州温泉的。你把他带过来，我跟他详谈。这是浙州温泉的季浩季老板。季老板你好。李老板你好，今天我是受几个老板的委托，过来和李老板协商一下手表的事情。不瞒季老板，我手里的货源不多，勉强满足燕京。如果市场过大，我怕供应不上。不知道李老板每个月能供多少货？每个月最多保证10万块，再多原材料跟不上。我们分析过李先生的电子表，应该是来自港岛。以前我们也有人弄到货，在南边试了试水，效果非常好，但没人能弄到大批量的，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如果李先生能保证每个月10万块的供货量，我们可以以每块11块钱的价格拿货。季老板不是开玩笑，我们知道港岛那边的出货价格只有1美元多点，按照黑市兑换比例，李老板每块手表能赚1块钱左右。你说的没错，你知道的也很多，那你可以自己去港岛拿货啊，没必要找我。想卖我的货就按我的规矩来，11块我何必找你？30能做就做，不能做免谈，而且一手钱一手货，每个月保证10万块的销售，合同一签5年，5年之后咱们再协商，并且要以你们温泉商会的名义签合同。你知道温泉商会让到30块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李先生，请您再等几天，我需要回去商量一下，不管成不成，下周我肯定会给您一个答复。请便。
茂哥，30是不是有点低了？现在这手表还值点钱，过几年渠道打开就不值钱了。咱们现在只不过是挣一波快钱罢了。他们那个商会有点东西，省得我们自己去操心。对了，陈二狗那边怎么样？陈二狗把所有的精力放到手表上，平均一天出货100多块表。哟呵，那他一个月不少挣了。对了，把什刹海院子的地下室修一修，把这院子里的宝贝和钱都移过去，放这里多少有点不放心。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经学校研究决定，你从大2开始要帮着学校带一门课，课程的名字叫现代经济学原理，没有课本，需要你先把教材编出来。啊，让我给学生上课，还让我编写教材，没搞错吧？这是燕京大学历史上的首次尝试，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学校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下学期开学后试行1个学期，如果效果好，你继续讲；如果效果不好，学校会取消。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需要你先把教材编出来，然后学校会组织专家评审。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我礼貌开玩笑，我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我知道有点难为你了，但学校已经明确保证，学校会是你坚强的后盾，放心大胆的去做，出了事有学校顶着，别有压力。这叫什么事啊？老弟，终于想起来给哥哥打个电话了。有事交代，投资公司盈利怎么样？还是你有眼光。高盛投行的报告刚送过来，截止到2月底，咱们的纯盈利已经超过2000万港币。天啊，跟捡钱一样。500万港币起家，才盈利2000万，你就知足了。等年底时候，盈利会亮瞎你的眼睛。哦，家父和陈家叔叔商量了一下，我们的对赌协议已经完成。稍后我会把我和陈家豪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寄过去，你签字后寄回来就行。千万记得4月底的时候开始着手抛一部分股票，有5成仓即可，然后6月初再买回来。记着呢，一直记在心里。再一件事，安排人去矮子国，以公司的名义开设几个股票交易账号，再帮我个人开设一个账号，我有用。你看好矮子国的股市。如果你们私人手里有闲钱，可以跟着一起操作。账户开设完毕后通知我。又要开始发财了吗？我马上去办，等我的好消息。李老板，5年时间保持30块钱的价格，我们不能接受。如今港岛的出货价格是1美元，折合2块多钱1块，我们还有铺货的渠道费用，利润太低了。季老板，那是官方牌价，你以为我一个个体户能从官方渠道拿到外汇吗？你们有你们的销售费用，我也有我的。不过如果你们手里有矮子国的日元的话，我不建议你们用日元结算。怎么个结算法？按照1块900日元，我知道温泉商会手里有大量的日元，通过秘密途径运到矮子国的小商品不值反几。行，就按你说的办。明年是广岛协议签订的日期，日元会飞速升值，在日本买股票也不用考虑外汇问题了。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吧。随着温泉商会的加入，李茂的赚钱速度越来越快。6月份，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四合院里。陈大公子不在港岛混，你的花花世界怎么到燕京来了？哥哥来看看你，听说你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到了燕京才发现全是瞎扯，比我在港岛都悠闲。就这是专门跑一趟？不是，我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4月份时，我对你要求卖出股票的行为是怀疑态度。到了5月份，我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月初你要求买回股票时，我也有所诽谤，但到月中的时候，我真给了自己1巴掌。您真乃股神是也。知道了，回去吧。还有一事，港岛高盛投行的副总裁、投资部经理史密斯先生想和我们合作。高盛和我们合作干什么？咱们小门小户的，他们应该不会放在眼里吧？史密斯亲自去拜访了港岛华为，我们3个人聊了1天，整个上半年华为的盈利水平领先全岛，如今的资产达到5000多万，10倍的利润，即便是高盛投行也没法做到这个水平。他们想怎么合作？跟着我们的步伐，或者把资金交给我们代为投资，所得利润的10%给我们。他们投入资金的规模多大？8000万美元。如果盈利情况良好，向总部申请更多额度。在港岛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暑假期间我会去趟港岛，到时候我和他详细谈谈。港岛真的没机会了？最近几年没机会，所以我让你们在年底之前清空所有的股票。好的，我知道了。我听说你们还有几天就放假，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回港岛，我在燕京玩几天再说。放假我还要回一趟家，这样你先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在深城汇合，然后回港岛。暑假放假后，李茂第一时间回了家。爹娘，我回来了。老大回来了，臭小子，出去整整1年才回来，让娘看看，瘦了。老大在学校里一切都好吧？好着呢，娘，做饭吧，想您做的饭想1年了。这孩子，娘马上做。吃过饭的李茂来到了村支书李丰前家。小帽子回来了，回来的刚好，快帮大爷出主意。啥是大爷？咱们村里的钱让镇上惦记上了，镇上让村里交钱，幸好被杨领导挡住了，否则今年咱们白忙活。杨领导是谁？镇上是怎么知道咱们赚钱了的？钱不是没存进银行吗？你不知道，就是杨克海啊，现在是咱们县里的一把手，刚当上的。杨小翠他爹当上一把手了，我还真不知道。杨小翠也没和我说过。明天我去拜访一下杨克海吧。是要去拜访一下，人家是真心真意的帮咱。我去拜访了1次，面都没见到。大爷，咱们村里赚了多少钱？村里一共赚了将近30万。好家伙，30万，怪不得镇上眼红呢。为了不让镇上惦记我们的钱，必须让镇上得实惠才行呢。咱们村里的小学村委会担起来吧，不要镇上的补助了。但咱们的教育附加费还是照常交到镇上，村里的老师的工资也是咱们发吧。这点钱村里是没问题的，但我就怕咱们让一步，镇上更进一步呢。咱们吃独食，镇上肯定眼红。要是咱们手里不露出点去，镇上肯定不舒服。对了，大爷，我在燕京得到个信，今年年底国家会允许成立私营公司。咱们现在是村集体的形式在经营，确切的说，连个村办企业都不是。国家早晚会禁止，趁着这个好时候，咱们可以把干货的生意彻底转变成咱们自己的营生。这能不能行啊？咱们村可是在省里挂了号，省高管都来视察过，万一咱们把集体的变成个人的，会不会犯法？
大爷放心，咱们村集体的钱还是村集体的钱，除了分红的咱们一分不动。干货的生意主要在收货和卖货2个渠道，只要这2个渠道牢牢的握在咱们手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村里的卡车还是村里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成立一个私营股份公司，全村以户为单位入股，以后干货生意赚的钱，大家按照股份多少分钱。这主意不错。关于成立公司的事情，我提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大家同意了才行，并且每个人都要签字，不同意的不准入股。第二，村里的资产一律不准动用，公司可以租赁村委的办公室，也可以租用卡车，甚至电话，但一定要交钱，这点很重要。第三，公司账目一定要清晰，村上的是村上，公司的是公司的，千万不要混着来。到年底还有几个月，这几个月你们就开始做村民的工作，一旦文件下发，一定要抓紧成立公司，事情一定要保密哈，万一让镇上知道，可能会有麻烦。好，我这就安排下去。第二天，李茂准备去拜访一下杨可海，他来到供销社想买点东西。同志，拿2瓶茅台。有票吗？没票。没票不卖。我加钱买。口气不小，还加钱，一边玩去，口袋能掏出10块钱不？这个年代的售货员态度真是太差了。这是500块，看看你们这有多少茅台5粮液，我全要了。钱不够我再加，货给我送到小渔村。你小子来就来吧，还带东西。他是土豪，咱们打土豪。燕京的院子一座一座买。听说你在学校很火啊，又是去港岛指导工作，又是编写教材的，我还看到了你写的论文，写得很好。要不你帮叔叔看看，咱们县该怎么发展？我现在2眼一抹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们县里要想发展，还是要靠海里。我已经和村里说了开公司的想法，大力发展海货。想法很大胆，甚至比我想的要大胆得多，但阻力肯定不小。县里问题不大，关键是你们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市里甚至省里的态度很重要，也就是考虑到村里的发展，否则我把公司开在燕京，一样操作干货海鲜，还能让省市县对我感恩戴德。但咱是高风亮节，为家乡谋发展。我本人是持赞成态度，抽空我会提前和县里高官沟通一下，问题也不大。如果省里反对，县里会专门出台文件支持你们。那就麻烦杨叔为枯河村保驾护航。其实，在海鲜这一方面，县里能做的几乎不多。咱们沿海水质不行，甚至不如绿岛，只适合这些小杂货。高端的海鲜还是要咱们省烟威那边。我建议县里加大私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我在燕京接触过几个温泉的小商人，人家一个简简单单的纽扣产业都能做到全国最大规模。县里可以考虑按照人家的模式走。温泉那边纯粹是自发形成，如果咱们县能积极支持，相信县里的人也会看到商机，各种小商品作坊发展起来，县里也受益。爹娘，我要出一趟远门，可能要1个月才能回来。你说你才在家待了几天，又到处乱窜。你懂啥？孩子大了，哪能天天在家守着？男子汉都要出去闯闯才行，出门照顾好自己，家里不用你操心。在家待了几天的李茂出发去了申城，然后和陈家豪一起坐飞机去了港岛。好弟弟，想死我了！我们直接去华为总部吧，看看咱们打下的天下。咱们华为投资一共有员工50人，目前在公司的20人，剩下的30人在高盛和4大股票交易所。我和老爷子商量过了，因为电子表的关系，电子厂比较忙，我辞去董事长的职务，要接手电子厂。华为投资由你担任董事长，目前在座的都是华为投资的中层领导。说2句吧。我的主要精力在大陆那边，我只负责大方向战略制定，大家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运行。港岛华为缺少大量的高层领导，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我和全体股东肯定会不吝奖励。这位是投资部经理高志强，高经理，你向股东们介绍一下咱们投资的情况。如今咱们持有6个公司的股票，持股比例最高的九龙仓已经超过4%，差一点达到举牌标准。其次是汇丰银行，但持股比例只有2%。其他的4个公司的股票不多，持股金额7个亿，融资金额接近6个亿，融资费用4000多万，净利润7500万。自从6月份全仓后，我们按照李董事长的要求，没有继续追加融资，咱们的杠杆率在逐步下降。昨天高盛派人联系，问我们是否继续增加融资规模，这点还要董事长做决定。不再融资了，下半年你们按照正常的手段高抛低吸，但记住从11月份开始只抛不进，务必在11月底一股股票都不准留，出来的资金全部买入日元外汇。陈哥，后面去矮子国，你看看这边需要带谁，你提前安排好。还有我个人的账户里有多少日元了？你个人账户全权委托高盛矮子国投行管理，昨天的数据是40亿日元，折合1600万美元。有这么多了吗？你自己都不知道吧？你找的那几个温泉商人跟疯了一样，整个港岛都在给他们供应电子表，几个月的时间跟抢钱一样。除了第一个批要了20万只电子表，以后每次要货的量都在增加。我感觉温泉商会那边恨不得每个中国人一只电子手表。那就继续操作吧。我说一下11月份后的思路，等11月底全部清空港岛股市后，华为投资转战矮子国东京股市，还是采用和港岛类似的手法。晚上我会和高盛那边深谈具体的合作方式，等我谈完后再说。这位是高盛总部高级投资经理露丝女士，专门从漂亮国赶过来。你好，露丝小姐。您好，李先生。对于您领导的华为投资，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资产暴涨10几倍，我们由衷的钦佩。高盛港岛想和您开展深入的合作，不知道您考虑的如何了？实不相瞒，我所有的操作你们已经看在眼里，我不认为你们能跟投，起码10倍的杠杆，你们的审查机制就不会同意。在你们高盛的话，很可能在跌去一半的时候，你们的止损机制已经清仓保本，对你们来说跟我投资的风险太大。再说最晚到年底，我会暂时退出港岛股市。退出港岛，你有更好的投资目标？布局矮子国。矮子国的事情在几个国家之间属于高度机密，我想知道您是从哪个渠道得到的消息。我只要用自己的大脑就能分析出来。听说矮子国人已经快把时代广场买光了吧？漂亮国能看着矮子们如此嚣张吗？矮子国的芯片行业发展的太快了，需要打压一下吧？矮子国的制造业也需要降温。漂亮国的贸易逆差必须由矮子国买单，有什么途径能实现目的呢？不外乎是日元升值，然后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芯片制造业，如此而已。我猜你们总部会有动作吧？我觉得您是个天才。
我们华为投资想和高盛集团合作，一起收割小日子。我们是有一些内幕消息，但我想听听李先生准备如何操作。股市，我的资金会全部杀到矮子国的股市。除了股市外，还有固定资产，为何单单要杀进股市？如果我是高盛集团，我也会杀进楼市，但我没有这么大的资金，楼市的杠杆水平不可能像股市一样，会严重影响我的利润。再说了，楼市太扎眼，在没有强大的背景做背书的情况下，很可能会砸在手里。我认为矮子国的股市在今后几年内有3倍涨幅，楼市有2倍涨幅，但楼市的杠杆率没法做得太高，并且风险太大，所以我主攻股市。你很大胆，也很有想法，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们的投资交给我代为操作，可以有效的避免高盛的审查机制的审核，就以你们利润200%来定，没超过我分文不取，超过了超过部分的20%作为报酬。至于资金和杠杆，你们来定。合作愉快。接下来的日本执行就拜托你了，需要买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上面有详细的操作方法。放心，一切交给我。任天堂、索尼、夏普、东芝。童大爷又见面了。英雄出少年啊，未来的时代是你们的。童大爷，这次回港岛，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深成建电子厂的事情。你拿个章程出来，我童家陈家跟着就是。深成的厂子，我计划按照1000亩地的规模建造，童家以工人和设备入股，其他人以现金入股的方式，计划投资1亿港币，其中燕京华为投资9000万港币，陈家投资1000万港币。行，让大卫去深成亲自盯着。在港岛待了大半月后，李茂回到了家。爹，咱家我不是买了好几箱茅台吗？你咋还喝这个？人要知足，以前有点散装酒，你爹我就高兴的不行。现在县里产的瓶装酒，你就看不上了。记住了，有钱也不能乱花，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老辈的话没错。娘，肉你要是不舍得买，咱们自家打的鱼总能留下点吃吧？现在的鱼不管大小都能卖呢，谁家舍得吃？咱家日子现在好过了，生活水平可以提上来了，弟弟妹妹们还在长身体，营养要跟上，最起码2天1顿肉吧。花那钱干啥？不挨饿就行了。爹娘，要不你们别下海打鱼了，在陆地上搞点营上，咱们全村的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想吃点肉都得去8里外的镇上买。咱家要是能开一个卖猪肉的摊子，肯定能赚钱呢。如果在自己养猪，那赚的更多呢。卖猪肉？是啊，现在的物价是双轨制，个人卖猪肉不用国家的肉票，价格自然比国家的高一些。咱村加上隔壁村，2、3天一头猪没问题，猪肉卖不完也没关系，还可以做成酱猪肉卖。这能行吗？咱村现在不是以前了，家家户户都有闲钱了，具有一定的购买力，至少比你们去海里打鱼轻松一点。这样弟弟妹妹还有肉吃。我哥说的没错，这样我们天天就有肉吃了。这样爹，明天咱先去收一头猪卖卖看，可以的话就搞这营上。行，听老大的，咱也试试做生意。李茂一家决定卖猪肉赚钱。第2天，全家开始分工。李丰年和李茂去收一头猪回来，杨秀兰去城里买香料，和同村的一个人谈妥后，收了一头170斤的猪，每斤5毛钱。李茂决定卖每斤8毛钱，请人杀好开卖后，一头猪还没2个小时就卖完了。整个村就有1000多人，一头猪压根不够分的。李茂特地没卖猪头和猪下水，不过这年头也没人买，人人都想买点肥膘，留下这些是要教爹娘做卤味，再开个卤味摊。好香啊！卤汤可以重复使用，味道淡了就往里面加香料，今天卤好，明天就能卖了。卖猪肉和卖卤味的钱对于李茂来说就是9牛1毛，但帮家里稳定一个生意，爹娘就不用去海里辛苦打鱼了。李茂虽然现在赚了不少钱，但直接跟爹娘说，他们肯定接受不了。先慢慢的让家里越过越好吧。在家里待了一段日子后，李茂带着杨小翠回到了燕京，而温泉商会的季老板第一时间找到了他。李老板，现在人民币不断贬值，我们用日元结算已经不合算了，改成港币或者人民币结算吧。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价格不变，等明年价格可以适当降低一下，具体的价格年底再谈。谢谢李老板，我实在没弄明白，您要这么多日元干什么？难道在矮子国那边您还有投资？我在矮子国那边投资了点房地产和股票，我比较看好他们。我们知道矮子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一直在上涨，但涨幅并不大，还不如在国内做生意赚得多。为什么李先生舍近求远呢？瞎玩玩罢了。学校开学后，李茂找到了燕京大学电子系的学长。您好，学长，我是咱们校经济学的大一生李茂。我叫马红旗，找学长是想请学长帮个忙。什么忙？看下这个，这不是最近很火的电子表吗？您帮忙看看这里面有哪些是咱们能自己设计出来或者制造的。这个我拆开看过，电路板没问题，芯片设计的问题不大，但不好制造，手工制造的成本太高。牵扯国外的专利吗？专利是什么？李茂想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专利这一说，他把专利的意思解释了一遍。我不确定，我手里没有国外的资料，有的话我可以分析分析看看。我现在有个需求，你能不能找几个同学把手表里面的电路芯片设计出来，尽量和别人的整体思路不同，将来我们是可以申请专利的，还要负责打探一下咱们国内有哪些厂子能生产这些元器件。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小团队，凡是加入的基本工资150块钱，有了成果再加奖金。你们马上要开始实习了，如果你们的实习地点还没选好，我可以介绍你们去燕京华为、港岛公司的实习经历，对你们将来单位的选择有好处。行，这活我接了。要不就干脆做大一点，成立一个半导体公司，专门为深成的电子厂研究成品的同时，也能研究最新的技术，不让外国卡我们的脖子。想到这里的李茂立马去找了翟素史，燕京大学相关的专家教授可都是顶尖的，能拉来公司的话，技术方面不用愁了。翟老师，有事求您帮忙。啥事？燕京华为准备成立一个新公司，华夏华为半导体，主要想研发制造一些电路板或者芯片，但现在公司没主持人，也没有研发人员，公司这边希望能得到学校的支持，能找到个人把半导体公司支撑起来。有是有，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我先问问他的意思，再给你答复。李教授是咱们学校在半导体领域最拔尖的人物，带你拜访的目的主要是他想和你面谈，你要是能说动他，半导体公司的问题就不大了。
李教授您好，我是经济系的李茂，第一次拜访您，给您添麻烦了。你好，李同学，小翟和我说了你的事情，我想问下，为什么华为想要做半导体呢？我现在是燕京华为的顾问，燕京华为目前在深成又投资了一家电子厂，但一个小小的磁头全靠进口，我们国家要损失多少外汇？而所需要的芯片，甚至二极管都需要从国外采购。我就想着，咱们要是能自己生产多好，所以才想成立半导体公司，咱们不能一直被别人卡脖子啊。你说到我心坎上了，咱们现在有技术，就是没地方去实现。我代表华为半导体承诺，只要您老过来，每年研究经费100万。不够，继续追加，需要的仪器就是抢，小子也会给你们抢过来。你不是开玩笑？整个燕京大学电子系的研究经费都没有100万，绝不食言。燕京华为有这个实力。李教授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吃了不少苦，面对国外的诱惑都没有出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他对钱财看得非常淡，唯一能让他动心的，也许就是华夏在半导体领域的奋起直追。行，我去了。暂时先委屈您老在四合院里办公，燕京华为已经和上面谈妥了，将会在燕京建一个30层的办公楼，作为燕京华为的总部，旁边有一个10层的附属楼，是留给华为半导体的。等建成后，咱们就搬过去。这是燕京大学电子系的马红旗，他带领着一个小团队在帮公司研究电子表，刚好他们要实习了，以后将是您老的助手。如果您老有相关专业的老伙计，都可以叫过来，研究经费我们照给。这是燕京华为的总经理徐礼，有什么要求您就跟他提，绝对满足。计算机要有，这个让港岛华为帮着弄，搞个5台回来，用漂亮国最好的，尽量搞到最先进的。1台就够了，那玩意太贵，省点钱花在研究上。都听您老的。童哥，你那边怎么样了？第一期厂房需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电子手表可以完全国产化了，半导体公司已经重新设计了电路，过几天我让人把图纸给你送过去，你可以先是生产一下，看能不能行，行的话尽量采购国内的产品，把港岛的电子厂冲击一下。李老板，咱们又见面了，有什么事吗？燕京以外的电子手表也是你供的货吧？没错。那帮温泉人拿货价格是30块钱，你给我们的价格竟然是35，这不合理。我希望我的价格和温泉那边一样。温泉那边给的是外汇，不知道陈老板是不是也给外汇？要是陈老板用外汇结账，我给的价格和温泉那边一样。李老板，外汇我是没有的，只能用咱们的钱结算，国外的钱在国内不好使。对你来说都一样，但我们进货是按照外汇价格进的，你知道黑市的价格是多少吧？其中的成本你可以算出来吧？如果陈老板能等半年，价格会降低很多，甚至比现在温泉商人拿货的价格还低。有什么说法？港岛的商人在深成设厂了，国产化的手表价格跟白菜价没什么两样，给我降到33，我陈二狗的面子应该值2块钱吧？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大哥，这小子太嚣张了，我带人修理他一番。打打杀杀有个屁用啊！全国最大的电子手表货源都在他手里，真把他逼急了，咱们也没什么利益，半年后再看吧。荣宝斋的宝贝又满了，哟呵，又可以去买了。我就怕你这院子太小，装不下。放心，我的宅子多的是，什刹海那家的宅子我也买下来了，正在装修，那边地方大，4进的宅子够了吧？那家的宅子在你手里了，我听说那家有个地下宝库，如果能找到，放多少宝贝都没问题。佟大卫和我说过，不过我不敢让工人去找，如果您老有兴趣，等装修完咱爷俩去寻宝。不能等宅子装修完，现在就去，趁着宅子里混乱着，咱们动点手脚，别人也发现不了。那爷，您在这里。从房子开始装修我就在，就是你小子买了我家宅子吧？你小子的心真大，宅子翻修你愣是不露面。我有啥不放心的？就不怕装修的人发现宝库给你拿走了？放心，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要回宝贝，我儿子把宅子卖给你了，买卖已成，契约生效。我只是想看看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再说了，我儿子一家子出国了，成了洋鬼子，宝贝我也不会留给他。那爷，您圣明。你个老小子，好几年不见，越活越精神了。其实宅子里闹鬼的传言还是我放出去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我传出闹鬼的传言后，宅子里真的会发出那种呜呜的响声，尤其是3进院，我估计可能和宝库的通风口有关，一般都是在春秋冬3季发出这种声音，夏天反而很少。去年夏天我来的时候，中间的草明显比两边的矮很多。佟大卫和我说闹鬼和宝库的传言后，我就猜测宝库应该就在脚底下。那爷，入口在哪？在假山那块。走下去瞅瞅。这下面这么大，至少有200平方啊！那也没几个好玩意啊，好玩意都卖完了。民国的时候日子艰难，只能倒卖点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剩下的这些玩意不值钱，不过放你那些宝贝是足够了。行，明天就开始移过来。你们俩怎么来了？想死我了，老弟！港股疯了，涨得很厉害，每天10%的上涨。华为的资产已经达到2个多亿的规模，我心里有点发虚。还有人在大规模收购股票吗？有，最近到公司来收购股票的人很多，好像都有外资背景。咱们拿稳筹码就行。还有一个利好，港岛那边准备联合4家股票交易所，组成一家新的港岛证券交易所。小道消息说，估计也是年底完成，双重利好。这次我们华为的资产要大爆炸了，震惊所有人的眼球。深成那边怎么样了？进度比预计的要快，可能11月份就能是生产。深成那边的施工队和疯了一样，白加黑的干活。工人呢？第一批中专毕业生已经提前进厂培训了，咱们又聘请了几个退休的老厂长，管理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人才，等这帮人干不动了，不能出现脱节的现象。只要是大学生能进咱们华为，不要吝啬那点可怜的工资。将来什么最贵？是人才，人才是无价的。等电子手表投产后，收音机和录音机继续跟上。2位老板，你们也来了。李总，今天的报纸上面发布了关于停薪留职的事情。
停薪留职，看来国内的下海大潮来了。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人会加入我们华为。徐理，做好招人的工作。招人的工资怎么定？这个我已经想好了。关于人员薪酬的事情，没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实行10级薪酬体系，从 P1 到 P10。P1 是毫无工作经验的人员工资 ，P10是燕京华为最高级别的工资，和你的待遇一样。最初级的 P1 员工工资定为150块钱，如果没有建树，但工作勤勤恳恳，每3年调整一次级别，最高不超过 P5。有能力的可以经过评审后向上调级。具体各个级别的工资拿多少钱，如何评定和晋升，你去完善一下。我的意见，像是李文科教授这样的，至少定为 P6，如果有院士过来，定为 P8，还挺详细的。华为电子也按照这个薪酬来吗？以后华为系的都可以按照这个来。茂哥出事了，陈二狗和一帮人火拼，拿着大砍刀在长安街上乱砍。确定是陈二狗的人？肯定是陈二狗，我一个哥们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今天陈二狗也没安排人来拿手表。这个陈二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了什么事情火拼？他要是被抓进去，口无遮拦，对我们不利啊！我去给区委的人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事情问清楚了，陈二狗几乎垄断了整个燕京的电子手表进货渠道。虽然分润给了其他几个老大一点，但谁会把千把块钱放到眼里？他们需要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不是陈二狗的施舍。几个老大联合起来向陈二狗施压，希望有钱大家一起赚，让陈二狗把进货渠道公开。但陈二狗没有同意。随后陈二狗的人在其他地盘上频频被抢。小混混的处理方式和正常人不一样，约架谁赢了听谁的。这件事情影响非常恶劣，市里已经成立工作组专门侦破案件。老板，这件事情我已经说明，或是港岛华为提供的，跟您没有关系，不会有投机倒把的罪名。行，给陈二狗挖下的坑他终究还是跳了下去，这次恐怕他是凶多吉少了。大爷，看报纸了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可以成立私营企业了。不只是看了，今天下午镇上把我们这些支书都喊了过去，专门学习了文件。那镇上是什么意思？你和高官说了咱们村里成立私营企业的事情了吗？咋没说？俺跟他说俺们全体村民已经开过会同意了，但镇高官说要等一等，看看别人是怎么办的，咱们再跟着办。等什么？有政策了，为什么要等？咱们就要做全国第一家私营企业，只要咱们抢到第一家私营企业的名头，全国都会知道咱们公司，全国的报纸都会替我们宣传，甚至都可能上电视呢，怎么能等呢？俺知道啊，俺一直记着你的话，可镇上不听俺也没办法，你赶紧给俺出个主意啊！明天你去杨科海那一趟，把申请书交给杨科海，只要市里和县里同意，镇上也拦不住。行，听你的，俺明天一早进城。现在村里账面上趴着的几十万，趁着镇上没反应过来，先分一波红，只要分了镇上，想要回去是不可能的，毕竟村集体的利润，村民是可以分红的，这样大家也有钱入股了。好，明天我就安排分红。对了，你说咱们的公司名字叫什么好？叫华夏光明实业公司吧。这名字不错，听着就感觉挺厉害。大爷，替我跟我爹娘问好，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让他们别担心。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行，大爷记住了。老板，陈二狗的事情处理完毕了，陈二狗等几个人被逮捕，凡是参与火拼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公安找到我们询问情况，通过区委交涉后已经没事了。这次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出来，估计危险了，性质太恶劣了，要被当反面教材开刀了。大爷，到底咋回事啊？我看报纸上已经刊登别的企业出来了，好好的全国第一私营企业，为什么成了别人的？咱们准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到底卡在哪？我也不知道卡在哪。咱杨高官让我等，还不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这事。啥？怎么会这样？我给杨科海打电话。就知道你小子得给我打电话。先听我说完，你们不是准备的最早的。沿海市有一个照相的个体户叫江达，他从82年就开始向上面申请成立私营企业了。刚开始江达没有工作，就自己买了部相机，开始了给人家照相的个体工商户生涯，赚钱倒是不少，但不受人待见。一次偶然的机会，江达认识了港岛一个商人，商人非常敬佩江达自强不息的精神，提出和江达联合成立一家照相公司。因为江达是个体工商户，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个人又不得和外商成立合资企业，因此江达从82年开始就向上面申请成立私营企业。今年8月底，我被邀请到燕京参加了政策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非常广泛，凡是涉及到的部委全部参加了。最后因为没有政策支持而放弃，尤其在牵扯到雇佣工人数量上，遭到了多个部委的反对。这1个月政策突然改变，上面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同意成立私营公司，所以江达是第一个。这个江达是个人物，真想和他结交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是令人敬佩的，第一私营企业的名头给他是实至名归。知道不能小觑天下人了吧？你只敢偷偷摸摸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付诸行动。那我们村的事情怎么说？有了江达的事情，应该没问题了。杨叔，你说俺们村成立公司也要燕京的部委审批吗？应该是。据我所知，这次申请成立的有好几个公司，深海一家叫什么万科的，还有一个叫德利西的，都提交了申请，这几天会提交到部委审批。你们几家公司很可能会一个文件下来，等着吧。这下村里的发展之日可待了。茂哥，陈二狗被判死刑，判得这么重？去年才严打，今年就发生动刀子事件，还是在长安街上，上面非常重视，就从重从快处理了。不只是陈二狗，其他几个扛把子也有判了死刑的，还有不少人是无期徒刑，最轻的都是20年。陈二狗是罪有应得。小帽子，我们该走了，要回去工作了。童哥，华为电子要尽快投产，等投产后，我个人放弃电子手表市场。我和温泉那边的协议是5年时间，5年时间后，咱们彻底放弃电子手表市场。陈哥，11月初你去矮子国，按照之前的方案开始杀进股市，以后你会在矮子国坐镇，时间可能有点长，我有时间会过去看看。
礼貌，半导体这边有点麻烦。咋了？计算芯片的设计倒是没问题，但是纯手工绘制，太慢了，需要采购一些国外的设计软件，电路印刷软件要提前考虑，生产厂也可以提前建立起来。一些简单的单片机类的，应该很快就能设计完成。咱们华为半导体可以先从简单的芯片开始，逐步向更高端的芯片深入。国家花大力气从国外引进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花费了上亿资金，并且投产的时候已经在国际上不占优势。如果让华为自己建造一个，耗费的资金量太大，有限的资金还是要保障在研发上。建造芯片制造厂的钱我们还没有，能不能先找代工的企业？应该可以，先把这几款软件解决了再说吧。全是矮子国和漂亮国的软件。行，我让港岛华为采购。大爷，这次来是不是为了公司的事？没错，材料已经报上去了，村里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家的集资款也已经准备好了。成立公司后，集资款会立刻划拨到账上。一共筹集了多少钱？筹集了50万，咱村一共200多户人家，平均一户2500块左右，家家户户几乎是把分红的一大半投入进去了。对了，你们全家6口人，一人分了800多块钱呢。大家留着钱干什么？怎么没有全部入股呢？能干什么？那当然是盖房子了。你家的房子修得板板正正，大家伙看了眼红得很呢。大爷，村里最好重新规划一下住宅，现在太乱了，胡同也太窄了些。以后要是家家户户有了小汽车，都开不进家里去。咱村的自行车还不到1家1辆的程度，你就想家家户户有小汽车了？以前家家户户一年收入几千块，您想过吗？以前大家别说见了，想都没想过，但现在咱们做到了。要是以后家家户户有小汽车，难不成把房子都扒了重盖？您回去让大家先别盖房子，放寒假的时候让杨小翠去我们村帮我们设计，等开春了，大家就能盖房子了。行，等回去后我们就一起商量一下。小帽子，这宅子是你买的吗？是呢，去年买的。不小，真不小，比你村里的宅子都大气。花了多少钱买的？你爹娘知道不？还没告诉他们呢，我还想着等过完年，趁着农忙前让我爹娘过来住几天呢。你小子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和你爹娘商量一下。不过你爹娘现在一天也不少挣钱，卖猪肉加卤味，打底一天30-40块。那挺好，走大爷，中午下馆子去。咱们的华为电子投产了，效果非常好。现在每天的手表产量5000多块，等工人们熟练后能达到1万块，还不错。等电子手表稳定后，你开始试着生产一下计算器、收音机和录音机。华为半导体这边已经有了成熟的设计。对了，按你的计划，股票开始抛了，但抛的速度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来，现在还有30%左右的仓位，主要是在汇丰的股票。赶紧抛了，尽量不要在2级市场上抛，把所有的盈利全部买入日元，给陈家豪汇过去。好吧，那我安排人都抛出去，预计能有6个亿左右的收益，全部买入日元吗？留下100万美元，我有用，剩下的全部交给陈家豪。老板，这个小子有点想法，跟我说了后，我觉得可行，就带过来让你把把关。李老板您好，我叫黄俊烈，以前我跟着我堂兄在北方卖过电子表，今年投奔王老板，我有点想法，跟老板汇报一下。你好，小黄，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只要是有道理的，我会坚决支持。朱市口一家叫国美的商店正在往外盘。国美，你是粤海人？是的，我是粤海潮汕人。以前你姓曾吧？李老板是如何得知的？我曾经姓曾的事情，王铁老板都不知道。王哥，去把那间门店盘下来，交给黄俊烈，成立燕京国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燕京华为全资控股。谢谢李老板，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会员你自己去找，我只提供资金。谢谢李老板。童哥，收音机和录音机市场表现的如何？录音机在港岛试水销售1个月，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效果非常好。收音机不用说了，在国内根本供不应求。童哥，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过渡性产品，咱们的目标不是家用电器，而是通信行业。下一个目标是程控电话机。李文科教授他们正在研发，我希望华为电子那边能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如果缺人就去找，或者从全国那些退休的教授中返聘一部分，不要舍不得花钱，尤其是在研发上更要舍得投钱。放心吧，研发人员已经开始招聘了，不少高校的老师下海了，估计明年中旬就会成立通信研发中心。有人已经提议开始搞程控交换机了，我和几个高层商量了一下，觉得有搞头。如果有芯片方面的需求，可以让华为半导体负责研发，这2家公司一起发力，研发速度会更快。事情办得怎么样？只拿到了几个专利的授权，矮子国那边的几家公司对于出售专利的事情没有明确拒绝，只说考虑考虑。他们是有什么担心吗？你没和他们分析一下，漂亮国早晚会对他们的芯片产业下手。说了，但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我提出来的时候，日立、东芝和索尼的高层没有显得很吃惊，我甚至答应对方，如果对方把专利卖给我们，我们可以进行免费反授权。既然他们还抱有幻想，那先就拿到他们的授权，最基础的专利授权即可，剩下的我们自己研发，总能绕过一些专利壁垒。授权问题不大，就是和你商量一下授权的事情。一是对方的要价太高，矮子国的所有一次性永久授权费用加起来超过了200万美元，我做不了主。另一个是对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专利清单，如果还有我们想要的，可以一次性授权完毕。李教授，你看下这份清单。如果能拿到这些授权，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但很多专利的保护期只剩下不到10年时间，10几个专利，人家就要200万美元，这上百个不知道要多少钱。这样吧，我划分一下先后级，打上标记的必须拿到，剩下的可以慢慢来。行，徐理你去办吧。授权主体是华为半导体，钱从港岛华为那边出吧，尽量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先期支付100万美元，剩下的最好是5年以后再还，价格上可以适当提高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用金钱换时间，不亏。专利壁垒是一方面，还有技术壁垒也要考虑到哈，咱们设计出来但制造不出。
出来，那可亏大发了。咱们的单片机芯片有一款已经流片成功，还有一款正在流片。目前我们的单片机芯片已经拿到了一些高效的订单，是不是开始批量生产？芯片主要用在哪方面的？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上面都能用到，但和现在国外的主流产品质量方面差别很大，主要是制造工艺不过关，性能倒是没问题，在能耗方面差得太多了。咱们的优势是什么？价格便宜吗？同样功能的芯片，矮子国的售价是1.5美元左右，咱们的成本是1美元左右。如果我们按照1.2美元的出货价，有没有竞争力？原材料加代工费用0.8美元，商品税、流转税和杂费是0.2美元，再加上销售费用1.2美元，几乎没有利润的。我们国家出了一项新政策，关于出口退税的相关政策，明年元月1号开始实施。咱们属于高科技产品，退税额度是11.2%，等大规模生产后，成本还会降低一些，至少能保证15%左右的利润率，能不能行？能行，咱们自己创，聊外汇还可以和国家商量一下，自行采购晶圆又会降低一部分成本，绝对能行。这件事交给我吧，这块我熟。你这咋一个家电都没有？没货啊，老板，咱们现在还没法子和那些大的百货大楼竞争，所以在和电器厂谈判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是以市场定价来拿货都拿不到，因为电器厂要优先满足国家的计划任务，剩下的产能才会供应市场定价产品。本来绿岛电器厂那边能供应一些冰箱和洗衣机，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忽然不发货了，我准备亲自去看看。其他的呢？收音机、录音机也没货。华为电子那边不是已经开始生产收音机了吗？那边确实在生产，但产量不足，当地各种打招呼取货的事情时有发生，童老板会优先保证打招呼的人拿到货，毕竟要拉拢当地关系。华为电子虽然和国美电器属于兄弟俩，但现在也只能委屈自己人。进口的也没有，没有，一到货根本就不用摆到货架上，已经支付了20块钱定金的顾客都满足不了，我们都不敢接新的订单。你们还搞定金了？是的，顾客可以用预交定金的方式，只要缴纳20块钱，等电器来了，国美会安排人给送到家。不愧是大佬，思想就是前卫，现在就开始做后世那一套了。礼貌，魔都电子厂想要我们单片机的图纸，他们的厂长已经找了我好几次了。要我们的图纸什么意思？他们想自己生产自己销售。行啊，给专利授权费就行，你老可以自己做主。他们没提费用的问题。啥玩意？意思是不给钱还让咱们提供图纸，是这个意思吧？是的。哪凉快哪待着去，我们投入几百万研发出来的东西，他们来分一杯羹，他们还要脸吗？不给，实在想要把咱们所有的研发费用支付了再说，咱们又不是国营单位，想免费得到研发成果，太不要脸了。您要是不好交代，都推到徐理身上，这帮人吃白食吃惯了，不能惯着他们。行，我知道了。如果还有打招呼的，可以用专利换技术，让他们提供一些他们的技术资料，你们评估后如果有价值，或者说可以在国外申请专利的，都可以交换，甚至我们贴点钱都可以。老大回来了，小翠也来了。听说咱村好多人要建房子，我让小翠来我们村看看，给规划规划。她要在家里住2天，娘你给她收拾个房间。好嘞。全村一共有205户人家，但考虑到将来有分家的，到时候你就按照300户的地基设计就行。我们这边想再加上一个菜市场，不用多么豪华，就用帆布弄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还要预留出自来水、祠堂等位置。绿化要做吗？要，但不要什么冬青之类的，全用树，最好在主干道上栽上榆树和槐树，家门口用柿子树。大爷，要不要现在就弄上自来水和暖气？那要多少钱？不会过日子，先把房子盖起来再说。大爷，您下午召集一下村里的学生们，从明天开始，大家要听候小翠的吩咐，开始丈量面积，争取2天之内完成，年后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把规划图定下来。将来谁家再建新房子，必须按照我们的规划来。明年咱们村的红砖用量会非常大，我建议咱们先开一个砖厂，现在到处都在搞建设，要不明年的砖就不好找。还有咱们的路也可以用砖铺，要是用水泥硬化路面，需要的水泥太多了，不好买。我们几个正在商量建砖厂的事情呢，现在咱们缺懂烧砖的技术员，我们打算先去和其他砖厂接触一下，看看能不能让人家帮咱一把，和咱村里一起成立一个砖厂。我已经让人去隔壁镇上请人了，要是能请过来，让人家看看咱村哪里的土适合烧砖。我们统计了村里有意翻盖新房的人家有150多户，这个砖的用量可不小，这么一大块肥肉不能让别人吃了。还有建筑队的事情，咱们村里的人不够用的，并且还要下海打鱼，我们商量着能不能从不靠海的村子里找一些人过来帮忙，好好规划砖窑，年前争取把窑挖好，明年就开工。杨叔，你咋来了？小翠昨天回去后和我说了你们村的事情，我就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可以提出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们解决一下。我看过小翠的草稿，枯河村搞得很大，以你们村的实力能完成吗？没问题的，咱们现在缺机器，砖窑完全靠人工挖，至少要半个多月。要是有机械参与会快很多，还缺水泥，水泥的事情还没着落呢。县里的建筑公司会帮你们把砖窑建起来，水泥也没问题，不过不能以计划内的价格给你们。太好了，领导一来就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如果明年县里的建筑公司也能帮我们把房子修起来就更好了。你这个支书得寸进尺了哈！现在全县都在大搞建设，县建筑公司哪有这么多人帮你们？没事，只要来几个技术员就行，我们不缺干活的人。我已经跟附近几个村打好招呼了，他们会出人，一人1天1块5，要多少人有多少人。行，回去我开会商量一下。
你们这个规划可是大手笔，县里让我回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县里会安排人正式出图。这不是杨小翠负责的吗？杨高官让我特意说一下，杨小翠要去上大学，后面的事情他靠不上，你们村的项目由县里的建设局接手。同志，县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杨高官想把新农村的建设全盘接手，杨高官特意交代过，一切以你们的意思为准，我们只是帮你们协调，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草图，县建设局会完全按照这个草图来细化，这点请你们放心。那就好。过完假期，李茂和杨小翠又回到了燕京。陈先生打回电话来说，矮子国政府的监管部门盯上华为了，警告我们不得向银行贷款外汇，只通过高盛融资。咱们什么时候贷款外汇了？不是一直向高盛融资吗？陈先生给您买了一套房产，是贷款外汇2亿日元，才2亿日元，他们就管起来了。他们是怕我们继续这样操作，提前警告的。陈先生说，股票还要好几个月才能吸纳完毕，大量的国际热钱开始涌入矮子国的股市。高盛和其他几家大的投行和基金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希望我们也能一起遵守，这样大家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这个没问题，反正又不是割我们自己的羊毛。任天堂那边已经同意试用一下我们的单片机，第一批订购了10万片，华为电子已经开始组织发货了。日立公司那边可能有麻烦，他们公司高层说，可能漂亮国已经开始和日立公司接触了，希望日立公司能把芯片制造业搬迁到漂亮国，但日立公司拒绝了，日立可能会面临漂亮国的打压。让陈家好和日立公司接触一下，日立公司的芯片专利、技术以及制造设备，只要他们想卖，一律买下来，钱不够，从港岛贷款，以港岛华为作为抵押。老板太冒险了，完全可以把资金从矮子国股市上撤回来再购买，万一有一点风吹草动，华为系可就危险了。矮子国股市的钱不能动，只要日立公司同意买，就从港岛这边贷款，在漂亮国花钱找游说团队，说服漂亮国同意我们接手日立的技术和设备。行，童先生打电话说，任天堂的代工已经谈妥了，代工费是9美元一台。任天堂的工程师已经到华为电子去考察了，准备3月中旬开始安排试生产。一旦试生产成功，任天堂将会交给华为电子大量的代工业务。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暂时是来料加工，任天堂提供所有的零部件。童先生已经和任天堂商谈好了每个材料的价格，等正式投产后，如果我们提供的零部件合格，他们以现在商谈价格的80%采购。那还行。李茂出事了，答应试用单片机的厂家纷纷退货，因为有些无线电厂和魔都电子厂提供相同型号的单片机，价格只有华为半导体的2/3。任天堂那边也接到了魔都电子厂的报价单，每片单片机0.8美元，比我们的低了0.4美元。他们的图纸是哪来的？我不相信他们有心思去分析咱们的单片机结构。是我手下傅军干的，他把图纸给了有锡电子厂，没想到有锡又把图纸给了魔都电子厂。他人呢？他去有锡找成厂长了，让他们别再生产了，让他不用回来了，在家抱孩子吧。书面通知任天堂、魔都电子厂的产品未得到我公司授权，向有锡无线电厂和魔都电子厂发函，按照新专利法的相关规定索赔，至少是研发费用的10倍价格。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就起诉，加快和日立的谈判，先把他们已经淘汰的设备弄一批过来，咱们自己建造生产车间，设备差一点就差一点吧，总比被别人卡脖子强。咱们是外企，告国企能行吗？不管能不能行，必须告。以后谁敢再侵权还要告，即便是输也要告。还是那句话，要是他们同意拿他们的技术来换也行，要是没有我们看不上的技术，那就让他们赔钱。徐里从今年暑假开始正式开展华为半导体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高校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赛，分2个项目进行，一个是利用华为单片机设计相应的产品，一个是设计单片机或者芯片，设中奖。凡是组织参赛的大学，华为一律赠送1000片单片机。好的，一旦能顺利完成这个大赛，华为半导体在业界的名声会非常响亮。电子系的学生们熟悉了华为的单片机，在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率先使用华为的产品。我们几个老家伙准备活动活动，去魔都看看。魔都电子厂的厂长姜鹏是我的学生，这么多年不活动了，很多人都把我们忘了。老虎不发威，真当我们吃不动肉了。毕竟咱们还需要他们代工，就算咱们自己建厂，最快也要明年了。有些电子厂那边是指望不上了，咱们还是要以完成订单为主。什么？日立要求用日元支付，为什么不用美元？老板，不止您知道日元在升值，大家都知道，何况咱们还把付清全款的日期拉长到了5年时间，生产线作价200亿日元，折合1亿美元左右。如果算上将来的汇率损失，大概要1亿5千万美元，先期要支付80亿日元，折合4000万美元。跟佟大卫联系了吗？港岛华为能抵押多少钱？联系了，汇丰银行可以提供净资产的50%，大概5000万美元左右。为什么这么点？一般不是都能提供80%的贷款额度吗？因为我们的资产都在股市上，不确定因素太多，他们没法预判将来的股市走向，所以只敢提供50%的额度。我记得高盛也提供抵押贷款啊，为什么不找高盛？高盛已经提供了融资，如果再提供抵押贷款，风险太大了。老板，咱们的负债率太高了，所有的银行业都不敢提供贷款。走一步看一步吧，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们继续进行，我再想想办法。老板，要不咱们少要那条4英寸晶圆生产线？不行，4英寸的生产线还是中高端芯片的主流设备，等过了这几年的时间，再想弄到4英寸的难度太大。那不要3英寸的？不行，3英寸是咱们国内的主流生产线，现在到处缺芯，弄回来就有大用处。再等等吧，2条生产线必须弄回来，实在不行就从矮子国股市撤回点钱来。这学期过得很快，一放假李茂就去了深成华为电子厂。电子表已经全部国产化了吧？
电子表全部国产化，其他的除了计算器芯片、录音机磁头外，全部国产化了。任天堂的游戏机呢？机壳已经完全国产化，部分单片机用的是咱们自己的产品，其他的正在慢慢的增加。矮子国那边的实验室测试合格后，才能进入他们的产品体系。螺丝不能国产化吗？一颗极小的螺丝竟然要好几分钱。大一些的螺丝正在矮子国的实验室做实验，小一些的不行。咱们国内产品的强度和韧性达不到人家的要求，申城衙门比我们还着急，他们帮着给几个轻工业大城市发了函，希望能帮着解决一些难题。不过现在送过来的样品都不合格，再等等吧。工人的收入怎么样？普通女工一个月150块钱左右，高的能达到200块，是其他厂子工人的2、3倍。嘉豪在矮子国的布局快完成了，听说高盛的资金也快结束了，你是准备去那边视察视察吗？不去看看不放心，这么大的资金量，怎么小心都不为过。最近我家老爷子一直跟我诉苦，现在港岛的电子厂全完蛋了。华为电子是全方位轰炸，你看着吧，弯弯和矮子国的电子手表也不能幸免，不把这帮人打趴下，咱们怎么垄断这么大的市场？矮子国衙门已经同意，国内派过来的技术员正在熟悉设备，部分技术员有魔都电子厂和有线无线电厂提供。日立和索尼这次非常麻烦，是不是漂亮国在针对日立和索尼？是的，尤其是日立。听说漂亮国正在调查日立公司，是促成日立同意这次合作的主要因素。他们想回笼一批资金，应对即将到来的刁难。漂亮国已经禁止日立的芯片出口了吗？倒是没有限制出口。听说日立的芯片涉及到了漂亮国的国家安全，一旦他们的调查成立，日立的芯片真有可能被禁止出口。股市怎么样？还是在缓慢上涨，最近上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比年初上涨了大概20%，和港岛的套路一样。现在唱衰，让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放出手里的筹码，等将来大机构出货的时候，又开始唱多，让普通百姓替他们接盘子。资本的套路是一样的，咱们静观其变的就好。对了，高盛私自买入了索尼和日立的股票，还问我们跟不跟。这是在给我们挖坑啊！毕竟我们多吃一块肉，他们就要少吃一点。日立他们很快就要被打压，股票会直线下降，让我们跟投，估计华为就一去不复返了。怪不得当时高盛一个劲的和我说，他们非常看好日立公司，希望我们作为一致行动人一起操作一把。原来根子在这里啊！幸好我说要告诉你才行，否则我脑袋一热，可能就杀进去了。这帮人太不地道了，对待友军下手。操作先暂停，留下1000万美元，后续再看。你这是防备高盛对我们下手？对，也是迷惑高盛的一种方式，让高盛摸不准我们的脉搏。凡事还是小心点好，少赚点就少赚点吧。在矮子国待了半个月，李茂直接回到了村里。大爷，咱们的公司批下来了吗？下来了，不过名字和以前的不一样，华夏光明实业股份公司。太好了，股份公司比光彩实业公司更进一步。这是好事吗？股份的事情那是旧社会才有的，咱们叫股份公司没问题吧？没问题，比咱们预想的要好。县里说什么时候送证件过来了吗？后天市里把证件给咱送过来，盼星星盼月亮，终于下来了。你说说咱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好提前准备起来。第一件事，赶紧去做块牌子，后天请市里和县里的大官一起接牌子，通知一下全村，家家户户打扫卫生，迎接咱们的营业执照，买点鞭炮，后天的时候好好庆祝庆祝。行，明天你家杀2头猪，算在公司的账上，下水让你爹卤好了送过来。现在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咱们村要开始发展了，家家户户有电话有车的日子不远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杨叔，上面怎么会承认我们的股份公司呢？说到底还是你们的工作做得细致，你们上报的公司章程非常详细，上面几乎挑不出毛病来。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后，才决定把你们的公司名字带上股份2字。要不是为了讨论你们的事情，其他3家公司早就拿到营业执照了。要是再带上有限责任公司就好了。那我们是第一家股份公司吧？不是，第一家是燕京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但你们是第一家民营股份公司。小子，别不知足哈！你们的经营范围也是按照你们的申请全部加上。后天我和市里的领导一起去你村，小翠也跟着一起过去，看看你们村建设到什么程度了。没问题，这次谢谢杨叔的帮忙了。你们村这次搞得真的不错，连王邦都说想在你们那里买套房子住下来。后天好好表现，争取得到更大的政策。更大的政策，后天来的领导官挺大呀。后天你就知道了，你们好好准备就可以了。好的，杨叔，我们一定好好准备。对了，我听小翠说你在燕京也买了一套4合院，她说你说的以后会大涨价。京城的院子有投资前景吗？不是一般的前景，大前景。咱们的半导体工厂怎么样了？预计再有半个月能完成1期厂房建设，因为是使用钢结构建造，所以速度快。衙门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所有的钢材都是按照体制内价格购买的。钢结构能满足条件吗？我记得光刻机这些玩意需要恒温恒湿系统。没问题，矮子国那边的恒温恒湿设备，他们亲自设计的，就是造价有点高，小鬼子太精明了。他们原厂的设计图卖了我们50万美元。谁让咱们自己设计不了呢？落后就要挨打，被人家割了韭菜也是没办法。资金还够吗？还行，工资钢等材料比预计的节省了1/3。衙门又协调了市里的建筑公司，咱们可以延后1年支付施工费，勉强够用了。矮子国的第一批设备已经装船了，预计半个月后到。矮子国的工程师会在这指导我们9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这些矮子国人的生活安排好，让他们乐不思蜀，每天灌点酒，让他们把干货掏干净了。如果有想加入咱们华为的，一律高薪，就按照矮子国的工资标准给。对了，您关注过华为电子吗？都是华为系的，怎么可能没关注呢？华为电子发展的比我们好，起码他们的业务开展的很好，利润率也很可观。华为电子有问题吗？
华为电子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我的初衷。华为电子的这种发展模式也不错，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对咱们国内各项产业的发展都有好处，可再有前途，也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啊，他们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听说华为电子那边接受了几百个小中专毕业生，还有上千名待业青年，衙门对他们非常满意。可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即便是在发展30年，别人只要有钱就能复制你的模式，无非就是一个厂房和工人的事情。你是想说以前你提到的通讯行业的研发？我记得佟大卫不是已经招了一批人了吗？还没开展起来，这是我最纠结的地方。佟大卫对研发根本不重视，半年多了，研发中心的大楼都没盖呢，指望他是不可能了。你说咱们再重新开个公司或者研发中心怎么样？你可要考虑清楚，要是华为再来个烧钱的项目，咱们可负担不起。如果咱们走一条冒功绩的路线怎么样？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人，科学院计算机技术发展公司的柳周志。去年柳周志来过我们公司，他们正在研发一款电脑汉字显示系统，有一些芯片需求，我们专门成立了汉卡的芯片项目，进度还不错。计算机所那边总体比较满意，估计再过1个多月就能流片。你的冒功绩的提法和柳周志一模一样，说说你的想法，我帮你参谋一下。现在咱们国内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程控电话，对程控交换机的需求会非常大。我想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专门负责销售、研发程控交换机。你想代理国外的品牌，然后模仿他们？谁说要模仿？是小小的借鉴一下，大部分还是要咱们自己研发。如果你用贸易来养着技术研发，倒是占用不了多大的资金，应该可行。那你纠结的是什么？地点，新公司开在哪里的问题。我的目标是港岛一家通讯设备公司的产品代理权。如果把公司设在深城，方便联系，可又会脱离我们的掌控，天高皇帝远的。要是掌控者和佟大卫一样闭上眼睛赚钱，咱们也干预不了。要是设在燕京，一个是没有税收优惠，这产品税太高了；二是和港岛那边不好联系。我正在纠结呢。可现在国内主要采购的是思科的程控交换机，你想插一手，能插进去吗？这个倒是没问题，每个市级的邮电局都有自行采购的权利。思科吃不了独食，咱们拿下一小块区域就满足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去深城？我是实在没人，或者说你推荐一个人也行。说实话，我老了，不想挪窝了。我给你推荐2个人吧，一个是管理型的人才，叫韩轩，现在就在华为半导体任技术管理处的经理，今年48岁，以前是燕京钢铁厂行政处的副处长，去年下海后加入咱们华为半导体。还有一个科学院的院士叫倪向南，汉卡系统就是他带头研发的。倪向南加入华为了？我只是认识，还没加入华为呢。你要是想接触的话，我去牵线搭桥。那就让韩轩南下，倪向南加入华为半导体，我让徐礼去办。如果全职过来，华为半导体的总工程师给他留着；如果是兼职，每年给他100万研究经费，随便他研究什么。国美的发展非常不错，京城内的4家店盈利非常可观。外地的商店建得如何了？外地的不好弄，实在是没有场地，加上老板你要求的把铺面买下来，更难办了。我说的是尽量每个城市的旗舰店买下来就行，还是以租房子为主吧。那压力就小多了，开店的速度能再加快一点了，争取1年的时间把北方的省会城市占完了。老板是不是觉得太快了？可全国电器的产量每天都在提高，计划价的比例每月都在降低，市场价商品供应慢慢的会非常充足。如果现在不占领这些省会，让别人先开了店的话，咱们会非常被动。我们国家早晚要抛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咱们国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商品也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尤其是轻工业商品及其上下游产业链的生产资料，都会面临价格体制的改革。生产资料计划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生产资料价格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这就产生了双轨价格。同一种生产资料同时实行2种价格的说法，它是指同一种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国家计划供应部分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对非计划供应部分的生产资料实行市场调节价格。如果商品的价格从计划经济一下迈入市场经济，你能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吗？物价飞涨，老百姓买不起商品。就是这个理，商品的奇缺势必会造成商品价格上涨，但老百姓的工资不涨也不敢涨。一旦物价上涨，工资跟着上涨，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我给这种现象命名为硬着陆。那么什么是软着陆呢？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物价双轨制，强行把物价稳定在一定的水平，逐步减少计划定价商品的供应量，直到完全实行市场价。那您认为这种双轨制会实行到什么时候？物价双轨制是一种过渡方法，商品极大丰富时，计划物资会撤退出市场，最晚到92年或者93年，最早大概会出现在90年左右。你可以想象一下，会对国美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等到了90年左右，我就不用这么辛苦的跑厂家了，而是厂家应该跑到我们国美来，请我们销售他们的产品，是吗？还有吗？老板曾经无数次的说过，要以顾客为上帝，意思是要把顾客伺候好。我们现在服务好，就是在积攒口碑，等到了那时候，大家才会到我们店里来。用一句话来凝练，那就是市场为王。现在是卖方市场，将来肯定会是买方市场。现在资金还够吗？要是老板再支持100万，我的信心就更足了。我这里现在也没多少闲钱了，等到8、9年以后，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这几年全靠你自己自力更生。今年刚开通的寻呼机，您拿1台试用一下。这玩意不便宜吧？不便宜，一台要1000多块钱，1个月服务费20块钱。国美的店里有卖的吗？没有，这玩意要和寻呼台配合才能用。老板，听说寻呼台允许一般公司建立，要不要我们也建一个寻呼台？
咱们不趟这个浑水，这玩意在南方早就有了，北方还是落后的1年多的时间。不过这个是数字的，比南方的模拟信号更好，多弄几台给徐里他们都配上，钱从华为总公司走，你也一样，你可以试着联系一下寻呼台，如果对方同意，国美电器可以帮他们代销寻呼机，这是增加客流量的好玩意。放心吧，我已经接触过了，不过对方一台才给我们50块钱的代理费，和冰箱洗衣机没法比。海鸟牌的冰箱卖的怎么样？别说，人家海鸟的冰箱就是好，噪音小，价格不贵，老百姓慢慢的接受了海鸟冰箱。礼貌、漂亮国、矮子国、德意志国、不列颠国等几个国家联合签订了一个协议，名字叫广场协议，大意是矮子国和德意志国的货币在未来的几年内有序升值，减少漂亮国的贸易逆差。该来的还是来了，矮子国那边是什么反应？他们就差举国欢庆了，日元升值增加了他们现金的含金量，可以更大规模的买了，甚至有人喊出了买下纽要克的声音。矮子国内日元升值的目标价位是多少？有没有专家分析？财经记者已经疯了，他们认为很可能会从现在的1比200多变成1比125左右，也就是说升值1倍。对了，德意志国也有投资的机会啊，可惜了，摊多了嚼不烂，咱们就这么点盘子，就不去欧洲凑热闹了，好好的把矮子国经营好就行了。你随时关注着股市，估计股市要进入上升快车道了。如果我们的杠杆水平掉到1倍左右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好，没问题。对了，高盛正在做黄金的期货，问我们要不要也操作一把黄金期货。不要在矮子国操作，让港岛那边进行。美元贬值势必会推高黄金的价格，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最难的是预测黄金的最高价格。高盛说黄金目标价了吗？高盛集团分析认为，黄金每盎司最高能到505美元左右。现在是多少钱？现在是410美元。黄金期货多头，目标价位499美元全仓。要不要留点？不用，大概率会上涨，只要到了499美元，立刻撤退。行，我明白了。老板，矮子国签订了广场协议，我已经知道了。怪不得日立公司非得让用日元支付呢，原来是日元要升值啊，咱们可亏大发了啊。没事，反正汇丰银行的贷款已经全部兑换成日元了，不存在吃亏不吃亏。日立那边是什么反应？大部分日立公司的员工兴高采烈，认为自己手里的钱将会更加值钱，但大部分高官都愁眉苦脸的，估计日立公司的出口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我估计漂亮国很快会向日立公司下手，我再交给你个任务，想法子把日立公司的芯片设计软件拿下来，不是卖给我们成熟的版本，而是全部的软件源代码，不惜代价。软件工程师要不要？如果能把项目部整体挖过来，那就一起弄过来。这个项目放到港岛那边，可以承诺比矮子国的工资高10%。如果他们的光刻机技术也卖的话，也不惜代价，但钱要等到90年左右才会支付。光刻胶要不要？要，8英寸晶圆技术也要。总之是只要是技术都要，不局限于芯片行业，但是资金要在90年支付。咱们现在没钱，我得再给佟大卫打个电话。童哥，广场协议知道了吧？知道了，明天派人去矮子国和任天堂公司谈一下，增加我们华为代工的规模，这次应该会比较好谈。如果任天堂不把代工给我们，那他们的出口成本会大大增加，对吧？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漂亮国再增加矮子国产品的关税，任天堂要损失1半的利润，但咱们不一样，咱们即便是1分钱的代工费都不要，都能依靠出口退税来盈利。好的，我知道了。礼貌，今年你在哪里过年？我想把我爹娘和兄妹接过来这边过年。太好了，那我也让我爸妈过来这边过年。老大，这就是你买的房子？这是房子吗？这是宫殿啊！你冒前大爷和我说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比咱家的新宅子大点而已。爹，这叫啥呀？你还没去真正的宫殿看看呢，那才是奢华呢。赶明我带你去瞧瞧。老大，有钱了别招摇。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就一直说出门不露白，露白会失财。你这已经不是露白了啊，你这是明白的炫耀了。知道了爹，以后我会注意的。小翠他娘俩不住在这吗？杨小翠的宅子在隔壁。杨家也买了宅子，一样的吗？他那个小点只有2进院子，比这个小1/3。爹，你说让小妹到燕京来上学怎么样？你还在上学呢，让你小妹过来谁照顾她？您和我娘啊，你们也别回村里了，就在燕京住下吧。胡说，家里的地谁伺候？还有咱家的生意怎么办？想一出是一出的，他们3个不用你管。那让三妹过来，她可以照顾自己了。不行，你顾好你自己就不错了。我和你娘都在，轮不到你安排他们。那你也不能耽误三妹读书啊，每天让她和你们一样的早起卖猪肉，这可怎么能行？我和你娘不会算账，全靠着她，不然我们找钱都不会找。二弟我倒是不担心，他从小就学习好。三妹是真愁人，她这个学习成绩，高中都不一定考得上。要不我安排她去港岛读书。再说吧，女孩子家家的，能念到初中也可以了。20多年了，终于又回来了，真好真好。老童啊，回来了。回来了，老王，咱爷们20多年没见了吧？是啊，20多年了，自从你偷偷跑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这位就是你父亲了吧？李老弟，咱们终于见面了。童老哥你好啊，俺是早就听李茂说他童大爷对他的帮助，一直没机会当面向您道谢呢。是孩子自己争气，和我可没关系。物是人非了，和记忆里的完全不一样了。可不，当年你的宅子被衙门收了去，里面最多的时候住了10几户，后来衙门返还宅子后又重新修缮了，当然和以前不一样了。李老弟，老王，咱们去转转，让他们年轻人谈谈工作。
自从广场协议签订后，矮子国人和疯了一样，天天幻想着买下纽约客，民族自尊心爆棚了。大部分人的投资首选是股市和楼市。年底前，衙门发布的公告称，矮子国的股民数量比年初增长了10%，几乎都是在9月份后开户的。这种情况只有80年那波大涨之前才有。衙门是什么态度？矮子国在10月份的时候降息，想刺激国内消费，现在来看效果不错。他们的政策导向是错误的，如果不对投放到市场上的货币进行引导，资金最后的流向肯定是股市和楼市，对消化他们商品的过剩产能一点帮助都没有，最后反而会降低实体企业的利润。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年后陈哥还是回矮子国坐镇，中间肯定会有小幅度的摆动，不必在乎。整体杠杆在5倍左右就很安全，以后根据情况再加杠杆。好，过完正月15我就回去。童哥，华为电子那边怎么样？很好啊，所有的工人加班加点，现在手上的订单要3个月才能完成。任天堂那边还在追加订单，新厂房至少还要3个月才能建成。那就把电子手表停产了吧，或者把技术卖给别人，全力生产任天堂的产品。我也是这个想法，计算器和收音机我都打算停了，这玩意没多少利润，关键是占着咱们2个车间呢。把技术卖掉吧，空出来的厂房一部分给任天堂的掌机。你看看这个寻呼机能代工吗？比任天堂的工艺还要繁琐，你看这些焊点全是机器焊的，标准非常统一，我们的设备还满足不了，需要更新设备才行。华为电子能负担得起更新设备吗？一条焊接生产线至少要上千万美元，咱们还买不起。如果电路板直接采购成品的话，没问题，其他的芯片焊接可以采用人工。那你安排人去摩托拉那边接触一下，寻呼机的外壳和液晶屏幕咱们国内都能生产，免费代工也要把它拿下来，咱们还是吃外壳和液晶屏的差价就行。你觉得寻呼机有市场？有，最大的市场可能就在国内，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普及移动电话了，这玩意也就是个鸡肋。可咱们国家的消费水平有限，我记得你的大哥大要好几万块钱，谁买得起？寻呼机至少有10年的发展前景。那我年后就安排吧，我还以为你的目的是大哥大。杨叔，不是说县里还有工作吗？咋又脱开身了？我的工作有变化了，前几天接到的调令，进京任职了。进京在哪个部门？体改委。副司长？怎么可能？我这满打满算在县处级才2年的时间，司长助理、一处处长，主要负责全国县级企业改革。是不是国家在改革上有大动作？你小子的敏锐性倒是有了，从一些细枝末节上能发现问题，不错。恭喜杨叔了，您这一下子成了大官了，在哪都是为人民服务，当官非我意呀。杨叔，您家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别告诉我您是白丁一个，打死我都不信。就你鬼精鬼精的，我有什么背景啊？家里简单的很，小翠的爷爷奶奶去世将近10年了，我还有2个姐姐，但一直不来往。你刘阿姨家里更简单，就一个弟弟在当兵，也只是团级干部。其实来京城上班真不如在县里舒服，心累。心累。司里安排我们处制定关于小型国有集体经济改革试点方案，本来很简单的个事情，已经个多月了，一还没最终定稿，光扯皮了。压力来自哪里？内部还是外部？主要来自内部，大体呈2种观点，一种认为一卖了之，彻底私有化，衙门既甩了包袱，又能得到一笔钱；一种认为衙门应该继续加大对小型经济体的扶持力度，坚决不能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子。您是怎么想的？我比较倾向于采用承包或者入股的方式，政企分开，企业就做企业的事情。您这种方式就没人附和吗？有，但声音很弱。其实不管是私有派也好，保守派也罢，他们都是走向了2个极端。您的想法才是折中的好法子，但我认为承包会为将来留下巨大的后遗症，和挂靠一样，都有归属不清的弊端。怎么叫归属不清？个人承包了企业，赚钱了你拿分红就行了，企业还是衙门的。那企业的发展怎么办？我辛辛苦苦赚了钱，我都拿回家多好，为什么还要考虑企业的发展？少拿点钱回家，也是为了明年赚更多的钱啊。明年你还承包给我吗？有人看着企业发展好，要过来抢承包权怎么办？例如我又新建了个厂房，这个厂房是谁的？是我个人的吗？可厂房是以企业的名义建立的，那是企业的吗？可这是用我承包赚来的钱建的。你考虑的比我全面，我再考虑一下，完善一下方案。杨叔，我们村有个人从镇上找了50多个泥瓦匠，帮燕京市建筑公司盖楼，他承包一栋楼的价格比建筑公司自己盖还少10%。你说为什么盖同样的楼，成本差别这么大呢？为什么？因为干劲不一样，建筑公司的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可私人这却是干1天活给1天钱，干得多就多给，所以私人手下的工人肯定会使劲卖力气，这就是国营和个人的差别。那就不能在国营企业里实行这种制度？能啊，关键是你实行得了吗？毕竟既得利益者太多了，又没有新得利益者支持你，你怎么实行？你这观点和政治上的手段差不多了，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是他老人家说过的话。礼貌，陪我去百货大楼买衣服，过新年买新衣。百货大楼的衣服那么丑，买它干啥？那你说去哪买？你看他们从港岛来的，穿得多时髦。那我总不能去港岛买吧？对啊，现在国内的成品之一好像还没有牛仔裤什么的，要不然把港岛的衣服运过来卖，实在不行成立个品牌，再建个生产厂，走，找徐丽去。
老板，目前只能找港岛代工，但涉及到外汇问题。我记得我们县城里有一家服装厂，你觉得拿下来怎么样？我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关于体制改革的文件虽然已经发下来了，但想拿下服装厂难度还是不小。老板，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成立公司时间太短了，缺少底蕴。人家都说自己是几百年的品牌，我总不能说咱们照100年老店还差99年吧？咱们县的服装厂也没有多久的历史，为什么不在京城找一个有历史的裁缝铺之类的？哪怕已经关停了的都没事，咱们可以帮助他们开起来，然后收购或者2家公司合并嘛。这是个好主意，徐理，这是你去打听一下，但服装厂还是要有，我去找杨叔叔。现在政策是下来了，但收购不行，只能入股。工人的事情怎么处理？你们全盘接手。这咋可能啊？尤其是对退休人员来说，我们接不起，光医药费就是天文数字，得不偿失。那你能拿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退休人员由衙门安排，在职职工要通过我们的考核才能上岗，一旦上岗，按照华为系的薪酬体执行，难度比较大。衙门规定的最低标准是全盘接手在职职工。杨叔，你看看韩立县服装厂，200多个职工，有50多个管理人员，1/4从事非盈利工作，包袱太大了，我们小胳膊小腿的扛不住啊。衙门想甩包袱，又不想付出，还要占股新公司，您觉得可能吗？不能衙门好处全拿了，一点责任都不想背吧？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我让人调查服装厂那边已经有了入不敷出的苗头，赚的那点代工费只够所有人的工资，还有几10万医药费等着报销呢。您看我们自己的厂子，同样的代工费却能留有结余，县里的厂子就不行。归根结底还是企业的体制不行。再说了，只有企业有钱了，才会想着更新换代设备，赚的代工费更多，形成良性循环。要不是我们自己弄了一批设备，咱们县里的厂子效率更低。说实话，县里的厂子唯一令我们满意的就是熟练工人，其他的不值钱。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吧，你们写一个报告递交上来，我们部里和县里讨论一下再说吧。半导体这边怎么样？每个月的亏空非常大，会计记账科目中的折旧成本一下子增大了好多，尤其是工厂那边。去年的研发经费是多少？800多万。今年的营业状况改善一些了吧？改善了不少，35单片机和给畅享汉卡芯片非常好，但现在不知道到底能有多少营业额，一直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砍一点研究经费？不行，要不把港岛的软件公司搬到燕京那边的成本相对来说高一些。徐理，咱们贷款行不行？老板，银行只针对国企贷款，咱们不符合要求。真缺钱啊！杨小翠，明年毕业后你打算怎么办？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还不知道呢，你呢？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问问你啊。留校也不错，可我不想当老师了。如果想留在燕京，只有考研一途了。你要留在燕京？是啊，要不就得回原籍。可公司怎么办？总不能搬过去吧？杨叔回来了。你们的方案我看了，我和部里商量了一下，又把县里的同志喊过来，大家一起商讨了一下，提出了个新方案，你看看行不行？县里的制衣厂和县里的制衣厂合并，根据固定资产多少，大家联合成立一个新的制衣企业，独立法人资格，主要是为你们的服装做配套。管理层由我们2方派驻，一共5个管理层，你们公司3个，县里派2个。县里的工人怎么处置？分2部分，同意加入新厂子的要放弃工人身份和铁饭碗，不同意的全部转移到县农机厂，包括退休工人。县里不得插手公司的事务，高档制衣公司代为管理新厂子，不同意加入新厂子的工人可以继续安排在新厂子工作，新厂子按照人头给予农机厂一定的租赁费。安排人去县里谈吧，你这也算是帮县里解决一大问题，但这个试点不好做啊。杨叔，只要这次成功了，什么酒厂、农机厂、锻造厂都可以依葫芦画瓢，等过几年您再看，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愿人民不要骂我，如果你想要农机厂和锻造厂，我也可以替你牵线搭桥。就这一个厂已经够我头疼的了。杨叔，您不能逮着一只羊薅羊毛啊。老板，我找到一个铺子，主做女性旗袍。清朝的时候，达官贵人是铺子的常客，成立于1885年。他们的服装叫做宜华农，他们的后人在东直门那边开了个个体小店，但已经抛弃了手工定做服装的传统，只是从秀水街批发服装后售卖。去联系一下这家宜华农，争取把他们的铺子拿下来。宜华农的东家可以进入我们公司的设计部，负责旗袍的设计。你小子过来是因为经济系升格的事情吧？您盛名，过来打探消息。就知道你是无事不登3宝殿，消息是真的，学校已经报到部里去了，升格应该是迟早的事情。那明年留校的名额是不是非常多？可能会留5到8个人，但本科阶段只留3个，剩下的留研究生。你想留校？还没想好，我就是想打听一下，如果我不留校，大概率会分配到哪里？可能会回原籍，部里只要研究生，燕京这边优先安排燕京生源。不过你放心，咱们学校毕业的几乎都在省会工作。如果我不想留校，还想留在燕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的研究生可以考虑一下。考你的研究生？怎么不乐意？一般人想考我的研究生，我还看不上呢。只要考了我的研究生，想留校就留校，想进部委就进部委。别以为你还有1年才毕业不着急，今年年底是研究生考试的日子，只有半年多一点了，早点准备早好。听说有研究生保送名额。你知道的挺多，不过等你考了全班第1再说，别天天净想着请假，1个学期都见不到你几次，像什么话？
徐理，咱们要把易华农打造成国内高档品牌，现在电视台的广告费怎么算的？燕京电视台那边是黄金时段30秒，20万块钱每月。报纸那边根据报纸发行量不等，最高的是华夏日报，一版1个月的广告费是3000块，最低的只要800块，是区域性的报纸。电视台先买1个月的广告词我都想好了，易华农服装100年品牌，做国人喜欢的服装，潮流都在这，100年易华农。营销这块我是这样想的，各大型城市保留1家直营旗舰店，其他的店铺可以卖给当地经销商，广告里加入我们的号码，然后启动一次招商大会，现场拍卖名额，价高者得。行，我马上去办。李老板，没想到这高档制衣也是您的产业，李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了。见笑了，小打小闹，小打小闹，比不得你们的温泉商会。大家一起发财嘛！李老板能不能给兄弟开个后门？这周那边我们商会包了，1年销售额500万，李老板给个面子。不是不给你面子，这次是面向全国招商，这周那边来了10几个老板，我不好直接给商会，你看这样行不行？到时候你们额度的基础上给你们减去1成，行不行？那就谢谢李老板了。其实1成不1成的无所谓，主要李老板给了这个面子。老板，这次招商大会涉及全国33个省市，一共落实的销售额度是1.98亿，收取保证金330万，第一笔服装款1100万，卖店铺20万。漂亮，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招商完毕后，咱们一定要为我们的代理商服务好，咱们可以派出去帮着他们培训一下店员，全部免费。品牌形象很重要，对他们的监控也要落实到位，营销宣传继续跟上，地方电视台的广告也投入上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大3结束了。你什么时候回家？还要等几天，这边还有事情没处理完。我打个电话给家里，看看我爹和娘想不想到燕京来。要是他们过来，我就不回去了。那他们过来，你就一直待在燕京了？可能不行，我还得去港岛一趟。小翠，要不你和我一块去港岛吧？刚好我还缺个秘书。哦，这可是你要我去的，可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对，是我求你去的。县里的服装厂出事了。怎么了？咱们收购了服装厂后，有1/3的人加入了我们公司，剩下的2/3去了农机厂，但还是在我们的厂子工作。结果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咱们的工人普遍拿到了150块，没有加入的人却只拿到了70多块，他们就闹了起来，把厂子的大门给堵了。那边厂子的人处理不好吗？听说不好处理，厂长通知了农机厂后，农机厂那边根本就不管。农机厂的领导真是不小事，我们给农机厂的工资虽然比不上自己的工人，但1个月也有100块左右了。结果他们只给人家发70多，说要和农机厂的工人持平，否则不公平。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和那边的经理联系一下，凡是参与闹事的，一律退回农机厂，不能端着铁饭碗还要高收入。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工人缺口从社会上招聘，处理方式通知一下县里的衙门。好的，我去处理，顺便去深成电子厂看看。行，那我们去港岛了。李茂和杨小翠一起去了港岛。来到港岛华为后，他就开始了解黄金走势。咱们手里有多少手黄金期货？合约都是到什么时候的？一共280手，全是远期做多合约。目前金价是461美元一盎司，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30多美元。现在卖掉的话，盈利有多少？大概是86万美元。如果再等等，估计还能翻番。不要等了，我们又不做黄金生意，直接卖掉，永远不挣最后一波钱。好，我听你的。对了，陈哥，最近港岛的地产涨得怎么样？今年涨得不错，比去年至少上涨了10%。你对港岛的地产有想法？每次到港岛来都住酒店，真不习惯。你帮我打听一下整个别墅。这好办，怎么说？现在你也是上亿身价了，在富人区跳一套。怎么回事？你怎么也来港岛了？你不是去深成华为电子厂了吗？我接到匿名举报信，举报佟大卫先生和他的秘书季红霞联合侵吞公司资产，对方把会计凭证号都罗列了出来。孙总监认为可能性非常大，但考虑到您和佟总的关系，我和孙总监暂时瞒了您，怕您在中间难做。初步拿到的资料显示，佟总并不知情，应该是佟总的秘书有问题，大概涉及了20万元。还有这事，这个季红霞什么来头？应该是佟总在内地找的妻子，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厂子里弄出了一车任天堂的掌上游戏机，以20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粤海省粤海市的电子经销商。但这车祸是有记录的，所以财务就把这车祸以往来账款的形式挂在了账上。经办人是季红霞和佟大卫，这里还有单据。这不是佟大卫的签字？是的，我们已经做过对比了。举报人那边落实了吗？电子厂生产部的副经理举报的，当时他是具体的经手人，为了巴结季红霞，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就给季红霞提货了。后来发现有问题后，这小子就和季红霞要出厂手续，季红霞就让财务部的人给他办理了手续，财务部就把账挂了起来。打电话给佟大卫，让他明天来港。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了，给哥哥留着面子。这只是暴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应该还有更深层的一些事情没有暴露出来。本来接到举报的时候，我打算直接跟你通气的，但又怕事情是假的，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和气，就让徐礼先过来查一查。李茂把事情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要是佟大卫对徐礼有了意见，不利于自己人的团结。李姐，你打算怎么处理？你自己去把窟窿填起来，让徐礼加大审计力度。要是还有问题，提前解决了，季红霞不准留在公司了。具体怎么安排，我不管。行，我来安排。作为兄弟，我也只能劝你小心点。这个女人心术不正，别被她误了前程。哥哥懂，可她有了我的骨肉，我把她弄回港岛吧，毕竟该负的责任还要负。黄金期货卖掉了吗？已经全部卖出，总计盈利75万美元，加上我们的保证金，期货账户一共有158万美元。让人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快倒闭的房地产公司，我想要买一家。具体公司有什么要求吗？
手里土地多，公司股权简单的，最好是只有2、3个股东的那种。咱们要建房子卖。我想了一下，买房不如自己建房，后面又想了一下，不如做大一点，拿点地皮，就算咱们不卖房子，后面卖地皮也有的赚。港岛还真是和咱们内地不一样，你看看大街上这些女的，身上有2尺不吗？再过20年，咱们也一样。那你挺美的，饱眼福了。女人只会乱我刀心，我的眼里只有赚钱。我觉得不对，从高1开始，你的眼睛里只有课本，到了高3，你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但你的性格也开朗了。你知道吗？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我的梦里，你到魔都上大学了，直到50岁的时候都没结婚。哼，肯定都是你害的。高2的时候，你经常偷偷看我一眼还害羞，把人家的心思勾起来，你又不说话。听了杨小翠的话，李茂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杨小翠一直喜欢他吗？难道前世杨小翠不结婚的元凶是他李茂？我还做过一个梦，梦到我结婚了，媳妇特别强势，天天不是嫌弃我这个，就是嫌弃我那个。她和你很像。你的意思是你嫌弃我了，嫌弃我叨叨？不敢，杨小翠，待你长发及腰，我娶你可好？这就算表白了。等回燕京后，我去跟叔叔阿姨坦白。你还挺着急。你比我大3岁，你赚了。其实我的年龄是虚报的，我就比你大1岁。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事情？我爷爷是个军人，72年的时候被打倒了。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参加工作了。为了保护我爸爸，我爷爷的一个战友就把我爸爸的年龄改小了一些，然后到西北参军，后来又调到鲁东。我因为跟着我爸妈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就把上学的事情耽误了，不然也不会跟你一级。怪不得杨叔叔工作提升得快，我估计是你爷爷的余音。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过2天我们就回去吧，你看看你想买什么，这2天我陪你逛逛。看来咱家的白菜要被猪拱了。你这人真是的，前段时间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你也喜欢李茂这孩子，这回的脸拉得跟驴一样长，你有意见？我有意见就憋着，不准说。小翠，我打电话和李茂的爹娘说过了，他们年底会到燕京来，先给你们把亲事定下来。这么着急，咱闺女是嫁不出去吗？听你的，听我的。你的。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咱们的服装生意怎么样？我先说说国内的销售情况吧。不得不说，李总营销的手段太高了。除了我们的广告外，我们的招商大会也被媒体报道了出去，引起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广告。目前国内新开业了20家专卖店，预计年底的时候能再增加100家左右。7月份的销量比6月份增长了300%，销售额增长了700%。这得益于咱们新增的益华农品牌大爆发。不过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银海省的代理商没有建设专卖店，反倒是把我们的服装放到了批发市场上。我们已经取消了对方的代理资质，还没找到新的代理商。当时应该有好几个经销商过来竞价吧，让第2名补上不就行了？银海的代理商是当地的地头蛇，别人不敢接这个代理权，对方已经放出话来，不会让我们的专卖店开起来。为了银海省专门开一个招商会又不值当的，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放弃银海省。这样也行。我们准备扩建韩立县的服装加工厂。资金怎么安排的？县里能同意扩大吗？县里巴不得呢，加工厂那边的盈利也不少，县里同意不分红，直接扩建工厂。只有工厂不断的扩大，才能帮着县里消化掉足够的工人。对了，市里可能会给我们发个牌子，好像叫创汇先进集体。有啥用？别小看这块牌子，只要有了这块牌子，我们就成了衙门重点关照企业，相关部门对我们的检查也会相应的减少，公安局也会加大对我们的保护力度。还有这种好处？你以为衙门是随便给块牌子就完事了啊？咱们公司在非公经济里面是最大的创汇单位，市里恨不得派个官员专门为我们服务了。有点事情和你商量，明年就毕业了，有什么想法？杨叔，你说我考研究生怎么样？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情我也不打算再瞒着你了。小翠的爷爷叫杨如山，解放后正儿八经的大干部，是鲁东某部的2把手，被某大佬多次称儒将。我爹一共有3个小孩，我是老3，上面还有2个姐姐。1966年，我22岁那一年，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面临麻烦，没办法，我只能辗转到北方的岳父家。我岳父的官职和我爹差不多，可事情总不会按照计划走，我岳父也出事了，我又被我爹的战友接到了更北的地方。直到事情结束后，也就是77年左右，我才转业安排到了韩立县。2家4位老人都没活到改革开放。叔，您是官2代啊？那小翠不就是官3代了？胡说什么呢？什么官2代、官3代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你的思想觉悟有问题啊！2个姑姑呢？你就当他俩都死了吧。老板经过20多天的查账，发现华为电子那边一共有50多万对不上账，都是童先生的秘书经办的。童先生自己掏钱补上了窟窿，然后把他的秘书养起来了。男人管不住自己，只能破财了。电子厂那边其他没什么事吧？没有，工人们很能干，都是拿命在拼，而且生成几乎是一天一个样。这种发展速度，早晚有一天会超过港岛。对了，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村产的罐头。是的，是村里的新产品，送过来让你提意见。大爷，咱村什么时候上了鱼罐头项目了？怎么样，味道不错吧？今年5月份开始计划的，给你送过去的是第1批成品。对了，你一个朋友从我们村弄走了1火车皮罐头，好家伙，咱县里的百货大楼都没货，光供应你的朋友了。
你们怎么想起做鱼罐头了？是海洋大学的一个教授教给我们的，人家是大专家，学问大得很。既然你尝了，那就给我们提意见。咱们先说第一个包装，罐头瓶子的做工太粗糙。我记得咱们县里有罐头瓶厂啊，他们的水平不至于这么差吧？我们找的隔壁镇的厂子，县里的厂子忙不过来。再说了，县里的厂子一个瓶子要9分钱，咱们买的才7分钱。味道总体还不错，但太咸了，不适合城里人的口味。太咸的话，一顿饭只能吃1瓶；要是淡点，一顿饭能吃2瓶，这个账总会算吧？还有这种说法？你们准备卖多少钱1瓶？咱们核算的成本是3毛钱左右，供给县里供销社的价格是9毛。听供销社的人说，准备卖1块1，就这么直接卖？有包装盒吗？没有，除了供应我朋友的货以外，你们先别发货了，已经生产出来的就按照9毛的价格卖给我朋友，安排个人到京城来，我给你们出一份方案。小翠，方案你帮我整理一下。第一项是产品改进措施，咸度要降低，起码要符合城里人的口味，油量要加大，吃完了酥鱼后，剩下的豆豉和油能再炖一锅白菜的量正好。罐头瓶子重新设计，培养出国人空瓶子当水杯的习惯，瓶盖子上要印上商标，这是天然的广告。空瓶子当水杯？对，就是把罐头瓶子换成玻璃的，形状做成长方形的水杯状，大家都勤劳节俭，肯定不舍得把瓶子扔掉，做个水杯挺好。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力杠杠的。被你说的，我都想试试了。第二项是品牌建设，不要叫什么光明鱼罐头，改个名字，例如渤海牌罐头，商标一定要提前注册好，省得别人模仿我们的产品。另外还可以弄礼品箱子，一箱装6瓶，包装要精美，不要在乎成本。第三是产品线要丰富，舍弃原来不管啥鱼都叫小咸鱼的风格，例如专门弄鲅鱼罐头、带鱼罐头之类的。第四就是营销，等产品在供销社系统铺开货后，在电视台和报纸上打广告，广告词都想好了，今年过节不送礼啊，送礼只送渤海牌鱼罐头。这广告词倒挺新鲜，听起来挺上头的。你小子怎么来了？有点事想打听打听，是工作的事情吧？想让你考我的研究生的，但现在事情有点变化。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是留校，你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快出版了，明年大2的学生会正式开设这门课，必修课。不过里面的内容有些改变，关于一些盈利点的论述做了删减和修改。为啥？为啥？你那是教经济学吗？经济学就是钻会计制度的漏洞，就是怎么想法子增加利润。还有你列举的国外避税的手段，不适合教给学生。咱们的会计记账制度只要跟上就好了。你看看咱们现在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太落后了，我们华为就已经开始实施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方法了，人家税务局也认可了。怪不得华为年年亏损，你亏损的只是账面亏损吧？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过谁？你以为海淀区的税务局有权利答应你们的记账方法？太傻太天真了，还是年轻了，一点觉悟都没有。衙门已经盯上了华为公司了，放心吧，国家没有监控你们公司。这张表格填一下。出生于1963年10月，我是67年人啊。有人给你改了年龄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改年龄是犯法的呀。是吗？很多人都改过年龄，要不你去问问他们犯不犯法？体改委、经济研究中心、留校这几个都可以，但并不是说你去哪实践就会安排在哪里，还要看学校的统一安排，看单位的需求。接到去体改委实习的通知了。接到了，你被分配到体改委的经济体改研究中心实践，是有人出了力气的，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是体改委的2把手童卫国，享受正部级待遇，是他把你要过去的。他为什么这么关注我？我不认识他呀。你以为你是多大的人物？童副主任有兴趣关注你这样的小喽啰，还不够操心钱。有些事情虽然你没正式说过，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哈。华为系的事情，在大多数高层眼里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明年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是坚决不能承认的，明白吗？你以为你的半导体怎么会招到这么多老教授？下海的人物纷纷往你的华为公司凑，上面想控制我们公司？那不是，教授们是真心帮你，你选择的时机很好，正好符合我们国家的一个科研计划，国家就打算2条腿走路，看看谁能先达到我们的计划目标。是863计划吗？你怎么会知道？你安排了间谍。狸猫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应该不知道这个计划才对穿越者的身份让他脱口而出。863计划是保密的吗？不是有2个老教授提议的吗？可这个计划还没出台啊，你怎么知道的？不是86年3月出台的吗？是86年3月出台的，你知道也很正常。总之就是说你们公司将会成为衙门重点支持的公司，未来发展可期，但是你不能承认公司是你的，总公司的股东只是和你重名而已，坚决不能承认。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就安排。爹娘，你们怎么来了？老大还蒙在鼓里呢，咱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你和小翠的事情。傻小子，你刘阿姨给你改年龄大事情，你爹是同意了的，村里也嘱咐好了，就是为了今天我们过来是和亲家见面的。你说你小子也行，和小翠谈恋爱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好家伙，我说我的年龄咋被改了？感情是想要我早点结婚？这次过来先把亲事定下来，结婚的事回村里再说。走，去小翠家。
你二位到了，晚上的菜已经订好了。王叔，你也知道我要定亲的事，合着就我不知道？以前你的心野得很，大家就打算瞒着你，先把亲定了再说，名分一定，你还能怎么样？但后来发现缘分怎么都挡不住，你俩能走到一起，我们这帮老人都是乐意看到的。我给你和小翠算了一下，这是天作之合，没有之一。王叔，你还会算命？和你俩的八字的时候，我发现在你52岁那年有一大劫，正好小翠能帮你渡过难关，难得的好姻缘啊。52岁，这不是我上一世重生回来的年龄吗？是天意注定，还是我被安排了？要定亲了，我总该给人家点定情信物。王叔，帮我从藏品里面挑个极品镯子吧。这事不用你操心，定亲这样的大事，咱们那是有规矩的，谁还没有一套头面首饰啊？爹娘都准备好了。你爹到市里偷找人打的，什么一克要35块钱呢？这些一共是40多克。李茂看到母亲手里拿着的是黄金手镯、戒指和耳环。在80年代，个人是不准买卖黄金的，买卖黄金一律被称为投机倒把或者走私，一直到90年代初才放开私人买卖黄金。40多克黄金，价值1000多块钱，李茂爹娘也是下了血本了。我寻思着3转1，想你也不缺了，那咱们就送人家点首饰，我和你爹能赚钱呢。看到母亲拿出来的黄金首饰，李茂想起了前世定亲的时候，爹娘啥都没准备，当时还弄得很尴尬。原来不是爹娘不懂，而是贫穷让他们只能装作不懂。诸位嘉宾，今天是李家和赢家2个孩子订婚的日子。作为定亲仪式的总管，我代表2家的家长和2个准新人，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感谢。这里没有外人，都是对这2个孩子知根知底的，咱们就不啰嗦了。下面请李丰年同志讲话。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我儿李茂和杨家女小翠定亲的日子。我代表李杨2家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感谢。李茂从16岁开始一个人漂泊在京城，承蒙各位的帮助，幸得亲家的照顾，才使我儿能在京城安安稳稳的读书。亲家，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孩子进了我李家的门，我们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咱们还是按照古礼来。这是我们的聘礼，希望亲家不要嫌弃。杨可海接过了李丰年准备的红包，这是代表正式接受了。今天我是媒人，在这里我祝愿2个孩子同学同乡兼同志，两性联姻喜定亲，一事预先知必定，将来多子又多孙。从今天开始，小翠就是李家人了。当晚大家都很高兴，李茂和杨小翠也算是佳偶天成了，日子又回到了正轨。转眼时间来到了1987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童卫国。童主任您好，是您推荐的，我来体感实习，谢谢您。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科工委的骆建华同志。接下来的谈话属于1级保密内容，还请知晓。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茂同志，这次把你喊过来，是因为我们有一项比较重要的事情，希望得到华为半导体的协助。你们直接找公司负责人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和负责人接触过了，他说必须得到你的首肯才行。今天过来就是希望得到你的首肯的。我们的制造任务非常紧张，耽误不起多少时间。我们在制造方面遇到了点麻烦，希望华为半导体能帮我们制造一批特殊芯片，去制造就是了。李茂同志，我是科工委的，你知道科工委是干什么的吗？知道，搞国防建设的吗？国防建设需要你们华为电子出力，难道你要拒绝？我说过了，你们去制造就是了。可半导体公司需要你的首肯。童主任，好像我没有反对吧？也同意他们去制造了吧？你确实同意了，我作证。李茂同志，听说你在这实习，还不是这个单位的正式职工吧？正式职工是迟早的事情。骆建华想用工作的事威胁李茂，没想到被童卫国对了回去。我记得当时引进这2条生产线的时候，和矮子国的协议已经向有关部门备案了，有关部门也认可了我们签订的协议。你知道一旦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吗？你们科工委压根没想过吧？华为半导体会被欧美主要国家制裁，就像漂亮国制裁日立公司一样，强大如日立公司也经不住漂亮国一击。你们是不是觉得无所谓？反正死的又不是我，损失的也不是国家的钱，跟你们没关系。难道你们不知道厂里常驻了6个矮子国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盯着生产线，尤其是那条4英寸生产线，24小时不离人。你们是不是觉得帮你们制造点小东西很简单？如果国家有需要，哪怕要我的命都行。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作风让我很不喜欢。明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你们却选择了对你们来说最简单，但对别人来说是灭顶之灾的方式，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谁给你们的勇气？我的损失你给我承担吗？李茂同志，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想寻求一下帮助。但我没看到请求帮助的态度，或者说你们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更甚至说你们的心里是鄙视我们的。小子说的对，我们正在改革，改的是什么？是体制，是政策，都不是，是思想。思想改不了，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为了配合863计划，我们曾经专门就高技术产业做了一个调研。你们知道一条4英寸生产线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提高有多大的帮助吗？在3到5年之内，会让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提高一个档次。为了你们几块芯片，就葬送了我们国内唯一一条4英寸生产线。是谁给你们的勇气？不好意思，李茂同志，你有没有更好的法子替我们生产芯片？有，听说电业局要给我们厂换变压器，需要停电2天。我也听说这个事情了，还是免费更换更大功率的变压器，什么时候开始换呢？听说是过年期间。那就是过年期间了，不错，李茂同志不错。童主任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回单位了。
我有一个孙女叫童玲，今年也考到你们系了，抽空你们可以见见。童主任，我定亲了。你同学？对，高中同学。是杨小翠吧？以前认识杨如善，这是个嫉恶如仇的铁血汉子。如果当年他不是硬扛着，估计不会出事。童卫国和杨小翠的爷爷是同一时期的人，他知道里面的事情。算了，不说这些了。你的实习期快到了吧？按理说应该到了，学校让这几天回去报道。行，我知道了，今天就这样吧，后续有什么困难再沟通。回来了，填一下这个。这是入衙门申请，以后都要听衙门话，跟衙门走了，快点填吧，全校独一份的。狸猫意识到这是答应帮助科工委以后，衙门的奖励来了，但这并不是他希望得到的。虽然他不打算参与政治，可真的能完全脱离政治吗？这张表格他还是填了。虽然不知道你小子帮了国家什么忙，但这还真是个特例。帮科工委造芯片的事属于机密，不是什么人都能知道的。从村里派来的人来到了燕京，这次是为了电视广告来。这次带来了50万，支出要求1分钱不准带回去，全部砸到广告上。这么多，够好几个月的了。公司的资金比较紧张，建了厂房，又大规模的铺货，只剩下50万了，我全带出来了。最近华为公司那边要了1000箱罐头，市衙门和县里要了500箱，大家普遍反应很好，我们觉得这个罐头有搞头，生产能力能跟得上吗？没问题，我们和市里的水产公司合作，他们打到的小鱼量不少，咱们公司的车间要是全部开启，1年5万箱的产量完全没有问题，只要销量好，看到了回头钱，我们能立刻增加新厂房。你放心吧，支书说如果人手不够，他会联络旁边的村子给我们收拾鱼，我们只做加工就好，产量估计还能翻倍。行，徐丽，你带他去联系一下广告，务必在春节之前落实下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昨天晚上我和科工委的人商量了一晚上，准备从年30开始停机检修，期间电力部门会给我们更换变压器，所有员工放假到正月15。今天文件会发下去，从正月初1他们带几台发电机过来。矮子国的人可能有回国的，咱们承诺报销来回机票；不回国的，你看看带他们去旅游，或者到你老家那边去玩玩，费用全部报销。行，我看着安排。在矮子国人看来，这是完全停工的节奏，不盯着也无所谓。到了过年的时候，狸猫就回村了。今年杨小翠一家留在了燕京过年，没有回来。不得不说广告的威力太大了，还好我们又装了一部电话，这2天电话就没有停过，全是订购罐头的。开始发货了吧？发货了，村里的货车都不够用的，还好县里又给我们调了几辆，供销社都是自己来拉。大爷，咱们村要弄个招待所，你看门外面这么多人在这等着货，不能老让人家在车里住着吧？大晚上的太冷，别冻坏了。是这么个理，以后到咱们村来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要是不安排好住宿和吃饭的问题，别人肯定对咱村没啥好印象。我觉得也不用弄太好的招待所，就把大队部的2楼拿出一半来就行，一个房间安上4张床，一个床位收10块钱，我想没人会拒绝吧。10块钱太贵了吧，谁舍得住？10块钱不行就8块钱，不指望赚多少钱，只为咱们的客户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我觉得可行，以村里的名义办吧。再问问谁家想开个小饭馆不？住宿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要解决。好，我一块安排。鱼罐头这个产品还要继续深耕市场，在未来的2年之内，就以稳定鱼罐头市场为主，利用鱼罐头的热销，建立我们自己的销售网络。依靠供销社并不保险，记住了，只有2年时间。这2年时间内，你们要继续加大和高校的合作，不只是海洋大学，还有什么农业大学都要合作。我先说一个产品，我们家不是在卖卤菜吗？你们要想法子解决猪耳朵和猪蹄子的保鲜技术，2年后推向市场。这玩意有什么好的？要想吃直接买就是了，何必要买包装的成品呢？我上火车的时候就喜欢吃点，可新鲜的放不住，您说是不是？好像是。当然还有很多东西的保鲜技术都可以研究，还有弯弯那边有家做方便面的，完全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嘛。我们要在快速消费食品方面往深处推进，等30年后，我希望我们的光明实业能在国际上和那些巨头竞争。虽然我还不太懂，但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们又要发财了。不服不行，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跟人家礼貌好好学学。咱村就你俩是大学生，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你什么时候回京？初7就走。我和你一块去吧。去看看杨小翠。自打你俩定亲了，我还没见过她呢。你是怎么回事？无精打采的。与雪娇结婚了，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一个女人值得吗？不是我说你，你天天的要干什么？正事不干，我看大爷都愁得慌。如果你觉得没有目标和方向，那就和我去一趟燕京。过了年后，李茂就和李惠国一起回了燕京。杨小翠，没想到我来燕京吧？还真没想到。这院子是你的？没错。怪不得我一直听我爹说你做的大，这不是一般的大，咱俩是真不能比。过年期间没出去玩玩？没有，燕京一个亲戚都没有，也不知道去哪里玩，就是大年初1的时候去逛了个庙会。没去你姑姑家？怎么可能去？你爸爸和姑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搞得和深仇大恨一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听我妈说过几嘴，好像和我爷爷有关。我的2个姑姑第一时间和我爷爷划清了界限，我爸爸就恨上了他俩。不过我妈说不怪我2姑姑。叔，这是我丰前大爷的儿子李惠国，跟我到燕京玩玩。杨高官你好。我记得你在这州上大学。是的，大4了，和杨小翠是1级的。毕业后准备去哪？安排好了吗？
本来打算在泉城或者绿岛，李茂建议我到东浦市，我爹说年后他去市里跑跑，看看能不能安排到市里。留在泉城或者绿岛挺不错的，外贸公司应该会欢迎你到他们那工作。李茂建议我到衙门去工作，而不是外贸公司，我也认可李茂的看法。这时的外贸公司可是铁饭碗中的银饭碗，几乎是处于垄断地位，任何想出口的东西只能通过外贸公司。你建议去衙门，为什么呢？要我说，最好是在省衙门参加工作，工作2到3年后，以下放的形式到镇上或者县里工作几年，那李惠国的仕途就彻底打开了。那你怎么不想着去镇上或者县里，死皮白脸的留在京城呢？因为我岳父惠国，如果有难处，跟叔叔说，在东浦市那边，叔叔还是有点面子的。谢谢杨叔了，到时候妥不了要麻烦您。毕业论文题目你自己选，不过我建议你选一下光明实业公司当做毕业论文，一是你比较熟悉，二是光明实业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要不再加点其他公司？别的公司你又不清楚，还要去调研，差旅费怎么解决？如果是你自己出钱，就太出风头了。要不我和经济研究中心那边联系一下，让经济研究中心也参与进来，差旅费让他们出，研究成果咱们和研究中心共享。这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可以和研究中心成立一个横向课题，这个课题对你评职称有好处。你的论文可以在研究中心完成，你的办公桌他们还给你留着呢。我现在是正式工了。没错，上级人事部门已经就你的工作问题和我们沟通过了，你的工作单位就是经济体改研究中心。李茂和单位里的同事一起出去了调研，李茂特地在调研里加了一家深城的公司，他已经提前和佟大卫联系好了，去深城华为电子看看。陈哥，你也来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为了咱们在港岛拿的那块地来的。按照你的意思，一共建了22栋别墅，完全能达到您的要求。之前李茂收购了港岛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港岛拿了一块地，李茂要求建别墅来卖，顺便给自己在港岛安个家。请风水先生看过了没有？看过了，风水先生认为这个布局非常完美，有山有水，依山傍水，利于人口生聚和聚财。还有一个事情，燕京华为是不是站国家队了？何出此言？欧美那边很多人问过我，两个公司是不是一体的？估计他们听到了什么消息，这可能会影响到华为投资的发展。两个华为一听就知道有关系。我们是帮了国家一点点小忙，群众里面有坏人啊！实不相瞒，华为自从站队后，国内的产业好像被人施了一把化肥一样，疯狂的增长起来。尤其是国美电器，要冰箱有冰箱，要洗衣机有洗衣机。燕京百货大楼还在厂子外面排队拿货呢，黄俊烈都开着车把货提走了，优先级明显不一样了。但咱们国外的产业不能不顾，想想办法。通知下去，下个月在燕京举行会议，华为所有股东及高层全部都要来参加，商讨公司未来的走向布局。行，我来安排。对了，陈哥，今年股市可能会有一波长时间的下跌，我预计下跌时间会超过3个月，你注意一下，只要下跌到一定程度，立刻抄底，杠杆加到10倍。高盛那边呢？一样的操作，别忘了，高盛的利润也有我们的20%。好，我知道怎么做了。李茂和同事进行了大概半个月的走访调研，回到燕京后，他着手准备毕业论文。民营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李茂，你可要考虑清楚了。我不建议你写这么大的题目，不好驾驭不说，其中的政策风险太大了。黄主任，既然要干，那就要往好里干。再说了，不是还有你给我把关吗？可国内新开始的民营经济何其多，你看看大街上的个体户啊，算不算民营经济？你准备用2个例子就完成一篇这么宏大的论文？黄主任，我们学校门口有很多小饭店，我会再去调研一下。我现在向领导请个假，下周我会把论文的提纲拿出来，到时候请黄主任指点指点。论文指导老师是燕京大学的，校外指导老师是您黄象科。你小子可以啊，你先以毕业论文为主，我回单位后和院长说一声，问题应该不大。好的。老板，你想改公司组织架构？我是这样想的，港岛华为更名为港岛华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盛投资；燕京华为更名为燕京汉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唐投资。华为半导体拆成3部分，现有的半导体研究设计会独立出来，成立汉唐芯片研究院，由汉唐投资直接管理；现有的制造工厂成立华夏芯片国际制造公司，简称华芯国际，会向全世界提供芯片制造业务，能拓宽华芯国际的业务渠道。港岛的软件研究院会独立成为港岛通用软件设计公司，简称港岛通软，交给华盛投资全资控股。华为电子更名为华夏精密仪器代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精代工。华为通信更名为华夏未来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未来通信。国美和高档之一依旧保持现有模式不变，依然由汉唐投资全资控股。到时候股东大会再谈确定具体的细节吧。李茂同志，这2位是部里过来的领导，想找你谈一些事情。平时老丈人可不会这样称呼李茂，用这么正规的称呼。李茂明白来的这2个人并不简单。李茂同志你好，我是部资产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全，这位是汇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谭庆伟，有些事情想和你谈一下。我们关注了前期你们发的小册子，也知道在国外有一些不良政客对你们进行了抵制，部里对你们的政治站位是高度评价的。听说你们将在后天开大会，受部里委托，我和谭庆伟同志受领导委托，和你商量一下你们公司改革的事情。这是我们汇银投资的资料，请李茂同志看一下。我们汇银投资希望能入股你名下的产业，这是入股的方案。什么意思？来分我们的劳动成果？你误会了，我们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真金白银的入股你的产业。你看一下投资方案再说。
我名下的产业居然被梳理得完完整整，甚至对公司的资产总额都有大约的估算。国家面前果然没有秘密。2种方案，一种是用资产换股份，另一种是以现金方式入股，目标是你的燕京华为。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国内很多企业都缺钱发展，你们完全可以入股国内其他的企业吗？因为你的华为系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芯片设计到芯片制造，甚至还有代工。我们认为你的华为通信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国家需要在这些行业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我们不对你们公司的经营行为干涉，只有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希望你们能站出来帮着解决一部分问题。同时，我们也会站在你们身后，提供巨大的支持。你们不入股华为系，要是出了问题，你们就不支持了？那肯定也会支持。谁让华为系完美的贴合了国家的863计划呢？这是不急于一时，李茂还要多考虑考虑，并且这些公司还有其他的股东，他一个人做不了主。听了老丈人的话，李茂知道老丈人也是被赶鸭子上架，才带了这2个人来。我能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准备改革的吗？你们公司并不是小公司，行业内不少人关注着，你正大光明的发出通知要开会，股东之间还要先磋商，我们就能猜出你要有大动作。4月11号给你答复，我还要和其他股东商量，但我可以明确的说一下，现金入股不可能，我不缺钱，如果事情能成，只能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还有你们罗列的这些资产我看不上，不缺什么厅级单位、农机厂之类的，你们可以拿出其他的资产进行置换，例如不涉及军工的装备制造一类的。装备制造，农机厂也是装备制造类的啊。重型装备一类的，这种生产几个小篱笆的企业我看不上。好，我们回去后会抓紧再拿出一份名单。4月11号一早，我和谭经理再过来。那我们先走了。叔，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国家去年实施的863计划并不顺利，他们就盯上了你的华为系，想通过华为系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李树全第一次找我的时候，我是拒绝的，但后来童卫国找我聊了一次，我觉得并不是不行。童卫国找您，不会是他的计谋吧？不是，童卫国没这么大的能量推动这件事情，应该是有更高层的打招呼。不得不说，童卫国说的在理，国资系入股华为对你好处大于坏处，只要做好保密工作，将来你在国内的发展将会顺风顺水。当然，国际上的反应也不得不考虑，这要看你打算怎么办了，要你自己拿主意。国资系入股后好处多多，但万一没做好保密工作，以后华为系在国际社会上可就成了华夏的国资代表了，这是一把双刃剑。你自己看着做决定，这种事情我也替你做不了主。转眼时间来到了股东大会的前一天，童大卫他们来到了燕京。童家的华为电子的资产选择置换燕京华为的股份，陈家呢？估计也一样。对于再次现金入股的建议，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俩就不跟了。今天找你不是这个事情，我想辞职。辞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呢？不是我不想干，而是干不了了。现在真是后悔没多读点书了。当年的条件那么好，我就是不想读书光完了。我干的这个经理太累了，这么大的工厂我管理不过来呀。你不干这个了，准备干什么去？难道回家玩去？不，我和陈家豪商量好了，我俩准备回港岛开个影视公司。那个我懂，反正都是戏子，好管理也好玩。你要是也想投资，算你一股。陈家豪也不干了，矮子国那边怎么办？一会他自己过来跟你说，我不管他那一套，你就说我辞职的事，行不行吧？你辞职了，谁来管理公司？我不管，反正我必须辞职。要是再让我干下去，我非得抑郁了不可。我再考虑考虑。你先说说你对改革的方案怎么看？没问题，只要你决定的，我坚决支持。还有国家入股的事，你自己决定就行。明天开完股东大会再说吧。股东大会开完后，李茂带着股东代表和国家队进行了谈判。如果我们入股成功，部里打算把燕京华为定为副部级企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法？不好意思，我们是外资私营企业，不适合有行政级别。经过昨天我们几位股东商量，已经就华为改革的事情达成了一致协议。没想到你的速度够快，那我们就按照你们汉唐投资现有的模式谈吧。这是我们提供的资产清单，请几位看看。这几家汽车制造厂至少拿下2个。你想进军汽车制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汽车行业不打算进入，但是重工制造是非常有搞头的，我看好这个行业。那些煤矿、铁矿之类的也不错啊。资源类的坚决不碰，除非是国外的。那排名前几名的重型工业制造呢？太贵，玩不起。你看看这几个带华夏2个字的，都太贵了，发展潜力有限，咱们玩玩车就好。我们要我画的这几个厂子。全城汽车制造厂和围城发动机厂2个都在鲁东，好协调。这2个作价1亿人民币，按照3500万美元计算，置换15%汉唐投资股份。他们的资产加起来才8000万人民币，为什么按照1亿计算，最多给你们8%，多了免谈？李主任，这2家厂子我们接手后，会投入至少2000万美元进行升级、改造和技术研发，后续的投入会非常大，希望衙门也能理解我们的难处。这样，如果您能做主，我也做主，2个厂子9%，这是底线了。如果您做不了主，就请您抓紧上报。诸位稍等，咱们国内能卖几辆车，根本就没前途吗？依着我就给5%。别发牢骚了，什么时候见过李茂做错决定了？咱俩只要听着就行了。过了大约1个小时，李主任才返回9%的股份，部里答应了，具体的细节由谭经理负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了，希望咱们多交流。股东方面可能有点变化，港岛汇银占股6%，鲁东商贸公司占股3%。
没问题。汉唐投资将会把全城汽车厂和围城发动机厂整合成华夏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简称华夏重机，公司总部设置全城。就这样，和国家的合作达成了，李茂又恢复了朴实无华的生活。学期结束后，李茂拿到了毕业证，结束了大学生活，开启了国企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日子。警惕国外资本对民族品牌的危害。李茂，你这个内参要是送到部里领导的桌子上，你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风波吗？你满篇论文里没有一个实际例子，全是猜测。你看看燕京汽车制造厂和漂亮国的合资企业，搞得有声有色吧？燕京汽车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点是不容置疑的。黄主任，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在重工制造这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我担心的是快速消费品领域，例如饮料、西化、食品等方面，几乎都是漂亮国一家独大，他们不会允许另一个品牌崛起的。快速消费品和重工制造有什么区别？国外资本能帮助我们提高知名度，改进我们的生产设备，国家是损失了一部分利润，但是换来的是整个行业的提升，是利大于弊的。就比方你说的这个西南可乐，咱们从蜀都回来后，我专门打听了一下肥宅可乐和万事可乐在国内的事情，他们不只准备投资西南可乐，还看上了西滨洋汽水，听说2家厂子正在和外资再接触了。当年好多赫赫有名的民族品牌都被人霍霍了，最令人痛心的是西南可乐和南冰洋汽水，这可是杀入了漂亮国市场的民族品牌，被万事可乐收购后彻底雪藏起来。即便是后来追回了配方和品牌，也失去了发展的黄金之期。重生之后的李茂知道这些事情，他要力所能及地阻止这些事发生。黄主任一定要相信我，这2家都是国企，他们的改革应该得到我们的指导，谈判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你小子整得这么严肃，那行，咱们一起落实这件事。李茂的内参递上去后，在研体中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李茂也被请到了2把手童卫国的办公室。李茂同志，经过部里和燕京市衙门研究决定，我们准备对万事可乐和南冰洋汽水厂的合资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具体工作由黄向科和你参与。遇到无法决定的事情后，上报给研究中心集体研究。还有疑问的话，报到部里研究，有没有问题？保证完成任务。部里只有我和黄主任吗？还有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的李树全同志也会参与，是你们指导组的组长。指导组主要是你们3人组成。没问题，请领导放心，坚决不会让外资占了我们的便宜。小黄，一会你带李茂去财政部找一下李树全，你们2个暂时归李树全领导，等双方谈判结束后，你们再回归经济研究中心。李茂同志明年2月份可能有点忙，到时候黄主任要多担待一些。过年结婚？没错。杨主任放心，李茂同志不和我们晚婚晚育的政策，他的婚假有15天时间，够他忙活的了。李茂和杨小翠的婚礼被定在了过年的时候，好在有人在帮李茂操办，不用他自己去操心。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李主任您好，我和李茂向领导报道，有什么工作要做，请李主任指示。什么指示不指示的？领导要求我们对燕京市轻工业局资产管理中心与万事可乐的谈判进行指导。前段时间双方进行了初步接洽，双方成立合资企业的愿望都非常强烈。南冰洋汽水厂需要万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和技术指导，也需要万事可乐的全球渠道。万事可乐需要南冰洋作为跳板，挑战肥宅可乐的地位。双方一拍即合，这是合作的一些资料，你们看看。万事可乐要求持股60%，他们将会以设备、渠道和技术入股新公司。南冰洋的品牌和配方作价由新公司作为南冰洋品牌和配方的权利人。万事可乐在渠道、技术支持上非常模糊，只说双方的供货渠道要互相开放，具体开放到什么程度却什么都没有说，这很不正常。可能真的要被你这个乌鸦嘴说中了，万事可乐不安好心啊。明天我们去和燕京市轻工业局和资产管理中心的人开个会，提一下我们的意见。这位是燕京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曾安泰和资产管理中心的主任张翔。能得到部里的大力支持，我们是举双手欢迎的。前段时间黄主任和李主任也到我们局里去调研了，今天过来是聆听领导意见的。毕竟南冰洋汽水厂是你们市里的资产，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指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谈判中还是以你们市里为主。李茂听出了这2人之间的谈话不正常，像是在相互推卸责任。曾安泰的意思很明显，这次谈判是你们指导组指导的，要是失败了，不管我们的事。李树全的意思是我们只是指导，具体操作是你们市里来的，要是出了事，你们是第一责任人。下面请国企改革研究室副主任黄向科同志谈谈他的看法。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研，发现咱谈判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新梳理。第一，关于南冰洋汽水的品牌和配方问题，我们的建议是授权使用，而不是注入新公司。这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新公司生产南冰洋汽水吗？张主任，完全不同。如果只是授权使用，如果将来新厂有变化，我们可以迅速用品牌和生产配方重新建设一个新厂子。如果是注入新公司，万事可乐完全有能力把这个品牌毁掉。小李，万事可乐花这么大的代价拿到我们的品牌和配方，就是为了毁掉？我没听错吧？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南冰洋这个品牌彻底从国内消失，不会对他们产生威胁，让万事可乐和肥宅可乐彻底占据华夏的冷饮市场。小李，你是不是高看南冰洋汽水了？南冰洋和万事可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怎么对他们构成威胁？你想多了。既然你认为这个品牌和配方无所谓，那为什么非得注入新公司呢？你可以尝试着和对方提出来授权的方式，看看对方答应不答应。李茂同志说的有道理，下次谈判的时候把授权方案提出来，如果对方激烈反对，证明中间有事情。第二，关于渠道开放和新公司生产计划安排的问题，万事可乐必须开放全部销售渠道，开放的程度必须明确，生产计划中必须保证南冰洋汽水的生产计划占总产量的50%以上，否则可能会面临国内无南冰洋汽水可卖的窘境。第三，关于持股比例问题，如果是授权生产，持股比例无所谓；如果是以品牌和生产配方注入的方式，持股比例有待商榷，国资必须占大头。再就是管理权的问题，在国外很多大公司并不是谁的股份多谁就说了算，像是咱们这种合资公司，管理层应该有一部分完全脱离所有股东，和股东没有利害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彻底杜绝坑害小股东的事情发生。黄主任，按你那么说的话，我的厂子我还不一定能做得了主了。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厂子是你一个人的，那你完全可以做主，如果还有其他人有股份，尤其是中小股东比较多的时候，一般是由董事会说了算。今天听你们一顿分析，事情好像是没有这么简单，看来这和外资合作的事要重新调整计划了。今天谢谢诸位了，我们再和万事可乐商谈一次，看看情况。李茂，还是你眼光独到，要是可乐合资这件事真是这样，你大功一件。大家的功劳。我带了你们村产的鱼罐头，中午下饭吃，你别说，还真好吃。不对，这不是我们村产的罐头，生产地址都不对，是我们县的另一个镇上生产的，这是假货。我当是什么呢？这个年代，不管什么东西卖得好，假货是避免不了的。话不能这么说，咱们村辛辛苦苦把渤海的品牌建立起来了，难不成让假货给毁了？光明实业辛辛苦苦花钱研发出来的好东西，别人1分钱不花就拿过来直接用，这个道理能说得通吗？咱们国内的好东西都是大家一起用的。哪来的这种道理？那光明实业凭什么花钱赚吆喝？以后谁还敢研发好东西？研发出来了，自己1分钱赚不到，凭什么？小李说的是对的，要不国家能出台专利权相关的法律吗？这点上我支持小李。我就不陪2位吃饭了，我要回去一趟。李茂回到家，立马给村里打了个电话。大爷，怎么回事？咱们的鱼罐头有假货了，燕京满大街都是。我知道是南岗镇那边产的，这几天我一直在县里呢。既然知道是他们冒牌我们，那直接报警抓他们就是了，还在县里磨叽什么？不是不想抓，而是抓不了。怎么回事？南岗镇上有一家集体企业叫南岗罐头厂，一直生产黄桃罐头。本来韩立县就不大产黄桃，品质也不高，所以南岗镇的黄桃罐头一直不温不火的。从年初开始，咱们村的鱼罐头生意异军突起，成了县里的明星企业。说不羡慕嫉妒恨那是假的。南岗镇罐头厂就想跟着咱们村分一杯羹，亲自到村里拜访，希望光明实业能贡献一下配方。我直接给拒绝了。但你也知道，咱们这制作鱼罐头本来就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南岗罐头厂只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配方研究了个七八八，在7月份的时候正式上市销售，并且罐头瓶子和印刷的盖子都是和光明实业同一个厂子。本来我们没当回事，以为他们只是小打小闹，但到了10月份，他们的出货量竟然和我们差不多了。我就亲自到县里去反映情况，然后奇葩的事情来了，县里竟然让我们交出配方给南岗罐头厂，他们说这样2个厂子生产一样的产品质量，就不会损害渤海牌罐头这个品牌了。还有这种事？你没跟他们说我们已经注册商标了吗？说了，他们不认，还反过来说我们小气，都是一个县的，为什么不互相帮忙？我天天去县里找他们，但他们现在连大门都不让我进了。好，这么完是吧？行，这事我来处理。这几天你先别去县里了。徐里给韩立县衙门下个通知，鉴于韩立县衙门无视国家注册商标法，韩立县服装厂即刻搬迁出韩立县，暂时到申城那边吧，即刻执行，所需搬迁费用由高档之一负责。明天安排几个律师去县里正式起诉韩立县玻璃厂，未经我们许可擅自销售我们具有全部外形知识产权的产品，提出10倍销售价格的索赔。还有县里的印刷厂也一并告了，谁也不准私了，谁要是敢私了，就是和我李茂对着干。老板，您准备杀鸡儆猴，以一县衙门当鸡。不守规矩的衙门也不值得让我尊重，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猖狂多久。好，我亲自去办。记住，不和解，所有的事按规矩来。1988年1月3日，农历10月14日，一开业、结婚、入宅、登记、开工、安床，李茂和杨小翠登记结婚了。杨小翠同志，咱也是有证的人了，从今天开始，我可是持证上岗了。哼，咱女儿终于成家了。爸，咱俩成了翁婿，还能不能在一个单位待着？没事，只要不是在人事和纪检部门，问题不大。可我总觉得不大合适，万一人家再嚼咱俩的舌根子怎么办？你以为你是谁呀？还嚼你的舌根子？这种情况多了去了，父子在一个单位的都不在少数。我可是听说你把韩立县闹得不像话，县里的高官都专门给我打电话了。要怪也只能怪他们自己。爸，咱们这2天该回去了不？是该回去了，这2天工作安排一下就启程。
由于婚礼的礼节，李茂没有和杨小翠一起回村，他先一步回到了村里。事情解决了吧？解决了，县里的几个领导被谈话了，要走了几个，那边的罐头厂也不生产了，县里请求我们别搬制衣厂，告诉县里制衣厂可以不搬，县里要发声明，是别的罐头厂卖假货，为咱们的罐头厂证明。李茂，县里想让我们收购了南岗镇罐头厂，我去看了一下，觉得还不错，设备都是新的，他们的罐头产品能丰富我们的产品线，而且和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火腿肠快完成了，他们的罐头设备能改造成火腿肠生产线。你说要收购不？好处这么多，还考虑什么？收购了就是。行，那我一会跟县里说一下，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直接把厂子搬过来。南岗镇距离村里至少15公里，远了些。工人的事情要安排好，我记得南岗镇罐头厂是集体企业，工人都不错，年龄都不大，大部分都希望跟着一起过来，放心吧。对了，大家想分点红，问问你的意见。去年多少盈利？净利润还没算出来，不过不少于500万，大家想拿出200万来分红，每家能分个1万块，起码改善一下生活。我没意见，刚好过年了，让大家手里有点钱。关于公司盈利多少，分红多少，多少人分红，全部列个单子出来，然后贴在大队部，公示3天，没人有意见后再分红。行，我来安排。对了，光明的厂子里管理层全是咱们村的人。是啊，咱自家的产业，难不成让别人帮着管？大爷，这样不合适啊！咱们村里才几个识字的，能管好厂子吗？别的村有好的人才，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所用？只有畅通了上升的渠道，大家的干劲才足，光指望着工资是留不住人才的。要是让外人管着咱村里人，村民也不能同意。大爷，事情不是这么算的，让外村的能人帮着咱们赚钱，多好的事情啊！你的意思是说，咱们是地主，他们都是给咱扛活的长工？是这个理，他能耐越大，咱们应该越高兴才是，毕竟赚了钱，最后分红的还是我们嘛。早和我这么说，我就懂了。行，村里的工作我来做，一个个大字都不识2个，还想着管10几号人，没得他们。指望不识字的人管理公司肯定不行的，那样公司根本发展不起来。你们可以设立一些中层领导和几个高层领导，最好招几个大学生来管理。就拿这次罐头的事来说，公司都没几个人会处理。说的也是，咱们的领导人是该变一变了。其实咱村的人没必要进厂子拿那仨瓜俩枣的，反正每年的分红就多得花不完，为什么不出去自己倒腾点产业呢？现在个体户放得越来越开，做个小生意，不想跑远的，在咱村上都可以。别看咱现在是个村，万一以后变成镇了呢？话说的容易，咱们村都是老实巴交的打鱼人，有几个有胆量的？总要出去试试，路是人走出来的。过年的时候，李茂在村里举办了婚礼。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毕竟现在是干部，连礼金都没收。婚礼结束后就回到了燕京，而上班第一天的他又被叫到了佟卫国的办公室。这位同志，想必你已经认识了。认识，科工委的。上次帮我们造芯片的事情，我还没有当面表示感谢，终于有机会和你说声谢谢了。骆领导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李茂同志，经部里研究决定，借调你到我的单位去工作。佟主任，什么情况啊？你在老毛子有业务的事上面知道了。然后呢？希望你能配合国家做一波收割。经研究决定，任命李茂同志为国防保障工程工作小组成员，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这次成立了2个小组，一个是领导小组，由佟卫国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我担任副组长；一个工作小组，组长是我，工作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你是办公室主任。我一下子被任命为正科级，是不是不符合组织规定？符合，但属于破格提拔。主要工作在老毛子。是的，这2个小组都是秘密小组，不宜对外公开，所以部里希望你以普通人的身份开展工作。当然，我们只是征求你的意见。我能有意见吗？骆领导，事情我接下了，但是我不敢保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您给我开个清单出来，我安排人去弄。主要集中在飞机发动机、坦克、红外制导、材料以及舰艇技术。没问题，所需要的费用到时候找谁报销？茅台行不行？拉倒吧，这玩意的价格按照1000万美元计算，你们要多少箱茅台才能还完？再说了，我也没这么大的地方囤积啊。我的意思是用茅台的股份换，行不行？10%台资的股份，按照1000万美元计算，到时候花了多少钱，咱们按照资金来换茅台股份，剩下的我们用轻工业产品支付。10%台资的股份算1000万美元。没错，我知道国家把台资厂价格算高了，但国家有国家的难处，希望你能体谅一下。李茂想说不贵不贵，30年后值多少钱，想都不敢想，但他不能直接说出来。是啊，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要不这样吧，我按照1000万美元10%的价格购买49%台资股份，至于老毛子那边需要的资金，完全可以用轻工业产品抵消嘛。一是给国家节省些许外汇，另一个也能解决咱们国内大部分厂子开工不足的问题。真的，感谢李茂同志的理解，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骆领导，这是你能做得了主吗？能，本来部资产管理中心给的最高限额就是49%，你直接用外汇购买，我相信他们也是乐见其成的。行，就这么说定了。就这样，李茂带队去了老毛子，一走就是快1年。杨小翠为他生了2个儿子，他请假回来看看。老公，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我让王叔算算孩子的五行再说。还用王叔算啊？我就算好了，两孩子是农历2月2丑时出生，五行缺金，主土命。孩子是言子辈，已经带土了，就是把金子再揉进去就好了。金不宜多。既然金不宜多，那就取个不带金的名字。兵这个字可以，《道德经》上说，以政治国，以其用兵，以无事谋天下。那老大叫李延齐，老二叫李延兵吧。好，就叫李延齐和李延兵。李茂上一世儿子的名字就叫李延兵，这一世他又继续用了。
公司一切都好吧？都挺好的，就是投资部看中了一家国企，想要买下来，是一家叫做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的企业。听说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想改革，但因为有些方面的原因没有成功。也是做芯片制造的，比魔都和有稀释的设备更先进一些。还要先进？主要先进在哪？以前怎么没听过这个厂的？听说他们的光刻机是国内最先进的，投资部觉得非常有投资价值。作价多少钱？2亿5千万人民币。咱们想以1000万美元和1000万人民币入股，占股20%。可以操作吧？华夏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茂同志系1等功，此令。这不合适吧？我并不是军人，无功不受禄，如何能担得起这个1等功？经过和燕京市武装部门协商，自今年初，你已经被纳入民兵管理。首长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为我们的国防事业继续添砖加瓦。感谢领导的支持。资料已经全部交给了相关单位，希望你能把老毛子的事情详细说一说，我们也好做出个判断。漂亮国和老毛子的冷战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尤其是在军备竞赛方面，漂亮国一直在推着老毛子往前走，让老毛子不敢慢下来。其中最经典的是太空争霸战，老毛子为了能保持领先，他们投入了多大的精力？可老毛子的太空战略确实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武器装备也比漂亮国的先进，可现在成了各位手里研究的对象了。军事领域的竞争严重挤压了他们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发展空间，虽然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代价。你的意思是说，漂亮国的目的就是让老毛子把主要精力放到军备竞赛方面，忽视国内民生领域的建设？是的，我有一种感觉，漂亮国放出来的军事领域科技成果可能会有很多假消息。李茂同志，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你应该知道，一旦我们采用了你这句话，你知道会对我们国家产生多大的影响吗？知道，但是我这句话的目的是分析老毛子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困境，而不是让我们怀疑漂亮国的科技水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未来20年，漂亮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管是军事还是科技，没有之一。杀！我们就赶不上来了吗？能，但我放句话在这，谁敢当第2，谁会死得很惨。老毛子和小矮子就是最好的例子。除了冷战外，漂亮国另一招最可怕，比冷战更可怕，那就是舆论。通过接触大量科研人员，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漂亮国那一套深信不疑，甚至认为全盘西化才是解决老毛子问题的最佳途径。全盘西化和我们国内有些人的观点何其相似，我认可这个分析。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全盘西化的思想，这确实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据我所知，乌兰国和陶宛国的经济改革政策是漂亮国的财阀帮着制定的。如果我没猜错，陶宛国或者乌兰国将会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并且会进行全盘私有化，这是欧美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很明显，老毛子已经输了。你的任务已经结束，回家吧。感谢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回来了。娘，我这回家了，你哭啥呢？刚开始娘以为去国外很好呢，上个月衙门过来送1等功臣的时候，娘才知道原来国外不安全啊！娘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你个老娘们懂什么？李茂是出去做大事的，你别扯他的后腿。这次回来我就不再出门了，好好的在家里陪着你们。黄主任，没想到我离开这段时间，你现在都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了。都是为大家服务，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副主任的位子给你空着呢。我的正科就属于破格了，满打满算才1年多时间，可不能再破格了。你不够格，谁够格？1等功臣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你这1年多肯定不容易，推举你也是众望所归，中心领导也是支持的。那也不行。你是不是有更好的去处？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实在不够格。你要是不当，别人就更不合适了。咱们单位目前职员年龄偏大，没有合适的。算了，老黄，我真的不合适。李茂已经不想再当官了，他发现某些人利用他这层身份，故意让他办事，这层身份也让他施展不开。他想辞职，我想把掩体中心的职位辞掉。20多岁的副高级职称的年轻人，全国都没几个，大好的前途就辞职，有点可惜。我名下这么多的产业，也不能全交给外人打理。根据我的估计，这1-2年的时间，国际社会上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必须亲自看着才能放心。你跟爸说了吗？没有，我要是敢说，爸肯定不让。我准备先斩后奏。其实按照咱们那边的规矩，家里的事情该你做主。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那就辞职吧，我支持你。不过你要想清楚怎么向老人交代。从政不能从商，再说爸还在往上走，我不能影响他。李茂最终还是辞职了，大部分的人都不理解，这么大好的前途就这么不要了，脑子是不是有啥大病？对于李茂来说，做官不是他的追求，赚钱才是，但他还是被家里人臭骂了一顿。辞职的第2天，李茂就接管了汉唐投资，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和港岛的公司，所有的高层聚在了燕京。知道你终于脱离苦海了，兄弟们过来给你宽宽心。童哥，你们的2兄弟娱乐公司怎么样？还不错，投资了几部电影和电视剧，赚了点钱，当然和你没法比。不过我和陈家豪也知足了。最晚明年，我可能会向汉唐投资再次注资，不知道你们2个有什么想法？我和陈家豪都有思想准备。S 国那边的投资快结束了，这么大的资金体量，你不可能全部放到外面不带回来。我们估计你可能会继续向汉唐投资注资，你们的股份可能会稀释得很厉害。没事，反正港岛的华盛投资不会变，就这些钱就能让我童哥跻身港岛富豪榜的前几名了。
公司名下的产业要重新梳理下了。华晶代工工厂现在什么情况？目前任天堂的所有掌上游戏机和摩托拉的60%BB 机就产自华晶，公司已经是亚洲地区最大的代工企业了，一共有职工1万多人。第5期厂房建好后，公司准备接下摩托拉的大哥大代工。摩托拉那边已经考察过厂子了，完全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国产化率这方面怎么样？掌上游戏机除了主控制芯片外，其他的都实现了国产化。BB 机方面要差一些，大概占了1半左右。调集目前公司所有的资金，准备对矮子国进行最后一波收割。陈哥，高盛那边投资撤了吧？由不得他们，咱们永远不赚最后一波钱。咱们这么大的盘子，他们还十分看好矮子国股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李主任，您怎么过来了？你这么大的动作，国家肯定不放心，让我过来探探路。好家伙，一出手就是3亿多美元，国内当属你第一了。让领导担心了。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投资项目，用到的资金量很大。我就说你们怎么突然募集这么多钱？能说说投资那一方面吗？放心，我们不是要插手，只是好奇而已。矮子国股市要到顶，我准备去抄把底。有多大的把握？7、8成。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下，经过上级同意，国家银行会向资产运营室注入50亿美元作为第一笔资金。我们希望能跟着你一起学习学习。我不能保证100%盈利，万一出现失误，我希望国家能对我个人网开一面。不管成不成，国家都会走这一遭，不会对你造成影响。年底我会去老毛子那边再搞点好东西，其中伏尔加汽车厂我可是垂涎了很久了，借着他们私有化的机会，我准备买下他们的生产线。老板准备成立小汽车公司？是的，其实早就有准备了。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小汽车总公司驻地选择在哪里？老板预计要投资多少钱？从汉唐投资出资金，预计5亿美元左右。有这么几个地方比较合适：一是魔都，本身有大众厂，相关的配套设施比较全，能省下我们不少事，也有港口优势；二是东北几个地方也有相关的配套产业；三是全城很多给华夏重机做配套的企业，能转型为小汽车做配套加工。问问鲁东那边了，如果有意向，就坐下来谈谈。汉唐投资在全城成立了汽车公司，取名为标致。年底的时候，李茂带着一家人回村里过年。爹，要不咱们再重新翻盖一下房子，直接弄成别墅？我也想着呢，老二眼看着要毕业了，到时候家里就住不开了。我跟茂钱说了，茂钱的意思是再等2年，等大家手里的钱攒够了，直接全村换成别墅，到时候村里会补贴一部分钱。这2年村里发展的不错，都开始规划别墅了。每年村里1分红，哪家不是几万块钱？盖个别墅还是盖得起的。今年我们决定少分点红，明年准备再上几个车间。咱村还有地方吗？县里帮我们规划好了，决定沿着东河沿的2边再扩建，这样会占用一部分鱼池村的土地，正好属于他们村公有林地。鱼池村有什么诉求？100亩土地免费划拨给我们，但是在修建员工宿舍的时候，必须修在他们村。修宿舍的土地，他们免费再给咱们10亩地。鱼池村的官有眼光啊！有人就有才，何况还是光明实业这种高工资的公司。光明的普通工人只要肯加班干活，比城里的工人拿得高1倍，消费自然也高。他们在周围开点店，经济不就来了吗？搞这么大，看来去年不少赚啊。去年一共销售3个亿，毛利润1亿1000万，上缴利税3000多万，净利润7000多万。明年可能会更高，因为海外市场还在持续扩大。要是咱们掌控了海外市场，那肯定会更高。我赞同少分红，甚至不分红。这时候是跑马圈地最好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过年后没几天，李茂就又回到了燕京开始上班。我看着报纸上，万事可乐公司还在考察了西南可乐公司，难道上次还没解决？我从盐体中心离职后，难道这事就没人问了？看来这万事可乐不把华夏的几个汽水厂弄死不算完啊！给西南可乐发信，就说我们有兴趣接手他们厂，再给京城市衙门发一个，问问南冰洋汽水厂卖不卖。咱们这摊子是不是铺得太大了？没办法，我不能看着咱们的民族企业被毁掉。这样，我们成立个公司，就叫神奇可乐。好的，我去办。李董，最近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衙门的公务员序列不停的涨工资，目前科级干部的工资已经达到了300多一个月，和我们的 P3级别工资相当了。我们分析后认为，我们的薪酬体系要涨一下了。P1工资多少钱？195块。我们建议普涨10%的工资。公司核算后认为，普涨10%后，给我们带来的效益是最好的。啥效益不效益的 ？P1级别工资永远对标国家正科级公务员工资，其他的你们看着上调 ，P6级别以上的多涨点。那我们研究研究。老板，燕京这边已经没问题了，蜀都那边有点麻烦。我本想搞一次3方会谈，我们燕京和蜀都3方坐下来谈一谈将来公司的事情，但蜀都拒绝了。他们倾向于万事可乐。是的，我岳父是什么意见？杨可海已经被调去了蜀都，现在是蜀都市的一把手，也是蜀都省的高层官员了。你岳父没有表态，他必须避嫌。燕京这边是什么情况？燕京要求占新公司51%的股份，后来谈到我们注资1亿5千万美元，占股80%，汇银投资2000万美元，占股10%，燕京商业集团占股10%。不能全资收购？不能，我已经把价码加到2亿5千万了，对方依然不同意。不过能拿到80%的股份已经算可以了，我原则上同意了，就看董事长你的态度了。对了，董
董事长，西南可乐的配方权并不在西南可乐公司，而是在蜀都中药所。你和蜀都中药所接触了吗？接触过，对方可以授权我们生产，每年100万美元授权费用。我们去一趟蜀都吧，我想和蜀都中药所的人谈谈，顺便去看下我老丈人。爸，你这住的太简陋了吧？我出钱给你搞一栋高档点的。200平方的别墅还简陋，让住筒子楼的同志们怎么活啊？这次过来是因为西南可乐的事情吧？是的，是不是有人在下绊子？没想到你小子的嗅觉还不错，确实是被人下绊子了。尤其是我成为蜀都市的一把手后，对方差点就撕破脸皮了。不过你不用管这些，他们的私心太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爸，这次可能给蜀都带不来一点好处，你没意见？我一旦拿到配方，以我的财力，不出几年时间就能把西南可乐挤兑的没有生存空间。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吗？没有，他们要卖给万事可乐，早晚也是个死，还不如让我继续发扬咱们国内饮料呢。既然西南可乐这个牌子保不住，那我就重新另起炉灶就是了，起码不会被外资雪藏起来。你自己看着办吧，有时候赚钱不是主要的目的。你看看你有多少钱了，多的花不完，但你要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做点事才行，知道吗？知道。你打算花多少钱买配方？5000万。你确信要用5000万买一个配方？确信，现在就是要用钱砸。如果不用钱砸，估计还是会有人下绊子。钱没了再赚就是。如果让万事可乐的人得逞，可能咱们的中药可乐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就是西南可乐的上万名职工怎么办？爸，你管不了，也没法管。如果我不收购了配方，西南可乐被万事可乐收购了之后，西南可乐的职工还是要下岗。假如西南可乐倒闭了，你争取把它收购了吧，起码要给工人一口饭吃。行，我听您的。谁也扛不住金钱的诱惑，李茂最终以5000万的价格买下了配方，成立可乐厂生产饮料。这是我设想的一个方案。你看看。李董，你是认真的吗？非常认真。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一个人富不是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员工持股，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考虑，我是支持的，因为对我个人的收入有好处。可从汉唐总经理的角度上说，我是反对的。本来我们的资金就非常紧张，如果实施了这个方案，是不是必须分红？是的，这种盈利全部在投资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对财富再分配起不到一点好处。只有让员工持股，才能彻底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才能让员工把公司当自家的产业。您的意思是让P5级以下的员工玩命工作？有这个想法，咱们P5级以上员工才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只要他们的心稳了，公司才会留住他们。为什么不考虑国企改革的模式，让员工购买公司股份就可以了？不行，公司的股权不能分散，将来我也不打算再给汉唐投资引入新的股东。老板，我们的工资已经非常高了，如果再高，会遭别人记恨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钱多了还摇手不成？我让人测算过了，可能就高档之一的员工拿得多一些。P5级别的员工一年能增加1万块左右的收入，其他的公司都很低，像是汉唐芯片研究院只有几百块，这不我才拿出我分红的10%进行调节，防止汉唐芯片研究院的人造反。您舍得，别小看了10%啊，搞不好一年要上亿。这有啥舍不得的？我们全家一年可劲的花，也花不了10万块，我的工资就够了。这样的话，国家能同意吗？先报送给了燕京市资产管理局看看吧。你可真能给我们找活干啊！我们所有人研究了3天3夜才出了结果，你说你们什么都要开先例？因为我们要走在世界前列。怎么说？组织上原则上同意了汉唐投资提出的员工持股方案，但是持股比例从30%降低为10%，退休职工持股比例从10%降低到5%，这牵扯到法律、体改、财政等多方面的政策。明年公司法会出台，并且明确了国企管理层持股的合法性。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汉唐投资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有你一个董事长，必须有董事和独立董事。我们一切听上面安排。李董，我想采访下你，能说说你提出这次改革的初衷是什么？无他，弱化资本的作用，做到按劳分配。弱化资本的作用。你应该知道华尔街的资本是什么尿性，为了赚钱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公司的改革又势在必行。如果我也采用管理层持股的方式，势必会造成我手里的股份越来越少，早晚有一天会被资本掌握住，到时候我会失去对整个公司的掌控权，彻底成为资本赚钱的工具。那你可以采用职业经理人的模式啊，让职业经理人给你打理公司就是了。目前漂亮国很多大公司都是采用这种模式，可漂亮国很多公司却是穷庙付方丈，只有把管理层的收入和公司发展联系起来，管理层才会尽心尽力的操持公司的事情。我能想到的模式只有持股和我现在的模式。为什么要下沉到P5级员工？一是留住人才，二是激发大家的积极性。你说的有道理，你们公司现在是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这种模式的效果有多大？咱们会继续调研。我一定好好配合老领导。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李茂的版图也越扩越大。转眼时间来到了1994年，现在咱们村可是大变样了。目前规划包括我们公司的办公大楼22层高，皇城酒店、公司公寓楼，凡不是本村的员工都能分到一间宿舍。中层以上的管理层有单独的一栋楼，每个宿舍都是120平方。旁边的是咱们新的村委会，等建好后，以前的村委会和菜市场就拆迁了，再建几栋员工宿舍。不大像你们的手笔啊，谁规划的？啥都瞒不过你，是专门找
少省里的规划设计院帮着规划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厂区、生活区和商业区。镇上还让给他们留块地，他们可能想把镇衙门也搬到这块商业区来。说实话，我们村里的土地有点紧张了，玻璃瓶厂、印刷厂等厂子都想在咱们这边建厂。我和我爹他们商量了一下，想把咱们村的一些农业用地改成工业用地，否则真的没地方发展了。北面搞成工业用地，南面搞成商业用地，村里再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把村民手里的地全部收回来吧，每亩地补贴点钱。钱不钱的倒是无所谓，不过估计收土地的难度比较大。虽然库河村有钱了，但是根子还是农民和渔民，要是让他们不再种地了，谁能舍得？尤其是年龄大的，肯定会反对。但是土地不收回来，库河村怎么发展？荒地已经用完了，只能动用农业用地，收土地的难度再大也得干。咱们去找大爷商量一下。土地是咱们的命根子呢，收回集体，难道再退回10几年前？也不能叫倒退，其实集体经济也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只是以前我们没找到出路而已。这次收回土地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你看看咱村的荒地都不够用了，又要开个方便面厂，您说怎么办？爹，收回土地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村里的发展，改成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咱们的土地价值就能最大化，这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如果咱们把厂子建在鱼池村，消费经济又偏移到他们村了。是这么个理，咱们发展受限了，肯定要想法子先把核心区域建设起来。其实在我看来，在过去20年，咱们村北面的厂房也都得搬迁了，然后建成商业区和居民区。可拉倒吧，那要多少人才能行？咱镇上都没这么多人。但是将来咱们这边的土地会非常值钱，将来土地值钱了，你说要是镇上要收出咋办？咱们可一分钱都剩不下了，顶多1亩地补贴个180的。那就收吧，公司要发展，咱们不能拖后腿啊！没地种了，咱们村不是还有进项吗？村里收了土地后，光明实业按照市价从村里购买，村里再在南边建一些商业街，靠出租房子就能让咱村富得流油。时代变了，咱们老一辈人的土地情节也该放下了。咱们厂子已经有2000多人了，每天消耗的物资是个天文数字，相应的服务也要跟上才行。就一个简单的理发店就很难受，你看看村里理发店，要是不排2小时的队，你都理不上。我去做村民工作吧，年后开个大会。老板，咱们可乐上市的第1天就有负面新闻了。喝了神奇可乐会拉肚子，这是在给我使绊子。你觉得这是谁干的事情？我们分析，不是万事可乐就是西南可乐，毕竟我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太明显了。这才是第1天，不管是万事可乐还是西南可乐，甚至是肥宅可乐，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次抹黑神奇可乐的机会的。看着吧，明天的报纸上要是没有大篇幅的报道，我礼貌的名字倒着写，厂子里自查自纠了没有？生产环节有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同一批次出厂的产品不止供应庆市，整个蜀都省都是一样的，但是只出现在了双庆市。你的意思是西南可乐的可能性最大？不，西南可乐的嫌疑最小。如果西南可乐想赢我们，不可能选择双庆市，否则不成了此地无银了吗？再说了，抹黑我们就是抹黑他自己，我更倾向于万事可乐和肥宅可乐。去一趟神奇可乐看看什么情况。董事长好，我是神奇可乐总经理李明。现在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新闻半真半假。记者采用了春秋笔法，不是喝了我们的可乐拉肚子，而是拉肚子的人都喝了我们的可乐。什么意思？有人到医院见到拉肚子的人，就会送给对方1瓶神奇可乐，说功夫神奇有药用功能，专门治疗拉肚子。结果有10几个人真的喝了，随后就有记者进行了采访。这帮人还真是恶心啊！有没有喝了我们的可乐后不拉肚子的？李董的意思是说，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进行引导。拉肚子又不是大病，不管是吃药吃好的，还是喝可乐喝好的，总归是不拉肚子了嘛。既然对方半真半假，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半真半假？高，李董的这个计划高，那就引导一下。毕竟普通群众并不明白真相，只要把这趟水搅浑了，就算是胜利。以后你们也要注意危机公关，碰到类似的事情要有快速的处置方案。这次你们的营销方案做得不错，我提点我的建议，可以联系一些影视公司，给他们投资或者直接给广告费。要求只有一个，我们的饮料必须出现在电视剧中，起码1集露1次脸。具体价格你们去谈。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观众席的桌子上也可以摆放我们的可乐。这个好。现在每年的春节联欢会现场的桌子上都是放茶杯，不够美观。对了，徐礼，你去港岛找一下佟大卫和陈家豪，我写一个剧本，是动画片方面的。让佟大卫和陈家豪去京都找一个动漫公司，把这个动画片拍出来，然后全球发行。动画片和我们可乐有什么关系？动画片的名字叫《神奇熊猫》，如何？神奇熊猫？是的，既面向小观众，也面向成人。我只说故事情节，具体的故事大纲你们找人写，或者让佟大卫去落实，这些我都不管。我希望明年的时候，动画片能全球上映。李茂利用前世比较火的电影为可乐做宣传，再火不起来，那就是真的火不起来了。1995年7月，标致汽车公司的第1辆汽车下线了，这是李茂从老毛子那里买的伏尔加改的。咱们这款车市场售价多少钱？ 13万，比普桑便宜7万块，可以赚一半啊，不错。
目前已经被预定出去了上千辆，省衙门和市衙门要了200辆，剩下的800辆是汉唐系订购的。产量如何？发动机和车架等制造已经提前完成了，这次启动的是组装线，因为咱们工人还不熟悉的原因，第一辆车从开始组装到下线需要10几个小时，2条生产线全开的话，一天能产100辆标致。2期建设什么时候开始？后年，到时候会邀请德意志国家的专家帮着设计生产线，预计投资规模会达到10亿美元。抓紧建设，最起码保证要有4条生产线。李董，市场就这么大，我们一下上4条生产线，会不会太多了？再等几年，我国的私家轿车会爆发式的增长，咱们必须抢占市场，不然到时候就晚了。目前咱们的车型有几款？2款。2款太少了，再多设计几款，越野车什么的都上。在其他合资车只有轿车的时候，咱们要先一步，比他们车型更全。另外，全国各地的4S 店抓紧铺设，目前可以在各大城市弄个小型车展，让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车。目前大部分职工都在光明小区内购置了房产，1区已经交付了，2区还在建设中。根据村里的规划，还会有3区和4区。目前咱们厂子有职工5000多人，等方便面厂子建好后，可能还要增加3000人左右。我估计4个小区也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啊。7层有点太矮了，建小高层吧，这样节约土地，人也就够住了。等第4期才会是高层住宅，不过5年之内不会开发第4期。你小子可以是等着涨价，多卖点钱。不错，我们现在卖800块1平方太便宜，等光明前3个小区的房子紧张了后，肯定会涨价，到时候说不准能多卖1倍的价格。好家伙，发给职工的工资转了一圈，又回了村民的口袋里，高啊！今年公司情况怎么样？还没做完结算，应该剩不下几个钱，主要是方便面厂太贵了，还一下子开了2个厂子，资金有点困难。钱不够就贷款，银行的钱不用白不用。不好弄，厂子的设备是从德意志国进口的，需要贷款美元，贷款申请已经递交上去了，听说需要银行总部审批才行。我听银行的意思是有点悬，批下来的可能性有点小。我去跟银行打声招呼，不行就从港岛贷。明年我准备让标致汽车在村里搞个展销会，大家手里有钱了，房子也盖好了，就差个汽车了。当初觉得自行车还很遥远，没想到现在都要有小汽车了。现在的繁荣都是你说的那样。对了，还有一个是，镇上通知我说，市里想把我们村鱼池村、王庄村统一划成开发区。这开发区是什么？有说什么级别的吗？省1级的。听说成了开发区后，我们公司的税收什么的都会减免不少，这政策还挺不错的。成立开发区，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对村民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起码大家的户口就成了城镇户口，能解决大家的社保问题。而且开发区一旦成立，不仅咱们自己会在这开公司，别人也会来咱这地方开公司，人口也会越来越多。咱们可以多提点要求，跟镇上说，咱们村的交通还不完善，港口和机场还没有呢。别开玩笑了，这种条件也就你敢提。港口和机场，咱们要机场干什么？港口和机场被批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但高速公路确实可以，尤其是连接绿岛和围城的高速公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是的，主要打通咱们和绿岛和围城之间的高速公路，咱们的产品运输方面就能解决大问题。你是盯上了绿岛的港口，但是围城有什么交通吗？是的，如果我没猜错，未来几年围城肯定要建机场，咱们这距离围城的距离比绿岛近多了，到时候咱们出行也方便。电视上天天宣传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这个法子好，咱们能直接把高速公路连到全绿高速上，那交通就更发达了。记住了，开发区定位的时候最好是食品加工类，千万不要弄什么化工啊、制药类污染严重的企业，排污太严重，这点一定要坚持。往海里排不就行了吗？能来咱这开厂已经很好了，带动咱们的经济，咱们还能拒绝吗？千万别，环保一定要做好，咱们的小鱼干什么的都是从海里打的，污染严重了，影响的是我们自己。而且现在上面没要求，以后环保要求高的时候，那些工厂还是要搬走，所以咱们现在要从源头杜绝掉。还是你考虑的比较全面，那到时候来咱们开发区开厂的公司，我会好好审核，不要有污染的。李董，蜀都省副高官昨天参观了神奇可乐的工厂，不过私下里他说想和你见个面，聊一聊西南可乐的事情。西南可乐有什么事情啊？虽然咱们2家是竞争对手，但也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吧。这是我们公司市场部做的报告，目前整个华夏市场是4分天下，西南可乐扛不住了。市场4分天下？没错，其实我们和万事可乐的市场占有率一样，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依然是肥宅可乐，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万事可乐和神奇可乐每人占据25%，粤海的健力贝占据了10%的市场份额，剩下的10%的市场份额被其他品牌占据。而曾经占据70%市场份额的西南可乐，只剩下区3%。按照今年的销售势头，西南可乐可能连1%都保不住。其实我们和万事可乐的市场占有率一样，相对来说是我们输了。我们有2款饮料，可万事可乐只有1款，按理说我们应该比他们高才行。你们分析过原因吗？
自从去年开始筹建漂亮国分公司后，公司的资金压力很大，我们就减少了广告投入，所以市场占有率略有下滑，让肥宅可乐和万事可乐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有就是产能跟不上，因为要照顾到全球的供货渠道，市里要求我们优先向海外供货。所以你想拿下西南可乐？是的，不过不要西南可乐的品牌，只要他们的厂房和工人。蜀都省是怎么表态的？整个厂子作价2亿人民币，我们入股1亿8千万，占股90%，双庆市政府占股10%。不能让双庆市政府持股，想要就全资收购。别忘了，国家和燕京市还有10%的股份呢。如果再加一个双庆，太难受了。我也建议全资拿下来，我们需要提升产量，也需要在西南地区落个子。行，那就这么定了。漂亮国的分公司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开始组装了，生产线是漂亮国德州仪器帮助设计的，集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一条灌装线的成本高达1.5亿美元，一共建成了3条生产线，能基本满足漂亮国和黑西哥2个地区的供应。国内的厂房能改造吗？能改造，不过成本不便宜。我们计算了一下，减少的人工和建设成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经过核算，3条生产线我们只需要900多名工人，并且是24小时开工，一个班一条线只需要100名工人即可。国内的生产线的用工数量是国外的5倍左右，但漂亮国的工资水平比华夏要高10几倍，所以我建议暂时不要调整国内的生产线。那就暂时不调整了，说不准再过几年生产线可能会更加先进。老板，高志强先生到京城了，想过来跟你汇报一下开设银行的事情。什么时候到的呢？刚下飞机，这次过来是递交正式申请的。允许我们在这设立银行了。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啊！咱们的银行名字确定为日升，操作了1年的时间才拿到了牌照。这次允许我们在魔都、绿岛、申城、京城、海北省等地方设立银行，不过业务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存款业务不得低于100万。行，京城的分行就设在汉唐大厦吧。老板英明，我就是这么想的，能少不少成本呢。以后汉唐系的资金往来必须通过日升银行，谁要是敢掉链子，以后别想跟着咱们吃肉喝汤。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本来是有的，现在有了老板的支持，已经没了，咱们应该不缺业务了。咱们要做国内第1家联网的银行 ，ATM 机业务也要和国外一样，尽快上线。已经在筹备了，只需一张卡，全国各地都能取钱。李茂，你大爷出事了！爸，怎么回事？省里突击检查了李丰前的办公室，从办公室一个隐秘的抽屉里搜出了10万块钱现金，他已经被带走3天了。这次你大爷是受我影响，你先去看看再说。你去市里找我的老同事陆刚。好，我马上去。这次你二叔是受柯海的影响，你大爷的事情是打压柯海的一个手段。如果没猜错，等柯海的事情落实后，你二叔就能出来了。我爸怎么了？柯海有成为3把手的机会，当初柯海帮助过你们村，被人拿来做了文章。我大爷只是一个村支书，最多也就是市里查处才是，为什么会直接到省里了？估计他们不放心市里吧，毕竟我和柯海的关系摆在这。明天我亲自去省里要人。大爷，没事吧？生不如死啊！查一下是谁在背后搞鬼，当我们李家没人了。你好，李茂，希望你高抬贵手，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当初如果我说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会不会放过我大爷，还让我高抬贵手？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现在好像还没有这首歌呀。童哥，你们传媒公司艺人多不多？10几个吧。怎么了？我写了首歌，你找人唱出来发行出来。什么歌？勇气，找个女生唱。行，你小子出品必属精品。神奇熊猫的事情落实了吗？哥，你是我亲哥，剧本才拿到，我就给你落实啊。下个月陈家豪去京都找动漫社，年底之前能完成就算不错了。你的神奇可乐都这么有名了，还要搞电影宣传，广而告之才能卖得更好。老板，我是不是马上要从总经理变成董事长了？就你小子消息灵通，国美电器将在京城召开 A 轮融资大会，请有合作意向的投资机构和我们的合作工厂报价。本次拟融资5亿人民币，本次融资后将不再进行 B 轮融资，即刻启动上市计划。真的？还能有假？准备在哪上市？漂亮国还是港岛？港岛，漂亮国太远了，抓紧把职工股份的事情落实下去，只有1个半月时间了，否则会影响11月份的融资。咱们定价多少钱一股？20。老板，20块一股是不是有点亏了？咱们一股至少值30块。给咱们自己人多少钱都不叫亏，本来就是你们出力最多，理所应当的拿到相应的激励。放心吧，国美咱们的第1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老板，谢谢，我们只是出了一把子力气，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已经知足了，现在又加上股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工作。行了，别矫情了，好好工作比什么都强，先把职工股份落实下去。对了，国美里有卖万鸟 VCD 吗？有啊，2000块钱一台。这个万鸟我也知道，我记得他们的芯片还是我们设计的，主要实现视频和音频的解码功能。芯片设计的难度并不大，最大的难度在专利权方面。解码芯片的专利权在漂亮国一家叫做思高波的公司手里。不过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更高一级的视频和音频解码芯片，被命名为 S94芯片。万鸟有没有申请整机专利？这个倒是不清楚，找人联系一下万鸟。如果他不想要专利权，咱们给点钱拿下来，然后去申请专利，可以免费授权给万鸟。照我说的做，一定拿到这个专利。咱们有投资过搜索引擎相关的吗？
还真有叫先锋科技，领头的叫宋培亮。先锋科技的主要业务是网络搜索引擎技术。去年咱们的汉唐投资向先锋投资了50万人民币，占股51%。宋培亮以2万美元加技术和团队入股，占股49%。帮我约一下这个宋培亮，我要见他。你是从雅虎离职的？没错。宋总怎么会想起来创建先锋科技呢？据我所知，雅虎的杨先生已经在雅虎网站上嵌入了搜索引擎。听说漂亮国的一个公司也要推出搜索引擎服务，你要是在研发，有点多此一举了啊。雅虎的搜索引擎并不是真正的搜索引擎，而只是一个简单的网站集合体，按照新闻、科技等网站进行区分后，在每个模块下把对方的链接挂上。我曾经和杨先生提过研发真正的搜索引擎，但杨先生拒绝了。为什么？这是很好的想法。因为雅虎要上市了，所以杨先生不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防止股价大跌。杨先生拒绝后，我就辞职来到了京城。我觉得汉唐投资或者说李董说不准能看上我们。我能看看你们的网站吗？网站？我们没有网站啊。没有网站，说一下你们的经营模式。我们准备和汉唐研究院一样，专心负责技术研发，然后把技术卖给雅虎之类的网站。公司现在有多少人？你的创始人团队有几个人？目前有300多员工，创始人团队是6个人。50万人民币加几万美元，你们花了将近1年时间。是的，我可以再投入1亿美元，我给你们创始人团队留7%的上市前不可稀释股份，你拿2%，我要求你们2年之内把这1亿美元花光，有没有问题？李董，我们值这么多钱吗？在别人那里我不知道，在我这里就值。看来燕京我是来对了，李董，我们接受你的条件，但我们有一个要求，李董不能干涉我们的具体运营。公司的战略规划除外，我有1票否决权和战略规划决策权，其他的我不干涉。你应该知道，我这人很怕麻烦，这么多公司，要是我事事都管着，还不累死啊？行，没问题。从今天起，你就是董事长兼 CEO 了。老板英明，合作愉快。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那我就和你说说我认为的搜索引擎服务应该怎么运营。纯粹卖技术，并不是最合适的经营方式。我想这可能是宋总前期一直拿不到天使投资的原因。最好的方式是自己推广，直接面向大众，用最先进的搜索技术为用户提供最佳的服务，才是搜索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可是一个搜索服务怎么可能支撑得起一个公司呢？盈利点在哪里？别人的网站可是综合性网站，所以搜索引擎作为综合网站的一部分才是最合适的。只要把搜索网站建立起来，它就会成为所有网站的流量入口。李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彻底独立在各个网站之外，用上帝的视角为用户服务？是这么个道理。举个例子，有人搜汉唐投资，网络上所有关于汉唐投资的新闻网站就都跳出来了，但内容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网站的内部搜索。那么谁排在前面？肯定是汉唐投资的网站排在前面。那么第2位的是谁？谁给钱就给谁？是也不是。例如 A 网站给了钱了，他的消息也属实，那就可以给 A 嘛。但如果消息不属实，那就不能给他，起码的道德底线还是要遵守的。所以搜索引擎要想盈利，那就必须做到市场占有率是第一才行。只有彻底垄断了整个网络搜索业务，你就有和各个网站谈判的底气了。我懂了，李董放心，我们回去后就开始。搜索技术我们已经差不多了，预计再有半年就能完成。最关键的是硬件建设方面，到时候可能需要未来通信帮我们建数据中心。小事，不要怕花钱，硬件设备一定要跟上，不能让用户使用的时候觉得卡。华夏和漂亮国同时上线，先各自建造一个数据中心，视情况再继续增加。只要你们的网站上线了，雅虎和网景那边我去做工作，肯定会把你们的网站挂上去。老板放心，先锋网就当这个先锋了。先锋网这个名字可不好，就叫万度吧。李董有什么说法吗？众里寻他千百度，千百相乘，不就是10万吗？叫万度正好。行，听李董的，就叫万度。李董，我可是不请自到了。李主任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啥事？从去年开始，全国80%的国企都出现了问题。局里的意思是，你看看有看上眼的没有？你们的意思是让我接手？历史已经证明过了，只要你接手的企业都能快速的发展起来。华夏重机和南冰洋汽水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就比如这些重型设备生产企业和华夏重机非常相似，但他们就做不到盈利。你又不是不知道原因，效益好的时候，你们把企业资金抽掉一空，这时候亏损了，你们就不管了。实在是太穷了，企业有了盈利，肯定要优先支持国家建设，这是国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但国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企业倒下去，毕竟牵扯到的职工太多了。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这份名单中竟然牵扯到了部分军工和能源企业，这我可不敢碰。目前经营良好的银行类一个都没有，军工、能源、医药、轨道交通、化工、有色金属这几个方面我一概不碰。军工和能源可以理解，其他几个方面为什么不碰？尤其是轨道交通方面，你们汉唐系和几个国家企业合作的非常好，你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下游产业渗透啊。有些东西不能掌握在私人手里，有些东西是要挨骂的，所以我不会碰。那你看看那些装备制造和科技类的，还有港口物流，都是很好产业。我只想要科技类的，但像是我看上眼的方正集团、金光集团都不在这个名单上，其他的像是芯片制造，我买来干什么？一点用途都没有。不过我可以帮着国家消化一部分工人。你想得美，不能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进了你的口袋，国家还是要掌握一部分产业。畅享集团没在这个清单上吗？没有，畅享集团已经改制了。
现在国资只占了一小部分，如果你有兴趣，我倒是可以和科学院联系一下，让你入股畅享集团。那就算了，畅享集团这么好的企业，为什么要改制呢？是因为管理层持股吗？是的，去年畅享集团管理层向科学院提出了改制申请，科学院同意了，30%的股份出售给了畅享集团管理层。你也同意他们改制？没办法，当初局里考虑到是用股份把这帮创始人留住，因为我们国家确实需要畅享集团，如果没有畅享集团，我们现在买个电脑也要贵得离谱。不敢苟同，说实话，我感觉畅享集团已经成了国内电子产业发展的拦路虎。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举个例子，汉唐芯片生产的内存，畅享集团每年只是象征性的采购一点，还有魔都一家集成电路公司设计的主板，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畅享集团依然还是采用湾湾省华硕集团的产品。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拆开畅享集团的电脑，看看哪一些是国产的，好像只有机箱吧，就连机箱上的电源都是进口的。华晶代工是畅享集团电脑的代工企业，里面的事情我比你清楚。目前国内的现状是，有心加入电脑整机行业的企业都被畅享集团打压的厉害。不过我只是提醒，具体的还是看你们自己。我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你来一趟也不容易，我选几家吧。华夏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魔都励志会计师事务所、华夏证券、华夏基建八局、华夏重型装备集团公司。入股还是参股？参股。这几个公司资产规模太大，我吃不下来。董事会中我要一个董事职位。行，那就这么定了。老板，大消息！不列颠劳斯莱斯集团有意出售劳斯莱斯业务，我觉得这是标致汽车把手伸到欧美地区的最佳时机。只要拿下了罗尔斯集团的汽车业务，就能完美的弥补标致汽车在豪车系列上的短板。你确定？确定以及肯定。罗尔斯集团正在出售他们的汽车业务，一共有2个汽车品牌，一个是罗尔斯，一个叫波利。预计需要多少钱？如果只是收购的话，预计需要4亿美元左右。如果考虑到升级生产线和开发新车型，可能需要6亿美元。4亿美金，包括私有化的费用。是的，目前罗尔斯汽车已经快资不抵债了，也就是他们的技术和品牌还有一定的价值，只是什么？只是资金有点紧张，总公司倒是还有一笔流动资金，但那是防着华星国际突然需要大笔资金，这笔钱不能动。标致汽车自有资金少得可怜，也就是能凑出3个多亿人民币。杯水车薪，没钱是硬伤啊，可这的确是个机会。目前大众汽车也对罗尔斯汽车感兴趣，如果标致汽车拿到了罗尔斯汽车，标致汽车将会一飞冲天，成为国产车里第一个实现国际化的公司，成为国内汽车企业的领头羊。我提个思路，你们再完善一下。如果我们只收购威克斯集团手里的股份，拿到罗尔斯汽车的实际控制权，以标致汽车所有资产注入罗尔斯，实现借壳，在不列颠加敦上市，能不能行？这倒是一个主意。你们完善一下方案后，和国资部门沟通一下，如果可行的话，你们先接触一下威克斯集团，尽快完成整合。老板，各个公司的年度报告出来了。华晶代工怎么才增长了20%？畅享集团电脑的组装代工业务不是已经拿下来了吗？因为我们遇到了竞争。竞争哪家公司？一家湾湾省企业叫富康，在申城设了一个组装厂，和华晶代工打起了擂台。他们的人力成本比我们更低，所以任天堂的部分代工业务已经转移到了富康。也就是说，去年7000多人的掌机代工线只赚了不到300万。现在每台掌机的代工费只有5块钱人民币，和以前的10美元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国内芯片行业发展，汉唐研究院的芯片也失去了价格优势，咱们吃不了差价。富康的生产线很先进，比我们先进一代，同样的产能，富康用到的人数比我们少1/3，并且他们的人工费也便宜，平均工资比我们低1/3。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不然华晶代工就完了。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李茂将华晶代工的事和杨小翠说了一遍。你不是说你最喜欢有人和你竞争吗？怎么这会又看不惯富康也杀入代工这个行业了？心灵鸡汤你也信？谁信谁傻。既然人家的生产线也很先进，那你也购置同样的生产线就是了。成本太高，不划算。既然掌机不赚钱，那你直接把价格做到最低价，即便是掌机不赚钱，可富康也别想赚钱。但富康目前就这一个产品线，它没有降价的资格。媳妇，不错不错，这个法子好一个阳谋。富康想从咱们嘴里抢吃的，那就要崩掉他一颗牙齿。起码我们已经拿到的单子，让富康不敢接才行。惹毛了我看到他总部那边有什么代工产品，我一律低价给他抢过来。他们总公司的代工产品成本高得很，要不他们也不会到申城设厂。富康每台掌机的制造成本应该在3块5人民币，代工价格是5块钱，富康依然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咱们把价格降低到多少合适？3块5吗？不行，3块5是基于每年500万台掌机计算的成本，如果能达到1000万台的产量，估计他们的成本还要低几毛钱。咱们的成本已经无限接近5块钱了，每台赔1块8，500万台就是将近1000万啊！我打算降低到3块2。如果我们把产能控制在200万台呢？那每台赔2块钱，也就是说我们每年会赔400万，这个损失能不能接受？400万的话倒是可以，不过你也要防着富康给我们下套子，万一富康直接停产掌机呢？那它的生产线也要停掉，或者说它要改造成其他产品产线，转成生产别的东西，成本会更高。最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再用低价冲击他们的新代工。
如果富康也释放出一部分产能，转而和我们竞争电脑或者 BB 机代工呢？那就继续这么玩，就看看谁的财力厚实了。何况我们还有芯片的优势，富康只能采购汉唐的芯片，但无法从中间吃差价，光差价这一条就能保证华晶代工的利润。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要开始打就没有退路了。这是个赢家通吃的时代，只有占据了最高点，才能吃到最肥美的肉。但像是富康这种有野心的公司，必须把它给打趴下，否则它一定会是我们的绊脚石。既然掌机已经不赚钱了，不如全部丢给富康。他这次伸手你没管，下一次他还会伸手，咱们就要一次性的把他打怕了、打残了，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行，那就打这一仗。李董好，第一次到您家拜访。港岛通软现在如何？目前已经有员工1000多人，其中小矮子上百人，老毛子过来的也有100多人，咱们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了。我给你指个方向，我听说前年推出了一套免费的开源操作系统，能不能在这套系统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李董说的是 Luxus 系统。没错。李董，您虽然不是软件圈的人，但您却有超级的眼光。我们已经分析过这套系统了，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行业分析报告。本来打算递交给徐总申请立项，既然老板问起来，那我就先跟老板说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和老徐听一听。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其次是苹果公司还有一款，不过他们的操作系统很烂，并不是开源的。我们祖国也有一款，但市场占比非常小，可以不用考虑。Luxus 横空出世后，我们就已经开始研究这套系统。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收银系统上，但随着对这套系统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这是一款非常好的电脑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准备申请资金深入研发，看看能不能拿出一套媲美 Windows 的操作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发完毕？5年，如果要达到微软的3.0版本的水平，至少需要5年时间。如果资金能跟上，我们继续招揽人才的话，大概2到3年就差不多。缺多少钱？给我1亿美元专项资金，3年之内我拿出成熟的操作系统。我给你5亿美元，操作系统项目当做2号项目保障，所有的资源都向1号项目和2号项目倾斜，明白吗？明白，老板放心，2年，最多2年之内，我拿出一款媲美 Windows 3.0版本的系统。不是超越它，否则没法在微软身上咬下一口肉。缺人，那就去招牌；缺钱，找老徐。李董，我一定完成任务。咱们村现在改名字了。是啊，现在不叫村了，叫街道办事处，也不归镇上管了。咱们现在叫东浦市经济开发区副县级单位，王邦是开发区的一把手。那我还变成城里户口了。那可不是，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你的意见。前段时间市里召开了个企业家座谈会，问我们能不能把光明实业做上市。上市？是的，咱们东浦市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不多，我们光明实业是其中之一。关于上市，有利有弊。对股东们来说，上市后大家的身家会有一个暴增的机会，但是一旦上市了，你要再管理起公司来，就不会这么轻松了。我明白这一点，所以我才犹豫呢。公司的其他高层都比较支持上市，但我爹为代表的老派人集体反对，他们说已经知足了，每年的分红就多的花不完，钱再多了就是罪过，还怕上市后自己人说了不算，容易被外人钻了空子。光明实业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股权非常分散，全村家都有股份。如果上市了，只要有新人收购超过1%的股份，就是个人最大的股东，再联合部分人就能把光明实业改朝换代。虽然全村都是一个大家族，但大家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有人敢收，就有人敢卖，到时候公司可能就要易主了。还真是这么回事。最关键的是，公司缺钱吗？不缺。不缺钱，那上市干什么？好像也是啊。你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把光明实业做大做强，而不是想这些赚钱的法子，也不要仅局限于方便面、火腿肠、鱼罐头这些产品，还能继续做大做强。现在水果罐头几乎没有利润了吧？是的，勉强保个本。现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罐头厂，价格压得很厉害。水果就只能做罐头吗？不能做其他的了？你的意思是做饮料，水果饮料？还不算傻，你们要记住，要时刻想着如何升级自家的产品，只有保持产品遥遥领先其他同类，才是市场最佳生存法则。农业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向学校申请了一个课题，就是研究果汁保鲜技术。学校问我们公司能不能投资，预计研究经费可能会超过500万，我给拒绝了。你呀，好好的机会被你给否决了。明天我就联系。现在村里人多了，安排人把村子外面盖上一堵围墙，起码的安全要做好。这件事我们在准备了，开发区也会帮忙，到时候家家户户可能要掏点钱。掏点钱不算什么，这是对大家有益的事情。大家要是不想出，我一个人全拿了。对于光明实业的股权问题，看来我们还要加一道保障才行。什么保障？要是真上市了，新增一条规定，村民手中的股份要是卖出去了，只享受分红权，没有话语权。这样好，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千万别让第三个人知道。过几天我还要去趟京城领奖。什么奖？扶贫先进个人。本来这个奖是你的，但一想到你的身份，上面就给了我。这是上面对咱们的认可。
没错，确切的说，这个荣誉和个人没关系，而是光明实业的原因。如今围绕着我们光明实业生活的人数至少上万人，我们附近的几个村子，甚至是隔壁的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围绕着光明实业的产业链讨生活，也算是解决了部分老百姓的就业问题。这是县里对光明实业的认可，也是光明实业能快速发展的基础。一枝独秀并不符合光明实业的利益，只有周围的百姓都能得到实惠，才能让光明实业有发展的土壤。可以，现在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前年我就把咱家的卤菜生意交给你二舅家做了，今天他来找你说是有事。小帽子，有个事情你帮着参谋参谋，咱家的熟食摊子算是到顶了，我们现在每年有1万把块钱的收益，要想做大，只能再去其他地方开店，可配方容易遭泄露。二舅这是想多赚点，人都是向前看的嘛。也不是没有办法，只不过可能投入比较大。您听过中央厨房吗？中央厨房和光明实业类似，在工厂里加工，然后每天分发到各个销售网点进行销售。这不是和光明实业抢生意吗？我们怎么可能抢得过啊？不一样，光明实业的猪耳朵和猪蹄销量并不高，销售的人群也不一样。你们的目标客户是本地居民。我明白了，投资确实有点大。首先要成立公司，其次是建设中央厨房的费用，再就是配送车辆，还有人员工资也不少。你估算大概要投资多少钱？最少要投资30万。30万，这么多，我只能拿出来10万。这样吧，我出资20万，合伙开这个公司。那行，我家占3成，你家占7成。虽然咱家投了钱，但公司还是二舅你要忙，我做主1家1半。这不能行，就听礼貌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给新公司想个名字吧。就叫东浦市东酱斋食品有限公司，熟食的品牌就叫东酱斋。这名字好。老板趁着这次回来，要不要去趟武汉市？耿秀耿总正在武汉市和无线电元件3厂谈判，还没拿下来，这都将近1年时间了吧？主要卡在哪里？上个月华兴国际的报告说，主要卡在工人安置上，当地衙门希望我们全盘接手他们的工人，耿总一直不同意。工人人数很多，还是说退休工人多？大概有在职职工8000人，退休职工5000人。以前效益好的时候，3厂认为能发得起工资，所以就没有给工人缴纳养老保险。自从2年前他们的开始亏钱以来，所有的职工只拿40%的工资。养老保险的缺口有多大？300万不到。最关键的是退休职工的医疗费还有500多万缺口。如果一旦我们接下了这个包袱，就麻烦了。所以耿总坚决不同意。那就去看看吧。老耿，是不是压力很大？还行，就是耗费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谈下来，怕辜负了老板的信任。不存在，对于无线电3厂，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强求不来的，还是因为职工安置的问题。是的，我已经承诺可以接手全部在职职工，之前拖欠的工资我们也可以承担，但职工代表和地方有各自的考量，所以一直拖到现在。职工代表的诉求是什么？不辞退职工，不解散管理层，不改变现有管理模式，享受汉唐薪酬体系，依然享受医疗。真的是被气笑了。地方上怎么说？接受所有退休职工，按照现有标准保障退休职工生活。价格上没有异议？没有，只要我们满足所有要求，武汉市甚至可以降低收购价格。白给都不能要，这是个不稳定因素，会影响我们整个体系内的团结稳定。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些国企包袱重，职工积极性不足，管理模式落后，良品率不高。要不是因为可以扩大咱们芯片制造的规模，我压根没兴趣。你是想继续谈判吗？是的，我还想继续谈谈，毕竟有现成的厂子和工人，只要接过来稍微改造一下就能满足条件。其实大部分工人还是很好的，技术也不错，只是现在的管理层太难搞了。10个职工代表有8个是现在的管理层。那就算了，不要也罢，注定是被淘汰的设备。咱们的产能不足就不足，只要抓住最顶级的芯片制造技术就好。咱们也不能做到通吃高中低所有的芯片制造。听说有锡无线电厂对3厂也很感兴趣，难不成我们拱手让给竞争对手？他们已经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引进6英寸1微米的生产线，而咱们正在建设的魔都新厂才4英寸1.5微米，咱们怕是抢不过订单啊。如果有锡无线电厂想要，给他们就是了。以后我们专注高端芯片制造就是。不过他们漫天要价，等着咱们坐地还钱，以为我们可能会有耐心花个1年半载的和他们谈判。从他们只接触我们来看，他们还是希望我们接手工厂，所以你这时候放出不谈了的消息，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那我马上通知对方的谈判小组，看看他们什么态度。我们回京城。老板，这次国美融资估值您觉得在多少合适？45亿。这不太可能吧？老板，45亿是不可能的，你能不能和我俩说说，你到底认为多少合适？总该跟我俩交个底吧。我的心理价位是35亿，就是那些投资商能同意吗？你说我和他们搞一个对赌协议如何？如果3年之内国美电器的市值无法超过100亿，我们赔付相应的资金，对国美电器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老板，34啊。就这样，明天谈判。李先生，不得不说，您的溢价把我吓着了。您作为投资行业的翘楚，应该知道，我们银行估值是20亿，溢价150%，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把我们当孩子，这不符合国际通信管理。先生们，请听我一言。首先，诸位看到的20亿人民币估值，是因为会计事务所严重低估了国美电器的盈利能力。作为国美电器的实际掌握人，黄光谷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125家店铺，每家店铺的盈利能力都在100万以上，高的达到了300多万。只是因为我们还在疯狂的开店和购买固定资产，所以盈利能力被严重的低估了。
第二，我认为会计事务所严重低估了我们自有店面的价值。各位可以看看，我们所有的店面都在市中心，大家应该了解国内地产的价格走势，这点我不会再赘述。我们融资5亿人民币，将重点发展新的店面，购买下如今部分店铺的产权，预计明年新增店面超过100家，彻底占领整个华夏市场。华夏市场的最大的家电销售企业，难道就不止50亿吗？请恕我直言，您说的很在理，但是这是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李先生，我们可以在前期的基础上适当溢价至30亿，不能再高了。如果再高，我们没法向我们的投资人交代，也只能选择放弃。我们双方都后退一步，我提个方案。如果各位认可，那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如果不认可，那这次投资谈判就算结束。国美电器增发1500万股股票，共募集5亿人民币，然后国美再增发500万股置换海鸟电器同等价值股份。因为估值超过了各位的心理价位，所以汉唐投资和各位投资人签一份对赌协议，3年之内，国美电器市值低于100亿，汉唐投资赔付每个投资机构股份的3%。如果国美电器无法上市呢？以最后一次融资估值为基准对赌。不行，融资估值不作数。如果李董随便找一个机构就能把市值做到100亿，3年之内必须上市，市值要得到市场的认可。行，我同意。李，如果你能修改一下公司的章程，我想获得公司同意的可能性会大增。你们的员工持股计划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我希望你能把员工持股计划修改掉，因为员工持股计划，我们将会损失15%的利润，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员工的股份是虚拟的，确切的说只是分红。我们公司有详细的数据支撑。自从我们开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国美电器单人销售额提升了30%，人员流动性减少了40%，它带来的利润比你们损失的要多得多。您说的也有道理，我同意此次合作。我也同意。感谢各位的支持，各位放心，就算没人买咱们的股票，我也有能力自己接下来。关总，我们自己的系统开发的如何了？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第5次内部测试，预计3月份左右就会完成。这么快？5亿美元一到位，我们立刻联系了 Lookshoes 系统的最初设计团队，整个团队70%的人都被我们挖了过来，在他们的基础上2次开发，再加上李董提供的思路，所以速度快了很多。如今全世界的电脑桌面被微软占据着，虽然我们也买了微软的股份，但我也不得不说一句，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早晚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老关，明天开始给咱们系统内所有的电脑换成我们自己的系统。我们的系统还没有取名字，请老板定夺。我们华夏民族一直说3皇5帝，那我们这套系统的服务器版本就叫伏羲，电脑版本叫祝融，将来的叫做神农。老板，这名字取得大气。虽然电脑不是起源于我们华夏，但这套系统起源于我们华夏。3皇5帝虽是传说，但在我们手里实现了。老高，日升银行所有的操作系统全部换成伏羲和祝融，有没有意见？国内好说，国外可都是用的是微软的系统，2套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兼容。完全没问题，到时候我会专门找人再重新开发一套数据库系统，即便是微软不同意我们数据共享，也不会影响日升银行的使用。你们有能力开发数据库？是的，我们在漂亮国收购了一家叫做太阳的软件公司，他们有一款基于单片级指令集的设计软件。后来这个公司的大部分工程师都到港岛创业，他们的设计软件非常简便，目前已经在通暖公司正式应用了。我们的开发进度非常快。编译软件叫什么名字？ Java。我记得雅虎快上市了吧？是的，预计2个月后会上市。通知雅虎，让雅虎所有的编译软件全部采用 Java 开发。老徐，你帮着推广一下 Java 这款编译软件。老板，你要想推广祝融操作系统，我建议最好从衙门方面下手。现在国内的操作系统被微软占据了，并且盗版横行，祝融要想打开局面，不是那么好弄的。这个你不用操心，等祝融上市后，我会亲自解决微软的事情。请问老板，我们卖多少钱一套？20块。这么便宜？为了和微软抢占市场，只能采取低价策略。记住一点，我们的系统还不完善，但我们价格低；我们系统还需要优化，但我们价格低。总之，我们的价格非常低，低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老板，我们要先把微软的股票卖掉吗？别，千万别卖。后续的计划中，我们微软股东的身份很重要。不过再弄点苹果的股票，最好能达到董事的地步，让苹果公司紧张，大家也都别当没事人。祝融操作系统不是港岛通软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如果让我知道谁的公司里还在用微软，我只能和你呵呵了。听到没有？神奇熊猫国内上映的事情安排好了吧？没问题了，华夏电影发行总公司负责内陆地区的发行事宜，不过他们估计票房也就1000万左右。无所谓，这次的目的是宣传神奇可乐和南冰洋汽水，电影上赚钱是次要的，后续的第2部、第3部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李茂，我在港岛听到一个消息，听说福布斯准备把你列到全球富豪排行榜单上，好像是名列第2名。第1名是谁？比尔盖茂，听说他的财富值是129亿美元，我可替你亏得慌。你的财富至少是500亿美元，什么时候轮到比尔当第1了？徐礼给福布斯总部发邀请函，请福布斯的专家们到汉唐投资来考察。你有想法？祝融操作系统会在95年正式发布，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做一把也不错。而且我的好多产业并没有上市，所以资产并不好估值。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最好的法子就是邀请福布斯考察自己的公司，他们应该会给出一个合理的估值。我也好奇自己有多大的产业，奋斗了这么多年，我也想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钱。比尔盖茂肯定比不过你，你的产业是他的几倍。看来以后我要首富朋友了。
对了，徐礼，让福布斯别把我的资产评得太高，是比尔盖猫的2倍就行了，达到宣传的效果就好了。等祝融系统上市后，我就隐退了。芯片上游制造产业整合的事情怎么样了？1个月前，我已经把产业整合方案报到了魔都衙门，但魔都衙门并没有回应。难道要我自己整合？那也太麻烦了。李董，如果魔都市衙门不支持整合产业的话，我们可以去中科院魔都微电子所，他们的步进式光刻机早在85年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只是这几年的研发资金断裂了，所以产品比较落后了。你的意思是说，科学院的设备只比国际最先进的晚10年时间？也不能说晚10年，毕竟微电子所也在进步，大概晚了5、6年的时间吧。哦，你能联系上微电子所吗？联系上没问题，但主动权并不在微电子所。我建议咱们直接去找科学院，只要上级部门做了决定，我想微电子所应该不至于反对。科学院是关键，但还必须有足够分量的人牵头这件事情才行。老徐，晚上和我拜访一下复旦大学的谢淑德先生。谢先生你好，我是李茂，今天冒昧前来拜访，打扰您了。你这小子不像李文科说的那样张牙舞爪的，很懂礼貌啊。您认识李文科教授，是小子孤陋寡闻了。小李过来是为了你那个产业整合的事情吧？是的，给谢先生添麻烦了。衙门征求过我的意见，虽然我支持了，但衙门并没有通过这份方案。你想自己干？有这个想法，但是从无到有太费时间了。我想问问谢先生，能不能帮我给魔都微电子所打个招呼？我想和他们合作。你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吗？心里大概有个数，可能每年至少需要投入10亿美元以上。只是光刻机就要这个数，还有什么封装测试、蚀刻机、光刻胶等行业，你个人支撑得起吗？砸锅卖铁我也要支撑，我预计不出10年，漂亮国就会卡我们的脖子了。当初漂亮国给我们下了个套，但有些人就是上了他们的套子了。漂亮国和东芝集团以极低的价格给我们供货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个坑。当年我们的步进式扫描投影光刻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之一，但造价很高，刚研究出来，国外的设备就低价卖过来了。微电子所那边的研究经费被一砍再砍，现在也就勉强维持个运行罢了。既然你想干，那我这把老骨头再活动活动。我这里有几个人选可以调动。林英先生是科学院的院士，比我大几岁，从科学院半导体研究院退下来的。王德发是以前的魔都微电子所的所长，现在的所长张建国是他的徒弟，这些人都可以帮你。哦，小子这次是来对了。当年李文科5个人一起到魔都的时候，我们见过面，别提多羡慕李文科了。上级没经费，没想到你却把芯片设计行业撑起来了。当初我还想去你那看看的。那您为啥没去？芯片研究和光刻机完全是两码事，光刻机是需要大量的真金白银投入进去的，私营企业怎么可能会舍得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当初我以为你们只是小打小闹，不过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你了。好饭不怕晚，咱们还是在一起合作了。能说说你的打算吗？你想像原来的计算机所一样成立一家公司吗？是的，据我所知，目前咱们在光刻机、封测设备方面比较落后，像是贴片机和蚀刻机方面还算不错，所以我们能不能和微电子所联合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这个应该没问题。我了解一下魔都电子所在光刻机等领域，魔都微电子所一共投入了1亿多人民币，所以我打算把微电子所的技术作价3亿人民币，微电子所的所有技术人员作价2亿人民币，合计5亿投入到新公司中，我们公司出资10亿美元。成立魔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科学院或者微电子所占股8%，剩下的股份归我们公司所有。我替电子所的同志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的技术人员看得这么重，2亿人民币呀！整个微电子所500多个技术人员竟然值2亿，他们的腰杆子直了。明天我就去拜访几个人，如果能按照我们的计划走，不出5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不是不可能。小子何德何能，让先生为我奔走？小子只能表个态，以后新公司要钱，我就是去抢也得抢回来。我可不是为了你小子赚钱，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为了我们能不被人卡脖子。俺也一样。李，你这是赤裸裸的背叛，背叛了我们的公司。你明明是我们微软公司的股东，却还自己做系统，还比我们便宜，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这是为了我们公司好，难道你看不出我这样做的用意吗？你有什么用意？不就是想和微软分一杯羹吗？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上1个月，你的祝融系统已经占据了市场30%的份额。比尔，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我们联合绞杀另一个。另一个，除了我们2套操作系统外，还有其他的吗？
难道你忘记了乔布吗？李，难道你不知道乔布被驱逐了吗？他们的操作系统就是一堆臭狗屎，和他们的电脑产品一样。我们必须承认，乔布是个天才，他早晚有一天会重出江湖。当苹果的股东面对糟糕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会让乔布回归的，相信我。我不认可你的判断，你也不用转移我的注意力。今天我们是来商谈2个系统的事情，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起价格战，这不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可以约定一个对赌协议，如果5年之内乔布回归，你要赔给我10%的微软股份；如果5年之内乔布不回归，我赔给你20%的通软股份。不，这份协议并不等价。我的微软公司市值超过了500亿美元，你的通软却没有上市。我认为至少要50%的通软股份才能相等。比尔，通软每年的营收超过了25亿美元，你的微软也不过100亿美元，但利润率方面我们只有一半的差距，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市值按照一半计算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我适当的提高祝融的价格，相信营收会更高。再说了，你的操作系统中有不少专利在通软的手中。你就是个魔鬼！你们的网络协议还是我们帮着升级成了全球标准。李，你的中文处理系统并不复杂，你的网络协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能随时更换这2个技术。你们当然可以随时更换，但如果我把这2种技术授权给你苹果呢？你给我整的不会了，那我暂且认为乔布会回归。让我们来协商一下2套系统的兼容问题。我希望我们2套系统之间能完全兼容，包括办公软件处理系统。我们之间只有携起手来，才能让地球成为真正的地球村，我们才能联合收割全世界的财富。所以接下来的售价，李，你也是微软的股东，我希望注重的售价和 Win95 一样，让2套最优秀的系统处在同一个竞争点上，我们才能联合收割全世界的财富。比尔，抱歉，我已经向全世界承诺了价格不能涨价。你们可以借着升级的机会涨价，相信我，市场会为你们的涨价买单的。用什么理由升级？更换版本。我们的版本是最完美的。你就说升级漏洞。我们的系统没有漏洞。只要你涨价，我愿意划分市场给你。我不涨价。比尔，试用版本低价的事情我已经放出风去了，所以短时期内我不可能一下子提高价格，只能缓慢的一点点的提高，预计10年之内能达到和微软同价的水平。10年？目前你这个价格10年以后微软还在吗？比尔，先听我把话说完。华夏和漂亮国之间的知识产权战应该快结束了，我希望伏羲和祝融操作系统会在知识产权结束的时候上你们衙门的关税制裁清单。我没听错吧？没有，当然这个制裁时间不能过长，我认为时间持续2-3个月是最好的。你是想用制裁来涨价？你想让大家以为祝融是被漂亮国制裁不得不涨价的？你这一步一步的算计都是你的套路，我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吗？当然有，我们要合作共赢。你们的正式版本涨价后是多少钱？50美元。你故意的，你知道我们的成本就是50美元左右。比尔，世界人民更相信微软，你们的市场份额肯定能占到80%，我只要20%的份额。我们不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是那个烂苹果。比尔，乔布先生的生意做得很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联手把苹果公司拿下来？没有，微软不打算涉足硬件制造，我们必须站在公正的角度上，才能让所有的电脑制造商相信我们。很遗憾，只能我一个人试试了。我个人是非常欢迎乔布回归苹果公司，但是乔布却喜欢研发操作系统，这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事情，还是让我们2家来做吧。乔布只要把硬件操作系统做好即可。我同意你的计划，不过我必须要你一个保证。请说。如果港岛通软进行融资，微软必须参与进来。如你所愿。还要保证10年之内不减持微软的股份。没问题。老板，东芝的社长西田后聪求见。等魔都微电子成立后，少不得要和东芝打交道，这次能先见见他们的社长，也算是混个脸熟。李先生，不瞒你说，你的祝融操作系统我们非常喜欢。你知道我们东芝也生产电脑，我们希望能和港岛通软有良好的合作。西田阁下准备怎么合作？我们希望能入股港岛通软，并在董事会中占据一个董事的名额。可以拿东芝半导体、东芝移动通信和东芝数字技术来换。李先生，这是不可能的，请提一点符合实际的要求，例如我们可以多出30%的费用。你也觉得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会向我提入股港岛通软呢？西田社长，我的要求就这些，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在祝融操作系统方面，我可以做主，每套的价格是市场价的1/3。当然，这个供货协议是保密的。如果我们受到了制裁，估计港岛通软是不可能继续用10美元的价格出货了。是的，我们已经有了分析，这是漂亮国一贯的作风，他们会像制裁我们一样制裁你们。阁下可以和你们的董事会商量一下，我的话是认真的。还有，将来我建议你们不要过多的引入欧美资本，因为你们衙门的屁股坐歪了。不知道西田阁下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李先生是东芝的好朋友，也是我西田后聪的好朋友，希望我们能继续加强合作。谢谢您的忠告。报纸上说你现在是世界首富了，总资产600亿美元。去年的比尔盖茨现在排在了第3位。600亿？我不是告诉徐礼我的资产是比尔的2倍不就好了吗？这下整的。我看了，第2名到第10名的财富值加起来再乘以1.5倍，才和你的财富值相等。好家伙，这宣传的效果绝对达到了。没想到咱们的系统给比尔冲击这么大，他居然都跑到第3了。你真的有这么多钱吗？我怎么都不知道。
差不多吧，不过主要是为了咱家系统能上市的一个噱头，漂亮国可能会把伏羲和祝融操作系统列入制裁清单。制裁？这是我和比尔先生的一个约定，没想到他的速度还挺快的。那咱们的系统是不是不能在漂亮国发售了？暂时是的，我准备去漂亮国一趟，和他们的商务部谈判一下。听说你要去漂亮国？没错。我接到上面的电话，国家希望你们能趁着这次机会和漂亮国商务部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再拿下一条6英寸0.5微米的芯片生产线。相关的协议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你们也可以答应漂亮国，国内不会设置障碍。是不是为了国内的908工程？是的，自从开始908工程以来，国内费了很大的劲，才帮助有锡无线电厂引进了一条6英寸0.5微米的芯片生产线，花费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条生产线的要价超过了10亿美元。当初你引进第一条4英寸生产线的时候，才花了1亿美元，可现在却要10亿美元。固然有技术升级的代价，最大的问题还是技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别人的剥削。要知道，同样的生产线，弯弯的台芯电只花了不到5亿美元。不是我矫情，而是这个难度有点大。不过我会尽力争取，到时候贷款方面，希望国家能帮着解决一部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建一条生产线了。国内会为你们华兴国际提供全额无息外汇贷款，你们引进几条，我们就提供几条生产线的贷款，全力支持。你这整得我压力有点大啊！你放心，我会和漂亮国商务部门进行商谈，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尽量的拿下8英寸0.34微米的生产线，如果不行，我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择6英寸0.5微米的生产线。谢谢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这次你和微软的纠纷，国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我们使不上劲，希望你能谅解。理解，也感谢国家一直支持我。你好，琼斯先生，我是李茂。你好，首富先生，你能莅临我的办公室，真是蓬荜生辉啊！首富先生，关于你们通软和微软的事情，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议员先生，我们是非常真诚的，只不过比尔盖茂先生并不是议员，所以他站立的角度不同，我无法说服比尔先生。说说你的想法。要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电脑桌面几乎都被微软占领了，将来家家户户都有电脑的时候，微软岂不是要统治全球的电脑桌面？议员先生，这可是赤裸裸的垄断啊！你能想象得到微软统治了全球电脑桌面后的场面吗？微软的售价太高了，也影响电脑的普及率，所以我们港岛通软将作为破冰者，打破微软在这一行业的垄断地位。但是我们港岛通软毕竟是新公司，实力还不强大，无法撼动微软的老大的第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无法撼动。我听说过你们的系统是基于一款免费软件形成的，系统方面肯定不会很稳定，但是我认为你们的售价确实太低了一些。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你们这样并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议员先生，都怪我脑袋一热就把祝融的价格定为10美元。确实，但是出尔反尔会对你的名声不利。不过这一点不要担心，到时候商务部门会帮你把收尾解决好。非常感谢议员先生，您知道我的名下还有一个芯片制造企业，但目前我们的制造设备太落后了，我想从贵国引进几条先进的生产线。不知道议员先生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你们想要芯片生产线，只要不是最先进的，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当然不是最先进的，只需要8英寸0.34微米的生产线。抱歉，我不能现在就答复你，我需要了解一下情况。那是当然。议员先生，请收下。这是何意？我听说您的夫人正在为流浪猫寻求一个庇护所，我也是热爱小动物的人，请帮我给尊夫人说一声，让我为小动物尽一份自己的爱心。你的爱心将会传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动物的心中。给你们个任务，你们打听一下漂亮国最大的芯片生产线集成商，让对方帮我们华兴国际设计2条8英寸0.34微米芯片生产线，记住是全套的，不要在乎价格。游说工作需要我们两方共同发力，明白吗？老板，你确定吗？确定，我已经和好几个议员进行了洽谈，他们已经明确支持我们引进8英寸生产线。不过事情可能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还需要漂亮国一个大的机构对我们提供帮助。至于费用方面，国内会为我们提供全额无息外汇贷款。如果8英寸实在有难度，那就要6英寸，但是制成工艺必须是0.34微米。记住了，如果是6英寸0.34微米，也就比漂亮国落后1代半，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落后2代绝对不能接受。李，我替你约见了我们的部长艾利森，你可以和他谈谈，我和他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你的问题应该不大。感谢议员先生对港岛通软的帮助。正如你所说的，世界很大，能容得下祝融和微软同在。我们漂亮国是个自由的国度，作为衙门官员来说，是不希望看到微软一家独大的。我带你去见他。你好，部长先生，很荣幸见到您。你好，首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已经是首富了。关于你名下通软和微软的事，我们商务部门并不是单独针对你们，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因为你们的售价太低了，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你们必须提高售价。如您所愿，但我希望能和微软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作为交换条件，港岛通软将会在硅谷建立一所研发中心，预计会雇佣超过500名员工。李，你是个识趣的人，我想问题已经不大了，但是我们还需要走一个正式的流程，具体的谈判时间我会通知你们。希望你们华盛投资能继续在漂亮国加大投资规模，我们的年轻人需要你的支持。谢谢部长先生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加大投资力度。李，你有没有考虑过移民？
漂亮国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部长阁下，我的父亲是个老顽固，如果我加入了漂亮国国籍，估计我的父亲会把我的腿打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是我家的长子长孙，在我们华国，老大要担起老大的责任。那可能是我们的文化不同，不过还是那句话，漂亮国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听说你名下的神奇可乐在我们国家开的厂要开工了，感谢你帮我们解决了我们上千个就业问题。不得不说，你们的可乐非常棒，我孩子非常喜欢。它真的有治疗拉肚子的功效吗？不，部长先生，神奇可乐只是一款可乐，没有药用价值。那太遗憾了，我听说不少市民都用神奇可乐当做治疗拉肚子的药物，我以为真的具有药用功能。还有这事，我回去就让人调查此事，如果真有我会澄清。那你可得尽快，我们国家的人可是真的会相信的。感谢部长先生提醒。你安排人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人真的相信神奇可乐会治疗拉肚子一类的疾病？确实有这种说法，听说是记者去华夏采访的时候得到的信息。在我们刚宣布建厂的时候，这种说法曾经非常火爆。过几天召开个新闻发布会，郑重地告诉消费者，神奇可乐没有药用价值，有病要去医院。老板没必要吧？谁会相信这种事情？真的会有人相信？漂亮国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智商，漂亮国的普通百姓并不具备智商这种良好的素质。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去大街上问问，水的沸点是多少度，没几个人知道。还有这种操作，我会去安排的。对了，老板，我们打听过了，敢接我们项目的只有德州仪器，不过德州仪器要价非常高，8英寸，0.34微米，15亿美元，比英伟达的采购成本高了将近1倍。不过对方没有把价格说死，德州仪器的总裁希望能和你亲自谈谈。如果这条生产线拿到手，咱们能推进到什么程度？我不敢保证，但我觉得能推进到8英寸0.24微米的水平。我们手里有几项技术能对整条生产线进行改造。明天我们去会德州仪器的总裁。我给首富先生一个面子，一条生产线14亿美元。可以，但是1年之内要交付3条生产线。你要知道，这不可能。一条生产线的生产周期超过了2年时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在1年之内就提供给你们。听说台新电预定了5套，如果能匀出3套来给我们，我会无限感激。咦，我们是有商业信用的，台新电已经预付了3成定金，我们不能违背我们的协议。这样啊，如果我说我们一次性全额付款呢？42亿美元全部支付。是的，只要1年之内交货，1年半之内帮助我们建设好，我们可以一次性支付42亿美元。42亿一次性支付，价格还比台新电贵了将近1倍，这是赶着来给我送钱吗？那我就不客气了。上帝啊，你太疯狂了，那我们就陪着你们一起疯狂一把吧。只要你们在半个月内全额支付，半个月后第1条生产线就会启程。成交。不过请总裁记住，违约金是3倍价格，希望你们能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当然，我们德州仪器的信誉一向良好，这点我是非常相信的。那我们就签合同吧。信不辱命啊！这次回来我带了3条生产线回来。我代表国家谢谢你，你这是帮了国家的大忙了。我也要感谢国家给的几十亿美元的无息贷款，顺利完成这次任务。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快看看咱们的计划书。你直接说吧，我就不看了。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我只是大股东的代表而已。看老板说的啥话啊？你永远是我的老板。经过和其他股东协商，我们把上市的地点定在港岛，在上市之前会进行第2轮融资，之后立刻启动上市工作。第2轮融资只是单独为了抬高估值吗？是也不是，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不大好的现象，例如南方省忽然横空出来了一个叫宜宁的家电超市，他们开店的速度很快，才2个月的时间就在南方省开了10几家店，让我们的销售额下降了20%左右。所以第2轮融资主要是为了和宜宁打一仗。宜宁电器早就成立了吧？为什么你们现在才和对方对上？之前他们就几家店，并且只卖空调，但从去年开始，他们忽然就发力了。经过我们调查后发现，是因为有国际资本入股宜宁，他们的底气就足了。我们准备搞一波促销活动。第2轮的估值是多少钱？按照20倍市盈率计算，估值50亿。上市募集的资金主要用来筹建海外门店。我们这次想扩股7000万股，总股本达到2亿股，市值80亿左右，然后上市增发1亿股，采用现金流计价法，预计每股的价格在35到40元之间。为什么要扩股7000万呢？直接使用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转股不行吗？这不是为了给公司多搞点现金吗？你能完全掌握住董事会吗？没问题啊，大家的关系都很融洽。在绝对的利益面前，融洽都是假象。这是合计再说。老板，这是你让我整理的本年度投资公司名单。这个燕京东方电子产业公司和粤海格里电器公司不错。老板，燕京东方还说得过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了国内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在部分集成电路和电视显像管等方面做到了全国第1位。咱们投资肯定回报率大，但格里电器您怎么也看好？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技术，最核心的压缩机都是采用小矮子的。咱们公司前几年参与的国企改革方面，我本人是非常满意的。例如清华大学的校办企业红光集团，将来肯定是有非
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的。类似这种高科技企业，不要心疼资金，将来肯定会百倍千倍的回报我们。我这么说吧，你现在花出去的这几亿美金，只要这个红光集团就能回本了。但是在格里电器上面，你可能看走眼了，不要看这个公司以前在干什么，而要看它将要干什么。你没看到格里电器融资后的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到质量控制和技术研发上吗？现在投入1块钱到研发上，将来会有100块的产出。记住了，只要想投资研发的，哪怕是卖化肥的，咱们都投资。我记住了。对了，老板，有一个叫孙不义的人想见你，对方说叫阮金，是矮子国的上市公司。阮金孙不义，他见我干什么？会他？孙先生久仰大名了。李先生太客气了，冒昧打扰了，请多关照。李先生，听说您名下的未来通信正在注册 VCD 的整机专利权，能不能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孙先生，你的要求让我脑瓜子嗡嗡的。李先生何出此言？我个人是非常看好未来 VCD 的前景的。如果只是李先生来开发这套系统，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软肋，但这点对于我来说却不是问题。愿闻其详。按理说1年的时间了 ，VCD 肯定能够流行起来，但现在销售量并不大，不知道李先生知道原因吗？知道啊，没有片源。李先生，您太懂行了，现在轮到我脑瓜子嗡嗡的了。孙先生的软金现在市值是多少啊？大概在5亿美元左右。孙先生，我能不能入股软金集团？李先生，您没开玩笑。你也知道我在漂亮国的高科技公司有一些上市了，孙先生可以挑挑。如果有孙先生看得上眼的，就用股票入股孙先生的软金集团，但是雅虎和苹果的股票除外。这一是孙不义失去了投资雅虎的机会，被我提前投资了。不过他的软金还是可以的，能收割一点是一点。李先生，为什么要把雅虎排除在外？我现在就可以做主10%的雅虎股份，置换10%的软金股份。雅虎第一轮融资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再有几个月就该去敲钟了。软金才多少钱？对等交换，你觉得合适吗？李先生，对于苹果公司的股票，我本人并不看重，但对于像是雅虎、太阳公司、网景，甚至是您的港岛通软，我是非常看好的。如果是换股的话，只能从这几家换股，其他的，抱歉，我是真不感兴趣。你看好网景？是的，我觉得网景的网站很有发展空间。10%网景的股票换你们30%的股份，如果答应的话，我让人马上去办；如果不答应，此事就此打住，咱就当交个朋友。放心，我不会插手软金公司运行。如果以后我们2家投资机构在某一个项目上碰到了，到时候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就好。李先生，我心动了。老板，关于收购罗尔斯汽车的事，目前最大的难题出现在宝马汽车和威斯克集团那边。威斯克集团可以理解，毕竟是罗尔斯集团的实际控股股东，他们反对标致汽车收购罗尔斯汽车倒是可以理解。关宝马汽车什么事情？罗尔斯汽车和贝利汽车采用的是宝马汽车的发动机，宝马汽车放出话来，如果罗尔斯汽车卖给别人，宝马汽车将会停工发动机，而且咱们这种注入资产的方式，他们的王室也不同意。这是给咱们下绊子呢，他们无非就是想多要点。如果标致汽车贷款4亿美元，你认为多久能还上？按照目前的盈利能力，至少需要10年时间。要不汉唐集团以标致汽车的股份做抵押，从鲁东贷款4亿美元。为什么不让标致汽车直接贷款？如果让标致汽车背负着4亿美元的债务，标致汽车猴年马月才能还上。咱们贷款后再把这笔款子注入标致汽车，这样也能做大标致汽车的市值。唯一的不好处就是会影响汉唐的年度报告。要不汉唐以企业债或者资金拆借的形式，从华盛投资先拿4个亿应急，这样也行。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控股了罗尔斯汽车，我建议把标致汽车的管理架构再变一下，改成标致汽车集团公司下辖标致汽车和罗尔斯汽车，这样对于2个公司的管理有好处。我同意。对了，你们评估过罗尔斯汽车的技术吗？评估过。罗尔斯汽车的发动机能不能换成其他公司的产品，例如丰田？有难度，车架需要重新设计，平稳性也会受到影响。我记得罗尔斯有自己的发动机啊，为什么会用宝马的呢？罗尔斯的汽车发动机已经非常老旧，经营不善。罗尔斯发动机公司在2年前已经停产车用发动机，能不能用奔驰的发动机替代？我们需要评估。那就去评估，看看世界上有哪些发动机能替代宝马的发动机，能解决一样是一样，这样就算宝马不同意，咱们也有后路。上面的文件下来了，同意组建魔都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成立的魔都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国家863计划，享受国企同等待遇。另外还有国资委发布的聘任文件，聘任你为国有资产管理顾问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并不会担任具体的职务，但希望我们管理局需要的时候，你们能对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国家这么器重我呢，我腰杆子更直了。别嘚瑟了，关于股份划分，你有什么意见吗？找第三方机构对魔都微电子所的魔都市政府的资产进行评估，按照具体的资产规模划分股份即可。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是我要求在董事会中占据2个名额。关于独立董事方面，我希望谢书德先生有1个名额。先生在行业内德高望重，我想应该能压得住阵脚。公司总经理的职位，我希望由汉唐投资提名。这点没有问题，电子所光院士就有5、6个，总经理的人选也不能马虎。这次咱们一起去魔都落实这个事情，那边还有个老领导等着和你谈话。老领导谁呀？去了你就知道了。小李子不错，从一无所有到世界首富，也只用了10年时间。如果从倒卖小咸鱼时算起，正好12年。你的启动资金真的是你夫人提供的？
是的，一共60块钱。看来报纸上的八卦是真的吗？不容易，12年时间，从60块人民币到600亿美元，你放了一颗大大的卫星啊，比我还要强一些。我当年比你的启动资金还要充足，小家伙，有时候看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子。有人曾经和我说过，你把汉唐当作核心资产，其他的都是圈钱。荣老说的对，不过还要再加一个港岛通软。从高档制衣的利润都补贴给你们汉唐研究院开始，我就知道你的最终目标是高科技产业。如果没有高档制衣的补贴，汉唐芯片研究院恐怕都开不下去吧。您老说的对，工业部小王跟我说，希望我到魔都来看看，说这是曾经对你的承诺。我也想过来和你聊聊，但在京城人多嘴杂，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一是给你鼓励，二是给你安心，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看看到底能把我们华夏的高科技产业推高到什么程度。我拭目以待。您老放心，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钱没了我去找。好，要的就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就联系我。有您老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小李，你们的魔都微店什么时候能赶上别人的技术？一条就14亿美元，这个钱很好赚吗？德州仪器卖给我们14亿，但卖给台新电的价格只有7亿多，现在只有一条，第二条已经开始清关，预计再有3个月就能投产，第3条生产线已经装船起运。我们和德州仪器相比要落后3代，不过我们魔都微店会迎头赶上，过几年您再过来看看，肯定全是我们国产的设备。好，那我等到期。老板出事了，在漂亮国的提议下，38国召开会议，准备再次成立一个全世界的武器和高科技禁运组织。华夏这次跑不掉了。魔都微店的第3条生产线现在怎么样了？好在微店反应比较快，生产线已经到魔都了，但德州仪器不会为我们提供额外的服务，还要求我们把这批设备运回去。告诉他们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否则赔偿3倍。那估计要打官司了。生产线咱们能自己组装起来吗？有难度，主要是装配图纸没有跟着一起运过来，咱们工人的技术水平也不足，要好好研究研究才行。对着前2条生产线安装就是了，照葫芦画瓢还不会。螺丝拧一圈还是拧半圈都是有讲究的，一旦开始动手组装就不能停下来，一旦组装坏了，整条生产线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去找李树全，很多专业设备，不管是华新国际还是魔都微店都没有，需要领导帮忙。是瓦森纳协定的原因。是的，德州仪器需要等待漂亮国商务门审批通过，才会派工程师过来安装。前2条生产线安装的时候，还不让我们的人看，台新店的人就去能看，双标啊！需要什么东西，把清单发给我，我负责给你落实。哦，感谢领导支持。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对畅享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全国谁不夸畅享集团是民族的脊梁？为什么你就这么看不惯呢？从计算机所开始到94年之前，畅享集团对华夏电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点谁都不能抹杀。畅享集团把高达几万块的电脑做到了1万多块钱，这就是贡献。否则指望着咱们国内的收入，要想普及电脑，那是难上加难。但是2000年之前，畅享集团依然是功大于过，之后就难说了。为什么是2000年之前？2000年之后会怎样？畅享集团会成为整个华夏电子产业的拦路虎。我在很多场合说过，畅享集团已经有了拦路虎的潜质，他们信奉金钱，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赚钱不惜扼杀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信奉商业无国界，他们将会成为漂亮国高科技霸权的帮凶。畅享将会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而不是华夏公司。畅享集团也在投资支持高科技，这就是最大的错误。他投资的产业全是无根之草。为什么华新1号项目被他们雪藏了？华新1号就是我们华夏自己的 CPU， 因为华新1号动了漂亮国的奶酪，所以畅享把它扼杀了。你好像反对商业无国界。商业无国界，但商人有；商业无国界，但商人有国界；科技无国界，可科学家有国界；艺术无国界，可艺术家有国界。从合同上看，咱们的赢面非常大，可我们是外来户，不见得能打赢。你要做好输官司的准备。我心里有数，但这个官司不能不打。要是不打，当我礼貌怕了他们，即便是有什么协定也不怕。这官司的周期可能会很长，有可能拖拖拉拉的耗时好几年，你们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我们以正式行文的方式确定德州仪器已经违约，能不能作为证据？人家德州仪器会给你这个机会，你发函过去，人家不搭理你，耗着你，你咋办？我还是收集点实际性的证据，然后再去漂亮国。台新电拿到的技术资料是属于我们的技术专利。没错，是咱们华新国际的副总石庆鹤透露出去的。为啥现在才告诉我？为了在公司保密，现在咱们可以出动告他们了。你们想法是什么？为了打台新电一个措手不及，咱们一是要求他们赔偿，二是要求他们停产。今年他们的生产计划已经安排好，如果他们的生产线停产改造，势必会影响今年的产量进度，他的客户不会同意，甚至要赔偿违约金。目的是吃下台新电空出来的业务，万一易兴电子也参与进来呢？能吃下一部分，易兴电子的生产计划也排好了，短期内应该接不下来。台新电那边知道他们得到的技术涉嫌侵犯我们的专利了吗？估计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专利申请文件正在漂亮国和欧洲公示，我已经安排人去举报了。那就联系一下台新电，向他们发律师函，要求赔偿10亿美元，并立刻停止使用我们的技术，否则打官司。
您好，李首富，我是一星电子的李载洙。小李，你不地道啊！我们搭好了戏台子，你们过来唱戏，还有贴你吗？我们一星电子准备助首富先生一臂之力。再说了，伟大的南汉民国是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的加入会加速台新电的垮台。扯犊子！别台新电没垮台，我们华新国际先垮台了。李先生，据我所知，你们没有能力吃下台新电空出来的市场份额，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才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说得好听，这样吧，台新电的客户我只要1/3，剩下的归你们。但是台新电在魔都和江南的厂子你就别考虑了。魔都的厂子我们志在必得。魔都和江南的厂子工艺非常落后，作为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你们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不符合你们的身份，还是给我吧。不，虽然制成工艺落后，但对我们占据市场是非常有帮助的。没得谈。有啥条件？我们入股华新国际。那我也要入股一星电子。成交。我说的不是一星电子，说的是一星集团。我的耳朵还是很好使的，我听到的是一星电子。不，我说的是一星集团。一星集团是非卖品，华新国际也是非卖品。那没得谈了。看来是没得谈了。那就价高则得吧。如果我们华新国际配合一星电子拿下台新电在漂亮国的制造厂，不知道一星电子有没有胆子干？李先生说的是真的。当然，台新电漂亮国制造工厂的技术水平很高，我们华新国际还用不到这么先进的工艺。能不能说说您的详细计划？当然，我是毫不藏私。目前华新国际已经在华夏和漂亮国同时对台新电提起了诉讼。按照我们的分析，台新电为了度过这个难关，肯定会断臂求生。最大的可能性是放弃魔都和江南的制造厂，以取得我们的谅解，或者说把这2个制造厂低价卖给我们。如果能动用你们的关系，协助我们查封台新电的漂亮国工厂，我想台新电受到的压力会非常大。为了保住高端客户，他们必须断尾求生，卖掉漂亮国工厂的可能性大增。我绝不染指漂亮国的工厂，如果伟创或者德州仪器等公司有想法，我也会帮一星电子去做工作。你如何保证台新电一定会出售漂亮国工厂？要知道，漂亮国的工厂和他们总部的技术性能是一样的，他们不可能放弃最高端的制造工厂。如果查封他3个工厂，他们就无法按时向顾客交货，会面对高昂的违约金。多查封1天，他们就要多损失1天的费用，这个账台新电会算。为了一个侵权，漂亮国是不会查封一家公司的。事在人为，这就是你们的事情，我可以提供一些证据助力一波。我需要你们的专利授权。不可能，这是我们在终端芯片领域的法宝。再说了，对付台新电，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事情，不能你们光拿好处吧？对我们来说，夺一个漂亮国工厂好处并不明显，反倒是你们华新国际的好处更明显一些。你们拿到那个厂，将一举奠定亚洲芯片代工的龙头地位。在10年之内，华新国际是没法和你们竞争的。不管我们拿不拿得下，我们依然将会成为亚洲第一。对，你说的都对，我把我们的步进式技术交给你们，怎么样？当真？比珍珠还真，但2次开发后产生的技术，我们要占1半的权利。成交。李先生你好，我是台新电张小青。说起来，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但既然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谈谈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李先生说了是我来晚了，魔都和江南的厂子，如果李先生答应撤诉，这2个厂子作价20亿美元卖给李先生。不是卖给我个人，而是华新国际。再说了，我并没有觊觎你们的2个工厂，当我是傻子啊？2个厂子的残值价值10亿美元还差不多，你竟然敢跟我要20亿美元？19亿5千万，这2个厂子是我亲自建设起来了，光固定资产的投资就超过了22亿美元，还不说2个厂子土地的增加值以及无形资产。可你们还有5亿美元的贷款啊！李先生，2个厂子还有1万名职工，其中科研人才有1000多人，这些人才是无价之宝。如果李董想把这些人挖到你的公司，至少需要付出几亿美元的违约金。不，我从张总身上学到了一招，叫做第三方机构。我想这并不是多难的事情。恁这是嫌贵了，请李先生报个价吧。既然张总这么诚心，那我就报个价格吧，10亿美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立刻在国内撤诉。当然，你们依然可以拒绝，实在不行，我们就等法院判决嘛，反正就是赔偿10亿美元的事情，再加上不要继续侵权，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另外告诉你，我打算明天把财产保全的申请交给法院。完全接受你的条件，但我希望李董能对我们台新电万省工厂授权使用你们的技术专利。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记得给专利费。怎么样，成功了吗？已经流片3次，都失败了。哪方面的问题？设计有点缺陷，制造工艺也不完善。淡定，都等了这几年了，再失败一次又何妨？再失败一次又何妨？说得轻巧，华新1号已经耗费了几亿资金，要是还拿不出成果，我们这帮人成了公司的罪人了。其实第1代芯片能达到英特尔386的水平，按照我的意思是先向市场上投放一批看看效果，但老李不同意。只要我们投放了华新1代，国际 CPU 生产商能根据我们的制程工艺推算出我们正在研究的项目，只要英特尔等公司把我们正在研究的芯片价格降到一个超低价，公司就难以为继了。研究院的经费不足了吗？倒是够，每年总公司补贴10几个亿，我的压力山大啊，我的大老板。
你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至于找钱那是我的事情。不过华新一代芯片生产出来也不能浪费了，我好好考虑一下，如果用我们的华新一代，能不能组装一台简易版的计算机，不用太复杂，能玩游戏，能打字，能上网，迷你型电脑，这种计算机的成本在多少钱？所有的元器件都能国产化替代，芯片和内存可以用我们研究院的产品，主板可以采用畅享集团淘汰的产品，显示器可以用京东方的。如果年产量达到1万台，裸机的成本大概2100块钱左右，超过5万台，成本2000不到。如果让华晶代工给我们代工生产呢？我就是按照不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计算的成本，误差不超过5%。刚才我说的这种电脑，如果市场售价定在3999元，你们觉得市场大吗？有多少我要多少，一年销售上百万台不成问题。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谁不希望孩子能多学习电脑知识？现在一台电脑动不动就1-2万，什么家庭能消费得起？那我们的目标客户就是初中和高中的孩子，我们有芯片，有代工，有销售渠道，事情能不能干？能干。李茂，你要干什么？为什么汉唐在大规模的调集资金？李主任，本来准备明天去你办公室找你的，既然你过来了，那我们就好好聊聊。首富土豪，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不是碰到银行的人，我都不知道你们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抵押。听说全部抵押了是吗？全部，能多贷出1分就多要1分。你要干什么？割韭菜去。哪里？王泰国、南韩、新坡，以王泰国为口子，打开这几个国家的金融缺口，赚取外汇。你确定吗？你要成为罪人的。我知道，这不先找你商量一下，我准备卸任汉唐投资董事长的职位。如果汉唐没钱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追加投资啊，咱们不用冒险吧？股份尽量不要再继续稀释了，就现在的股东我都觉得有点多了，只有我们保证绝对的控股，我们才能保护好这台华夏高科技的发动机。被别人控了股，咱们的科技又要落后卡脖子了。我这次背水一战，就是为了解决汉唐未来30年的资金需求。可太冒险了，如果失败了呢？你见过我失败吗？再说了，即便是我失败了，你们再继续注资就是，到时候股份成为国家的，你应该高兴才是啊。这次是对抗3个国家，不是闹着玩的，从没有人这样干过。我的李主任啊，我不会失败，你要相信我。如果你不同意，我将会动用大股东的身份，结果还是一样的。我劝不动你了是吗？很明显是的。行，我去找你岳父。你不按套路出牌啊？你还把我当长辈吗？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要不是李树全打电话给我，我还不知道呢。爸爸，别着急，咱爷俩慢慢说。您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了，我还有什么奔头？你可以别说什么带领汉唐掌控全世界的高科技，要是这么搞，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您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吧？略知一二。他们就是富可敌国，几乎掌控了欧洲的金融业，最后还不是烟消云散了。可你这是拿自己去冒险。放心吧，爸，我安排人找了几个对外销售的小岛，咱们好好挑挑看看哪些小岛合适，咱买下来。等你和我妈退休了，孩子们上了大学，咱们去小岛上过日子多好，每天种种花，养养草，打打鱼，别提多舒服了。既然你已经有了决定，那就去做吧。感谢爸的支持。老板，网上出现了很多对汉唐集团不利的消息，要不要屏蔽？不要，这不是你该干的，不管好坏都不准屏蔽，你们必须做到公平和公正。宋培亮他们刚准备把万度和狗鼻子上市呢，结果出了这事，只能暂停了。他们准备上市了？是啊，刚准备好材料，正准备去漂亮国股市申请呢。汉唐集团的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告诉他们该干嘛就干嘛。真的，他们的股份在华盛投资，和汉唐集团没啥关系，准备上市吧。告诉宋培亮，要是年底还上不了市，把我投资的钱还我。这次出去行动的人员都确定好了吧？确定好了。此次行动所有参与者都需要签订保密协议，要是有人泄露我们的行踪和计划，直接法律惩治和赔钱。从今天开始，100亿美元进入王泰国股市，200亿美元进入京都股市，100亿美元进入南汉国股市，其中南汉国股市主要集中在和易星集团相关的行业中，300亿美元囤入巴黎银行王泰国分行总部，以这300亿美元为抵押，向王泰国央行借贷太元短期借款，400亿美元在京都同样操作，南汉国晚一点时间再执行。老板，咱们的100亿美元进入王泰国后，效果立竿见影，外资纷纷进入，现在达到外汇450亿美元了。钱太少，还不够分啊！这几天外汇储备额度增长一直很缓慢，我感觉可能和漂亮国进一步加息有关。分析团队觉得，为了资金安全，先行抛掉太元，但股市还是保留一部分。那就干吧，抛掉太元后，把这边和京都的资金转到南汉国，一样的操作。这么多钱调走，太元肯定会贬值。利用雅虎发布点文章，就说太元贬值紧急避险，教王泰国的人炒股，然后做空股市。老板，王泰国的股市呈现出了井喷式的爆发，股市盈利多少？50%。开始抛，转而做空，10倍杠杆，不留头寸。看来咱们可以去南汉国了。此次王泰国一共盈利150亿美元，王泰国央行一共动用了40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世行贷款。如果不是国际游资搅局，我们可能还会多盈利50亿。知足吧，要不是国际游资的加入，咱们也不好过。现在南汉国什么情况？2个关键点，一是股市暴跌，拉低易星集团的股价；二是南汉币持续升值，降低易星集团抵押物的价值。两方同时发力，可能会触及易星集团的强行平仓点位。只要有一个点没有成功，我们可能会成为国际游资的猎物。500亿美元做对冲，让南汉币升值，同时给大肆做空易星集团。易星集团的股票，我们能拿下多少就买多少，一定要成为最大的股东。你是真的厉害，易星集团现在你是最大的股东了。我已经把你叔叔这个总裁举牌下掉了，你有没有兴趣当易星集团的总裁？
为什么要选我？我会被果人唾骂的。我手下没有合适的人，只有你最合适。何况你的手里还有0.几的股份，当总裁是最合适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找你们家的死对头。要是你们的死对头当了总裁，你们李家当富家翁都不可能。好好考虑考虑。我同意了，谢谢李先生对李家没有赶尽杀绝。不用谢，这边就交给你了，我们也该回国了。公司的文件积压这么严重，咱们几个月没回来了，这次出去还是很划算的，赚了几百亿美元不说，还成为了一星集团的大股东，跟做梦一样。都是啥事？去年的分红方案出来了，需要您签字。咱们手上积压了1000多份投资计划书，办公室整理了一部分，战略部门招出了100份投资计划，需要您最终审核。念念公司的名字和主要干啥的。好的，马云先生将把黄页卖掉，然后重新成立一个网络公司，名字叫阿里巴巴，申请投资5000万美元，占股49%。孙不义先生也和马云接触了，孙不义先生想独立投资，被马云先生拒绝了。马云先生还是希望咱们继续投资，答应他，让孙不义哪凉快哪待着去。京东方启动第2轮融资，我们要不要参与？参与1个亿以内，让战略部门做主。还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税务局忽然到我们这来查账，这在以往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不过他们说这是例行抽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查了几天？2天。不过我们的账本被他们拿走了，说过几天就还回来。这是唱的哪出戏？还有其他的吗？摩根大通和高盛的2个董事最近互相串办公室的频率比较高，听说他们在收购咱们职工手里的原始股。有卖的吗？有，但不多。李，我的老朋友，你好，比尔。有一个事情，最近华尔街不太平，好像有一股暗流在针对华夏，具体是不是针对你，我还不能确定。什么意思？我只是听别人嘴里说出来的1、2句话猜测的，好像华尔街要给华夏人一个教训。我猜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你，你也注意一下你们国内的情况，好像不只是华尔街，包括欧洲和亚洲都会有人参与。谢谢你，比尔，有你这样的朋友，我礼貌很开心。看来我们的合作还能更进一步了。等我去漂亮国请你吃饭。怪不得公司已经有点情况了，让人查一下，最近公司里还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没有？要事无巨细，可能有人要搞事。如果查出什么东西，先不要声张，等他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咱们再反击。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以为我好欺负啊？我让你们头皮发麻。惠国怎么了？咱村里现在不大正常。怎么不正常了？有人在村里收购光明实业的股份。哪里的人来收购的？魔都一家投资公司收购的，收购价很高，1%的股份5000万，有10多家已经卖掉了，听说还有10几家已经动心，正在和他们谈判。倒是挺有魄力啊，没想到连村里的产业都惦记上了。难道村民不知道我们当初原始入股协议中说了，2次购买的股份不具有投票权吗？估计都忘了，被这么多钱迷了眼，怎么办？给他们过户吗？不过户有用吗？人家直接去工商局过户，咱们也管不着不是，让他们收购。那咱们不管吗？这是冲着我来的，一步一步的想对我的产业下手，让这些人帮我们辨别吧。凡是卖掉股份的，将来有的他们哭的时候，想过户的就帮他们过户，适当阻拦一下就好，就当平常事去处理。等他们收购足够的股份后，咱们再唱一出好戏。老板，黄光谷被公安带走了。因为什么？公安就说他犯法了，涉嫌走私电器，要求他协助调查。都开始动我的人了。最近公司都怎么样？是不是负面消息很多？是的，网上都是唱衰我们的。这几天景网被大规模恶意做空，市值从最高点的60亿美元骤降为15亿美元。狗鼻子网络被举报垄断网络搜索市场，市值从最高点的300多亿美元跌到100亿美元。祝融操作系统存在安全漏洞，被漂亮国安全部门调查。唯一没有出事的就是雅虎，可能是因为雅虎有大量华尔街资本，他们投鼠忌器，生怕自己手里的资金受到损失。再加上雅虎是漂亮国门户网站的标杆，所以雅虎依然坚挺，市值还在不断增加，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看来是一起来了啊！安排律师先把黄光谷捞出来。大家好，我叫宁一天，今天我要公开我的秘密，我是汉唐基金会助学金获得者，我身边的同学都不知道，我曾经接受过汉唐基金会的资助，我已经毕业3年，虽然我的收入不高，但我依然把爱传递了下去，我为我说的话负责。汉唐基金会每年为全国的大学生提供助学金，不求回报，只要求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写下一段话，社会需要爱，当你有能力的时候，把爱传递下去。我们永不相见，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他们都是暗地里帮助我们，所以很少有人知道汉唐基金会的存在。汉唐基金会的创始人李茂先生从10年前就一直在做慈善，他每年的分红几个亿，大部分全给了基金会。汉唐基金会累计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建设了上千所高标准学校。网上和报纸上都说李茂先生为富不仁，但今天我要为李茂先生摇大旗。如果没有汉唐基金会，我生活的肯定没有现在好。感谢汉唐集团给我们普通人一次机会。老板，现在网上有很多人站出来为你说话，他们都是被汉唐基金会帮助过的人，咱们的汉唐基金会也被大众知晓了，真是来的恰到时机，这下没人再敢污蔑您了。人为善，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但福已远离。我先回村一趟处理光明实业的事。李董，对于我们的股份文件，您到底认可不认可？我要求立即召开股东大会。你认可吗？不认可。
这几天我是不停地翻相关的规章制度，忽然发现了一条，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一条啊？我也翻了好几天了，为什么我没看到呢？我记得咱公司的章程里说过，原始股经过出售后属于 B 票，不具备投票权利，只有通过赠与继承的股票才有投票权。你说这条制度怎么样？你们两位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什么意思？你看看你们买的股份没投票权啊，所以你们没法召开股东大会。抱歉啊，我也不想这样的。不可能，我们买股票的时候，那些村民都没说过。他们说没说我管不着，但白纸黑字写着呢，遵守公司章程，二次转卖股票不具备投票权。对了，公司章程在衙门也有备案，你们应该能查到吧？我知道了，你们太自信，没有查。好像你们花了20多个亿买了一堆废纸。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投资光明实业。你们能看好我们光明实业，是我们管理层的荣幸，我们会为大家当好大管家的。对了，最近我们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大好，股价可能有所下跌，你们要做好准备。总市值才30个亿，手里的股份不值钱了，你说明天的交易价格会不会跌到20亿？你想多了，公司值多少钱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反正10年之内我们又不上市。你们在耍套路，是你们自己不长脑子，还反过来怪我们了，太可笑了。你们做的就是对的，我们做的就是错的，是吧？商场如战场，你要学的还有很多，要不咱们勉为其难的把股份收回来，虽然没有投票权，但分红也是好的。不过你们要是不卖的话，几十亿的流动资金没了啊，好难受啊！你卖不卖啊？我卖。爸没事吧？这几天没受苦吧？你走之后，爸就被带走了，整整3天。没事，就是去喝茶。我没想到您也受牵连了，是我连累了您。不存在谁连累谁，要想找我的茬，哪里找不到。不过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西南可乐的事情搬到我身上，非得让我交代，我啥都不知道。你说让我交代啥？不过能看出来，他们的目标还是你，别担心我，我也快退休了。对了，有人想求和，我给兑回去了。这时候求和啊？好好的，非得招惹我，记吃不记打的性子，动我的公司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敢动我的家人，我不管后面是谁，一个都跑不掉。你准备动手了？事情该做个了断了。要准备出国吗？去看看，不能人家打了我一拳，我还无动于衷，以后这帮人可能会得寸进尺。那可是华尔街啊，能行吗？华尔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组成的，只要人多了，心就不齐，我就有各个击破的机会。对方是华尔街又如何？犯我者虽远必诛。我们也帮不了你，你自己一切小心，自身安全放第一位，为小翠和2个孩子想想。我知道了，爸，我先把国内的事解决了，再去漂亮国。查到是谁在背后搞鬼了吗？查到了，对方有点背景，目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他的父亲是个退休老干部。这次针对我们的行动，国内主要是他在操作，华尔街那边应该也是他联系的，里应外合，对我们进行双重打击。和我们结过仇吗？并没有生意上的往来，私人您也没接触过。那就奇怪了，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呢？去会他，直接问他本人更快。来了，来的有点晚，是不是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你很厉害，我失败了，人人都说我不如你，看来他们是对的。你们这帮二代想要什么得不到，非得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只会背地里阴人。在我不确定能把你打倒之前，我是不会明着和你动手，只会在背后阴你一把。一开始你隐藏得很深，我知道国内有一个不安定因素，但你只动了那一次手后就偃旗息鼓，我以为你放弃了。如果不是这次暴露出来，你还能藏几年？你说的对，今天过来还有啥事？应该不只是想数落我吧？数落你，你还不配。今天就是过来想问问你，我到底哪一点惹了你，非得置我于死地？要是我真做错了，我一定改。不好意思，我不告诉你。是不是想让我留个遗憾？对，就是不告诉你，让你猜。我知道我的公司保不住了，你已经派人在收购了，但是你也别想好过。今天我再阴你一把，看看你怎么破这个局。别跳！老板，怎么回事？跳下去了。这是准备用自己的死黑你一把？应该是，幸亏做了准备。咱们公司的新产品录音笔，今天我再阴你一把，看看你怎么破这个局。别跳！他加害您的原因知道了吗？我想我应该是知道了，他恨我，因为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优秀盖过他，嫉妒使他的性格变得扭曲，不然也不会做得这么极端。报警吧！你们没搞错，我昨天都提供了录音作为证据，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调查？我还不能走吗？录音？什么录音？我们不知道啊。今天的人不是昨天审问我的人，事情有变故，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暴露出来了，依然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礼貌，从现在起，我们正式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能不能打个电话？不能。我希望看看昨天的审讯记录。抱歉，你无权查看。我昨天签字的时候，发现警察同志把录音的事情记了下来，希望你们能调查清楚，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礼貌，你在威胁我。告诉你，昨天那些参与审讯的人，因为牵扯到做虚假审讯，正在接受调查。你要看清楚状况，你现在是杀人犯。你有权利给我定罪吗？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拒绝回答你们的问题。2天了，还没有消息。没有。行动吧，出来了。
谢谢爸，又给你添麻烦了。不存在，自家人客气啥？这次是对方那个退休的爹和另一个家族的人进行了交换，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你送进去。估计谁都没想到你会留一手吧？有录音笔，虽然你把录音笔上交了，但他们也没想到你还做了备份。你被抓进去没有消息后，公司就用网站公布了录音和你被抓的事情。对方迫于压力，只能释放你。爸，这里就交给你了，给我个面子，别放过他们。老板，这次我们该如何操作？拿自己的网站开刀，唱衰漂亮国股市，尤其是互联网，这样能行吗？放心，除了华尔街那帮人，漂亮国会有人站出来帮我们的。几年前他们投资股市，每年的收益率在6至9个百分点之间，这叫理性繁荣，因为他们的收益率是他们国债的2到3倍。但是最近1年多，漂亮国投资股市的收益率达到了100%以上，这就是非理性繁荣。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泡沫已经非常严重，他们不会看着互联网企业烧掉他们的财富，互联网的估值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明显违背了经济规律。管制互联网行业的高估值不是他们的职责，但是应对泡沫危机产生的经济危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会把互联网泡沫称之为经济危机，把我们所有互联网的股票都抛掉。纷争开始了，雅虎的也抛吗？全抛。您现在抛掉股票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的股票还在疯涨，哪怕您要教训华尔街，也不用拿雅虎做赌注。我知道，但我已经不看好互联网行业了。如果有人不同意的，我会动用大股东的身份。你们该吃年夜饭了吧？刚包好饺子，白菜豆腐馅的，你忙完了没有？还要2、3个月呢，我一忙完了就回去。今年过年我不能陪着你过了。老公，你是不是感觉不太好？什么意思？感觉很好啊。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你走之前写了遗嘱，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快吓死了。你在漂亮国是不是很危险？爸怎么提前把我卖了？媳妇不用担心，我这是有备无患的。真没事？真没事，千万不要告诉家里人，我怕他们着急。我不说，要是有问题，你一定要好好的。老板，根据我们分析，股市可能真的见底了，如果再跌下去，就要击穿2000点，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盈利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资金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元的规模，慢慢的收回资金，半个月内完成。我们还回购雅虎等公司的股票吗？除了雅虎、网景浏览器，其他的一律回购。微软的股票至少要拿到5%以上。我要当苹果公司第1大股东，看看有没有机会入主德州仪器和摩根大通银行，首选摩根大通银行。对了，我记得有几个公司被清盘了吧？是的，一共有15家公司被清盘。告诉万度宋培亮去收购了这些公司，尤其是对于程序员和每个公司的数学家，有多少要多少。你们留下，我准备回国了。好的，老板，估计我们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回去。这么大的资金量，要想转移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咱们收购的这些公司都重新召开董事会，把关键领导人都换成咱们自己人。华尔街经此一役，损失非常惨重。我看以后谁还敢再针对我？李先生，非常抱歉，您现在还不能离开漂亮国。为什么？FBL 已经限制您离境了，有人举报您操纵漂亮国股市，危害漂亮国金融安全。我们现在正式通知您，在我们完成调查之前，您不得离开纽约客。如果您要前往其他漂亮国城市，必须征得我们的同意。这是我们的电子监控设备，希望您能带在身上。如果设备被损坏，我们将会以逃避监管的罪名正式逮捕您。希望你能配合。我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有，只要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您享有一切该有的权利。给我请个律师，还有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家里。估计没法保密了，外面全是记者。李先生，您被人举报了，请问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你真的操纵漂亮国股市吗？李先生，外界传言漂亮国安全部门正在对您旗下的企业进行审查，尤其是未来通信和港岛通软，涉嫌向华夏传递核心数据。对不起各位，我们老板现在没什么好说的，也请各位别相信乱七八糟的传言。老公，你是不是回不来了？你怎么知道？新闻正在直播，我都看到了。老婆，你别担心。我相信你老公，你是干大事的，干大事自然会得罪人。以前咱村里的集上卖菜的之间，有时候还会干一架，不稀奇。人家打了咱还能不还手吗？多久能回来？还不确定，但估计短的话半年，长的话就没准了，3、5年也有可能。你去漂亮国之前，是不是已经有预感了？还是媳妇了解我，我基于漂亮国的政体推测了一番，如果我动了华尔街的奶酪，可能有人不会让我回家，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一下，立了个遗嘱，如果我回不去了，就把公司分给孩子们。没想到真的回不去了。回不来，我们就去陪你。他们难道还会阻止我和自家男人见面吗？别把孩子带来，我把资产转移到孩子名下，他们要是过来的话，也会回不去的。给我安排个新闻发布会，我有话要说，把消息放出去，不管是漂亮国的还是别的国家的，统统邀请过来。大家好，我是李猫。我的存在让漂亮国某些人深感不安，经过深思熟虑，并和我的夫人沟通后，做出如下安排：我将卸任华盛投资董事长职位，由裴耀先先生接任华盛投资董事长。本人在汉唐集团的所有股份转到我儿子李延奇名下，华盛投资所有股份转到李延斌名下，所需要的交易税费由卖方完全承担。我个人名下的皇城酒店、中关村管理商城、八达电脑、好乐购超市股份转到汉唐基金会名下，汉唐基金会更名为华夏李氏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李氏资产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杨科海先生、徐李先生、裴耀先先生、佟大卫先生、
生、陈家豪先生共同管理，负责李延斌2个孩子资产的管理工作。2个孩子25岁前不得接手公司。最后，我想说，我李茂永不屈服。老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不让我走了，那就留下来大干一场吧。听说华新1号流片成功了，您还有心情关心项目，咱还是关心怎么回去吧。回不回去无所谓，他们1天不让我回去，我就做1天妖。华新1号是不是流片成功了？是的，不过还没大规模投入生产，老李还有顾虑。老李想的太多了，华新1代都投入运行1年多了，也没见英特尔动手。跟他说一声，我需要华新2代，让他带几片过来，最好是让巴达电脑组装成1台电脑一起带过来。您要打压英特尔？打压是不可能的，只能和英特尔的终端芯片一较高低。我的目标是 AMD， 反正 AMD 公司举步维艰，先把它搞死再说。咱们定价多少钱？老李说，如果年出货量100万枚，成本大概在800元人民币左右。不高啊。是的，同等档次的英特尔奔腾系列，目前最低售价为249美元。配套的主板显卡有吗？有，一台电脑的裸机成本能控制在300美元左右，如果加上正版操作系统，成本360美元，比 IBM 等公司的同等产品便宜将近200美元。那还等什么？送货过来吧！明天开始做空 AMD 的股票，拿下大股东。我要用漂亮国的公司打漂亮国。李茂您好，我是我国驻漂亮国大使馆的魏素兰，家里让我告诉你，大家都在想办法让你安安心心的歇一歇。跟家里说，我在这边赚钱赚得不亦乐乎，让家里别担心，也别用什么交换我，没必要，早晚他们会恭恭敬敬的把我送回去。我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3辆漂亮国的警车在守着。没事，保护我的安全嘛，可以理解。如果有上门拜访的记者，你要维护好关系，关键时刻舆论的导向作用也很重要。老徐，让神奇可乐送几车饮料过来，让外面排队采访我的记者随便喝，大热天的别把他们热坏了。AMD 算是倒霉了，被你盯上了。我喜欢 AMD， 第一颗炮弹要来了，不知道 AMD 和英特尔能不能扛得住。漂亮国是个法治社会，我相信漂亮国衙门不会无耻到扣押正经商人的地步，肯定是有一些宵小之人在给我下绊子，我等着漂亮国还我的清白。老板，我们已经拿到了 AMD40%的股份，还继续买吗？商务部门没有表示反对。没有，按照漂亮国的法律，只要我们不是全资收购，漂亮国的法律是不禁止的。但我们可能无法改选董事会，只能利用大股东的身份影响 AMD 的战略决策。那就影响一下，让 AMD 和汉唐芯片研究院联合在华夏搞一个研发中心，把我们的技术和 AMD 的相融合，把英特尔打下去。帮我约下比尔盖帽，就说我请他吃饺子。李，我的朋友，放过微软吧，我真的会写。你这是要引起整个漂亮国高科技行业的敌视吗？为什么要仇视我？应该是我仇视你们好吧？是你们把我留下的，我在这又没事干，只能招点人或者去股票市场上玩玩。最近太懒了，忘了去股市上看看了。要不我再去股市玩一玩？你别去，我错了，算我没说。你为什么没把雅虎买回来？你不看好雅虎的发展？当然，作为一个门户网站，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正在被其他网站所蚕食，我不看好他们的发展。你看好谷歌，可谷歌和你的狗鼻子有竞争关系，难道你认为谷歌能超过狗鼻子？我知道了，你成为谷歌的大股东，然后用大股东的身份来影响他们的发展。当初你就是这么对我们微软的。比尔，你想多了，我只是单纯的看好谷歌这几个年轻人，没其他的想法。你的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为什么要拒绝商务部部长的邀请？难道堂堂漂亮国还无法容下你的野心吗？华夏真的就这么好？要知道，漂亮国才是富人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无上的荣耀和权利。比尔，华夏不只是一个国家，它还是一种文化。自夏朝建立以来，直至现在，华夏的文化从来没出现过断层。你看看历代的皇帝，有谁不承认自己是华夏人？即便是有胡人血统的李唐，也要给自己找一个祖宗。即便是改朝换代，说的是继承前朝大统，都会为前朝修饰。这是文化的延续，文化的延续远比国家的延续更久远。漂亮国有文化吗？你这话我没法接，你真的要和漂亮国斗争到底吗？这是一场种子战争，我不能输。种子战争，你们漂亮国特用的套路，种子免费捐赠给某一个国家使用，有免费的，产量还非常高。你说老百姓会选择谁家的种子啊？连续使用2年到3年后，你说国内还有种子吗？最关键，这些种子只能长1年，第2年的产量会迅速下降。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假如我们留了种子，生产这个种子的公司可以告我们侵权。我去劝爱迪生，让他放你走吧。爱迪生还能做主吗？恐怕漂亮国的总统先生都已经无法做主了。FBL 可不是那么轻易被说服的机构。你这个杀神在漂亮国谁也不好过。不能放李茂离开，我们必须把他榨干才行，他赚的太多了。怎么榨干？直接明枪吗？这个先例不能开，一旦开了，所有人手里的资金也会缺乏安全感，谁还敢来漂亮国投资？比尔，能不能再次通过驱逐的方式把李茂驱逐出微软？可以，不过微软的信誉将会破产，我们将再也拿不到哪怕1分钱的投资。艾利森，你要不再去做一下礼貌的工作？建议他加入我们漂亮国国籍。我知道华夏人都有当官的欲望，你可以许诺他，只要他加入漂亮国，我们可以支持他当一个州长。你不了解他，当年我曾经跟他说过，漂亮国的大门随时为他敞开着，但他一直没有行动。他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
那也不能放他离开。他现在已经成了华尔街的噩梦，他已经成神，将来我们华尔街可能需要看礼貌的脸色行事。漂亮国是讲法治的地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咱们必须放李茂回国。李茂成了 AMD 的大股东 ，AMD 也宣布降价。汉唐芯片研究院帮助 AMD 改进了工艺，解决了 K6 芯片发热的问题。K6 市场的反响非常好，华信2代和 K6 把英特尔的奔腾系列 CPU 挤兑的毫无生存空间，连研发成本都无法收回。现在李茂已经拿到了部分微软公司的股份，如果再让英特尔也落入李茂的手里，漂亮国的霸权就会成为一个笑话。禁止汉唐芯片研究院使用我们的芯片设计软件。说了不让你过来，你还来了。我想你了，我也待不了几天。延琪两兄弟太皮了，我天天都要管教管教。我想孩子了，可又不敢让孩子们过来。家里也在努力，你早晚能回去。我带了点孩子们的照片。抓紧开发一款能网络视频的软件，我要看孩子们。网络视频是啥？就是能在电脑上互相看到、互相聊天的软件。没见你这样的，到时候寄点录像带不就可以了嘛？非得网络视频，别难为人家。一旦这个做好了，咱们又要多很多专利了。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答辩参加过了。是的，硕士学位拿到了，还有研究生毕业证书，我这是双证，和全日制研究生一样。等下半年我再回设计院去参加正研及高工的评选，我们院长说肯定没问题。你说我要不要带研究生？学校里说我可以边带研究生边读博士，等读完了博士，我就能带博士了。那你不成了博士生导师了？那是，以后要喊我杨教授。老板，新思科技、凯登斯等漂亮国软件设计公司联合宣布，禁止汉唐芯片研究院使用他们的芯片设计软件。终于来了嘛！汉唐芯片研究院和港岛通软联合宣布，弃用新思科技芯片设计软件，使用港岛通软代号为1号项目的通芯软件。我们的价格定为他们的1/3。你牛，我便宜；你厉害，我便宜；你先进，我便宜。我是价格屠夫，你能奈我何？总之，我就是便宜。我宁可不赚钱，也要好好和你们玩玩。该死的，他们什么时候自己研究了软件？他的通芯软件继承了当年日立电器和东芝的芯片设计软件，否则指望一个才成立10年的公司是不可能拿出这么先进的软件。通芯软件是他的1号项目，我听说祝融操作系统才是2号项目。关键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还有多少地牌，他的钱也像花不完似的，源源不断。我真是被他折磨得够够的。我早就说过，赶快把他送走吧，再这样下去，咱们国家的高科技公司都得沦陷。现在整个金融圈都人心惶惶，都害怕自己是李茂的下一个目标。李茂真是个恶魔，送走他，送走他。李先生，您现在自由了，我负责把您的电子监控撤销。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是的，这一仗是我赢了，回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让你跟着担心了。人老了就矫情了起来，只要看着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比什么都好。比尔盖茂曾经问我，你的家到底有什么磨练，能让你拒绝漂亮国这种发达国家的招揽？我说，家里有盘古开天留下的神话，家里有传承几千年的文明，家里有4大发明，家里有星汉灿烂的历史铸就的璀璨灯塔，家里还有紫气东来和江山如画。我为生在华夏而自豪，我们坚信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我李茂将会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续写传奇。